我只是睡前小小奖励了自己一下。第二天醒来，竟发现我的巴雷特不见了，还意外觉醒了女神养成系统。什么鬼？我这是怎么了？宿主你好，我是女神养成系统，很高兴为你服务。难道我玩了2下巴雷特也能举起系统？那以后岂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等等，你刚才说你是什么系统？女神养成系统哦。女神？什么鬼？我可是个纯爷们，你是不是搞错了？宿主，你已经处于清醒状态了。你现在的身体是男是女，你自己心里没点批数吗？在没有感受到坤坤的存在后，吓得我赶紧跑去厕所照镜子，映入眼帘的面容跟之前相比，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不相干。我怎么会突然变成女生？系统，我能不能变回去？亲爱的宿主，本系统一经绑定，就没有能把你变回男性的能力。不过，如果宿主可以按时完成一些小任务，暂时不被熟人发现你的小秘密，还是完全可以的。暂时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字面意思哦，亲。因为本系统乃女神养成系统，当然是要把宿主你培养成女神了，怎么可能会让你身边的人一直以为你是男孩子呢？宿主别太担心，大不了以后做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嘛，还是很有趣的哦。不要，快把我变回去！那是我无能为力了，不要太伤心，做女孩子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本系统的帮助下，一定能助你成为绝美女神的。突然我好像想到什么，慢慢往里瞟去，不看不要紧，一看顿时就血脉喷张。好吧，就是有点小，不过小点也好，正好现在是夏天，穿点宽松衣服，应该没人能看出来。宿主，看完了吗？看完了。你想说什么？本系统名为女神养成系统，致力于把宿主打造成绝美女神，希望宿主多多配合，早日完成变美大业。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得嘞，现在发布第一个小任务，请宿主在3天内穿上系统准备好的衣服，在校外的广场逛1小时。购物奖励：完美不伤身束胸带1条。束胸带？我一个大老爷们要这个做什么？什么大老爷们？宿主请注意你现在的言辞，你可是女孩子，这东西可是很有用的。好，我现在的确是女孩子，可你给我这个有什么用？如果哪天宿主完成任务，导致某个部位变大了，不怕别人看到，那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吧。好吧，这么一看，这个奖励还不错。那我穿什么衣服啊？就穿你现在这身就行。那我的声音怎么办？刚刚我就轻轻说了几句话，发现我的声音跟女孩子没什么两样，空灵悦耳，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特别温柔。宿主自己解决，告辞。系统说完便没了声音，留我一人在厕所凌乱。无奈我只好先去食堂淡饭。几分钟后，我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一个嘴角带着笑意的男子正看着我。当他看清我时，他承认自己心动了，有一种占有我的念头在心底疯狂滋生。我看了一圈，周围没有熟人，我索性也就用了原声。有事吗？清冷又不失温柔的嗓音直接俘获了他。你是学妹吗？我好像在大4年级都没看到过你。我是大2的。那还真是学妹了。我叫李胜利，或许你没听说过我，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的小儿子，想跟学妹你交个朋友怎么样？他本以为自己自报家门，肯定会令我两眼一亮，然后跟自己走，但哪料到我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摇头拒绝道：不用了，我还有事。接过窗口阿姨递过来的昆肉面，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李胜利自然是不甘心的，他堂堂李少哪有被女孩子拒绝的时候？才没走2步就看见室友华子，我悄咪咪的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后脑勺。笑个屁啊，差点被你吓死。这一笑直接迷住了华子，痴痴的说道：小苍啊，我发现你不做女还真是可惜啊，这叫差点让你滑电没把持住。赶紧走，傻狗！哈哈哈，真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女装。去死！这有说有笑的一幕正好被追出来的李胜利收入眼底，微微眯了眯眼。我会得到你的。我把室友当兄弟，室友把我当萝莉。小苍你，我什么？你这样子也太像女生了吧？是吗？我瞧瞧，我丢，还真像。胖子则是从位置上走了出来，来到我的面前，凑近仔细端详着。胖子，你看我干什么？小汤，我怎么感觉你身上有股香味呢？而且这皮肤也比以前更好了，有种水嫩的感觉。走远点，你是哥布林。我一把推开面前的胖子，强装镇定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若无其事的样子倒是打消了他们3人这天方夜谭的怀疑。估计是单身太久，出现幻觉了，哈哈哈。3人走后，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嘿嘿，美女宿主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以后该怎么面对亲戚朋友。这个宿主不用担心，以后自会有解决的办法。你现在这么空，赶紧去完成任务。不去，急什么？还有3天时间呢，催什么催？越早完成，就有更多的奖励哦。切，我不信，当初你发布任务就没说过这句话，别骗我了，你自己看。系统调出蓝色透明面板，还重点用红色圈圈把任务右下角的一行小字给圈了起来。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差不多65个小时，2小时58分内完成可得神秘奖励，64小时内未完成任务将接受惩罚。变身事实被所有认识宿主的人知晓。狗系统，你阴我？切，宿主你那点小心思别用在我身上了，我会让你塔逼游击吗？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那个神秘奖励是什么？神秘2个字，宿主你不认识吗？告诉你啦，还能是神秘奖励？当我没问。3个小时内完成任务就能获得除了那个束胸带以外的神秘奖励，而任务是在校外的那个风华广场闲逛1小时，也就是说我还有接近2小时的准备时间，还挺充裕的嘛。思索了一会，我决定现在就去完成这个任务，还是很好奇会是什么神秘奖励。我勒个豆，人还这么多，但愿别被熟人认出来吧。我去，哪来的这么漂亮的妹子啊？在这待了3年，从来没听说过附近大学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啊！电大的校花沈幼楚也不过如此吧？这要是能做她男朋友，我能一天不出门。格局小了，我直接枸杞当饭吃。无视周围一个个炽热的视线，我径直往广场中心的售货大楼走去。走进一家店，一名身穿职业套裙的营业员小姐姐走了过来。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想买点化妆品，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这绝美的脸颊配上这呆萌的小表情，看得营业员小姐姐心都快化了。那美女，你平时用什么化妆品多一点呢？我们这各个品牌的优质产品都有的呢。啊，这个啊，我都没用过化妆品的，也就用洗面奶。这么漂亮的小姐姐还是纯天然的，木了。我要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好了。这样没关系的。那美女，你跟我来，我给你推荐一下。好。不远处，穿着一身名牌休闲装的公子哥挡住了沈幼楚的去路。西伯，你有必要这么缠着我吗？彩蛋是没女生了吗？幼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思，咱们2家世代交好，平时走近一点也没什么的吧？沈幼楚懒得跟他废话，径直往前面走去。基伯可不管他对他是什么态度，跟块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甩不掉。我说基伯，你有必要一直跟着我吗？我也一个人，你也一个人，还不如相伴逛一逛，好歹咱俩也算是青梅竹马。幼楚，别这么冷淡吗？我有约了，跟我闺蜜。是吗？在哪呢？有必要告诉你吗？沈幼楚冷笑一声，走进了那家化妆品店。这时他注意到我和店员姐姐来到柜台，沈幼楚上前一步，抱住了我的手腕。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提前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手腕处传来的美妙触感差点让我把持不住，看着沈幼楚向自己眨了眨眼，示意了一下身旁的基伯，我大致猜到了什么。嘿嘿，我这不是看你没来就提前过来逛逛吗？不好意思呀，幼楚。有些诧异眼前的女孩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但没时间纠结太多。我不管，你得补偿我，等会好好的陪我逛街，知道吗？一听陪沈大校花逛街，我差点激动的跳起来。好呀。两人走出化妆品店，看都没看身后的基伯一眼。基伯眼神火热地注视着逐渐走远的2个绝美女孩，忍不住舔了舔嘴角。男孩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做了场梦，结果第2天醒来就将逆天改命，只因那晚与自己恋爱时长2年半的女友柳如烟向我提出了分手，心情低落且喝了个烂醉，却意外的好眠。梦里一个绝美的女孩站在我面前。你觉得我好看吗？好看，特别好看。如果你是个女孩，你愿意变成我这个样子吗？当然愿意，你这么美，走在街上回头率直接拉满。是吗？那我知道了。醒来我巴雷特就没了，不过还好我加上了校花的地球号。刚刚真是不好意思了，我请你吃饭吧。为了感谢你今天帮我解围，别拒绝嘛。饭后沈幼楚开心地抱住我的手腕，我们去看看衣服怎么样？感受着手臂处传来的美妙触感，我的小心脏狂跳不止，红着脸点了点头。好。这时李胜利带着自己的小弟马飞悠哉地逛着。老大，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来这一片的商业街了？无聊而已，随便逛逛。老大，快看，前面那不是咱店大校花沈幼楚吗？她身边跟着的那个女生也好漂亮，只不过从来没见过啊。很难受马飞。听到沈幼楚3个字，李胜利瞬间来了兴趣。虽然他也被沈幼楚无情拒绝过，但这并不影响他仍对他抱有的一丝幻想。顶着马飞手指着的方向看去，随即看向旁边的女孩，
不由得微微一愣。这不是上次在食堂偶遇的漂亮学妹吗？这么巧，她居然跟沈幼楚认识。随后整理了一下着装，李胜利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着两人走去。看到李胜利走来，沈幼楚眉头一皱，回头问我：“难道你认识他？”见过一次，昨天在食堂，他站在我后面搭讪，我没理他，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原来是这样，那我们逛我们的，别搭理他。正当两人说着悄悄话时，李胜利走了过来。两位美女，这么巧啊，你们也来这逛街吗？沈幼楚斜睨了他一眼，把我挡在身后。少套近乎了，李胜利，我们很熟吗？李胜利也不恼，微微一笑。沈幼楚，虽然你拒绝过我的表白，但你旁边的这位小学妹，我可是很想认识一下的。而且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大家交个朋友怎么？切，谁要跟你做朋友？店大谁不知道你离少的风流史？别来祸害我家苍苍。被他护在身后，我顿时觉得安全感爆棚。头一回被女孩子护着，这感觉说不出有多爽。我不想跟你交朋友，你别来烦我。接连被两个女孩冷言相向，李胜利面上也是有些不爽。但沈幼楚家跟他家相比差不了多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便一言不发这么离开了。沈幼楚一字一句的认真说道：“说得好，苍苍，对待这种人就要硬气一点，不然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我懂，走吧，幼楚，咱们逛街，不能因为他就影响心情。嘿嘿，好哟。与校花愉快的相处一天后，回到宿舍的我已经瘫倒在床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豆桃，我的奖励呢？怎么到现在都没来？系统懒洋洋的说道。你又没找我要，我当然就拖到现在了。恭喜宿主获得不伤身束胸带1条，以及神秘礼盒1个。束胸带在哪？在你衣柜角落。好吧，那我要开礼盒。恭喜宿主获得终极乐器精通能力。终极乐器精通，既然是终极，那有没有更高等级啊？有的，高级与特级，这需要宿主以后慢慢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好吧，还行，不亏不亏。还是先去吃晚饭吧。走进饭店，我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尽量不引人注意。点了菜，就拿出手机刷着视频，等着菜上桌。玩着玩着，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朴小苍。我眉头一皱，抬起头看向声音的来源，一个黑丝长发妹正注视着自己。柳如烟。看着柳如烟的穿着，心中的烦躁感越发的多了起来。当初交往的时候，柳如烟可不会穿成这样。你怎么在这儿？因为柳如烟是站着的缘故，所以俯视着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来这吃饭而已。说实话，我对柳如烟已经没有感情可言了。柳如烟为什么提分手，我已经知道个大概。就你一个人，不冷清吗？要不要我和我男朋友跟你拼个桌，热闹热闹？不需要。哼，朴小苍，至于吗？有必要这么冷漠吗？见我还是没有理他，柳如烟眉头一皱，正想说些难听的话，却很快就收敛了起来，立马换了一副嘴脸。铁柱，你怎么现在才来呀？等你半天了。你就是小兰的前男友吧？拼个桌不介意吧？我只是看了他一眼，继续玩手机，懒得搭理他。铁柱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么没有礼貌的吗？我正准备亲切问候的时候，看到正朝着他走来的两道身影。嘿呀，苍苍，这么巧啊，你也来这家店吃饭吗？眼前的妹子正是沈幼楚，跟她一起的女生是她的室友李星宇。苍苍，柳如烟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称呼朴小苍，连忙回头想看看是谁，这一看直接把她惊呆了，心里则是五味杂陈，复杂的很。抿了抿嘴，最终一言不发，拉着一脸恋恋不舍，明显想要多看看沈幼楚的铁柱离开了这里。看到柳如烟两人尴尬的离开，我心里也是默默的松了口气。还好他们俩都没有多说话，不然暴露了可就说不清了。介不介意跟我们拼个桌呀？沈幼楚眨巴着大眼睛看向自己，那模样看得他是想拒绝都不行。当然可以啦，只不过我已经把我那份的菜点好了。嘿嘿，苍苍真好，星宇快来。你好呀，跟幼楚一样，喊我星宇就好。那你叫我苍苍就行了。幼楚啊，你这2天频繁的出门，原来是认识了一个这么漂亮可爱的小学妹呀。对啊，苍苍人可好了，人美声甜，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真就把我狠狠的惊艳到了呢。真的吗？李星宇惊讶的看向自己。没有了，幼楚瞎说的，你别听他的。什么瞎说的？我可是有你的聊天记录呢，你可是给我发过语音的。真的？我要听，我要听。来，我放给你听，我可是缠了苍苍好久，他才愿意发给我的呢。你干嘛？哎呦！刚回宿舍，系统狗桃就跑了出来，然而我并不想理他。滴滴，宿主在吗？第2个任务来了哦！宿主再不说话，
我就直接判定你任务失败，接受这个任务的惩罚了。什么惩罚？立马被你的3个室友知道你现在是女孩子。说吧，什么任务？哦，这样不就好了吗？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呢？好了，言归正传。第2个任务呢，很简单，报名参加你们学校的音乐比赛，并且成功通过初试，奖励终极歌唱技能。就这，没有附加条件，要以女性的身份参加比赛哦。为啥？你现在就是女孩啊，还为啥？白痴！隔天我就一路哼着小曲走到了文艺办公室，推开门却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幼楚。被喊到名字的沈幼楚抬起了头，当看清来人是我，激动地从位置上站起身。这不是我可爱的苍苍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吗？我是来找王老师报名参加比赛的。那真是巧了，我在学生会，正好受王老师所托，负责此次比赛的参赛登记。那太好了，幼楚，你帮我报上去吧。那苍苍，你来填一下这张表吧。苍苍，你不打算用真名，就连学院专业也不填吗？低调一点好了。沈幼楚点了点头。你是参赛者，那就听你的好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啊？你说就是。我想在外面租个房子，看好了一套2室1厅的，现在正缺个室友呢。这可正合我意，生怕哪天在宿舍被我的3个好蛋发现了我的武魂真身。可以啊，我最近也有搬出去住的想法呢。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房子呗？要是不错的话，过2天就搬好了。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看。我把室友当兄弟，室友把我当萝莉。小苍，你又要往哪跑？出去吃饭啊，还能往哪跑？变身后相处这几天，发现3个好蛋儿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不行，快跑！之后我在食堂买了2杯奶茶，来到了校门口，等着沈幼楚。突然背后伸出一双手，遮住了我的眼。嘿，猜猜我是谁？女孩甜美软糯的嗓音对于我来说再熟悉不过。好了，幼楚，我猜到是你了，你怎么这么皮啊？苍苍，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临时有点事搁了一下。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目的地。房子虽然不大，但很适合女孩子居住。怎么样？还不错吧？我看着房间布局连连点头。很不错呢，完全挑不出毛病。那既然这样的话，苍苍，你什么时候搬过来跟我一块住呀？我明天就搬过来好了。好呀好呀，你住哪个寝室？我明天来帮你。不用不用，我东西不多的，我自己来就好了。一听沈幼楚要来自己寝室帮忙，心跳猛地加速。这可不能让他过来，不然可就完蛋了。那好吧，真的不用我帮忙吗？不用了，幼楚你也很忙的嘛，就不麻烦你了，我一个人可以的。行，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肚子好饿。我也还没吃呢，走走走。吃饱回宿舍后，我把要搬出去住的事情跟他们说了出来。那你要搬出去住了？我勒个乖乖，怎么这么突然？其实我大一就有这个想法的，只是那个时候没有经济实力。现在嘛，就想搬出去住了。而且后续的话，我们专业可能也要经常外出，晚上回寝室也不太方便。哎，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们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没事的，虽然我搬出去住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还是在的，我还是你们的老父亲，这一点是绝对不会变的。我看着明显有些失落的3人，开玩笑的说道：“嘿，你可是我的儿子，怎么能这么说话，乱了辈分？”看着他们3人露出的笑容，我的内心五味杂陈。说实话，如果没有变成女孩子，我肯定是不会搬出去住的。虽然和他们3人不是同一专业，但是毕竟同寝室了1年，彼此之间也是有深厚友谊的。现在说搬走就搬走，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些难受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丧气话了。话说小苍，你租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有空带我们去看看呗。对呀对呀，明天你要搬走了，我们哥几个给你帮忙吧，顺便看看你租的房子怎么样。没事，不用那么麻烦。你们明天上午还有课的，而且我明天上午没课，就自己搬过去了。反正我东西也不多，改天有空了出来聚聚就行。这要是被他们看到自己和沈幼楚住一起，那可就尴尬了，简直就是修罗场啊！别人觉醒系统不是有车有房，就是异能超强，而我觉醒系统后竟直接给我干没一条腿。为了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我以一手夏天的风惊艳全场，还被一哥们要上了绿泡泡。你好，我能不能加你一个泡泡，交个朋友怎么样？无奈硬着头皮只好答应。次日，那哥们就发来了消息：
苍苍，你在跟谁聊天呢？就是昨晚跟你一块主持的那个学长，叫什么邓往晨。邓往晨，他什么时候加的你？就你上台主持那会，他过来加的我，我也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他，就答应了。这样啊，苍苍，你喜欢他吗？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嘿嘿嘿，我八卦一下嘛。吓我一跳，你这话差点没把我送走。嘿，吃饭吃饭。下午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沈右楚则是去上课了，躺在沙发上。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狗头，滚出来！我在啊，我完成任务了，奖励呢？忘了？什么？你忘了？下次不会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终极歌唱技能。唱歌技能真不错，初赛已经通过了，下次的比赛可以边弹钢琴边唱歌了呢。我拿起手机，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因为这2条消息是老妈发来的。我抿着嘴，紧张的点开一看，是一个地址以及1条语音。小苍啊，我跟你爸搬家了，这是新地址，下次有空回来了，可别跑错了。我挑了挑眉，疑惑极了。妈，怎么突然搬家了？那地方咱不是住了快20年了吗？很快，老妈就又发来了1条语音。哈哈，前2天咱家拆迁了呀，镇政府要建火车站，我们家被征用了，补偿了一些钱，我跟你爸寻思着就搬到了这个新地方。虽说老邻居就这么散了，但新环境也挺不错，你有空了可以回来看看。感情这么说的话，自己岂不是成了拆2代了？那老妈，我的生活费，你看。想什么呢，兔崽子？咱家又不是补偿了几百几千万，就补了1套房，没有多余的闲钱，剩下的钱还不够你以后娶媳妇的呢。好好读书，别老想有的没的。知道了，老爸，还娶媳妇呢？自己这样能娶到就见鬼了，好吧？真不知道我要是回去了，老爸老妈看到好端端的一个儿子变成了女儿，会不会当场昏厥？不过拆迁搬家了，倒是一件好事，起码看着自己长大的邻居们都散了，这样倒也能省了不少精力。对了，系统，我变成了女生，我的证件啊什么的怎么办？这个啊，好办得很，只要宿主你一句话，证件档案什么的，本系统分分钟给你改姓李。只是吗？系统说了一半就不说了，这可把我急坏了。你是什么呀？说啊！只是本系统能力有限，无法影响他人的思维，所以对于以前就熟悉你的人来说，你还是个男生，解释什么的得靠你自己。你怎么这么没用？哼，别不知好歹。夜晚，早早入睡的我突然感觉到房门被打开，一道身影鬼鬼祟祟的钻进了我的被窝。六厨，你干啥？啊，你嫌弃我？怎么会呢？我可高兴了，老鞋还又出姐姐了。毕竟没人能拒绝抱着一个软乎乎的小姐姐睡觉。对了，苍苍，马上就放长假了，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旅游正好可以当做不回家的理由。好呀好呀。我把室友当兄弟，室友把我当萝莉。对了，苍苍，马上就放长假了，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旅游正好可以当做不回家的理由。好呀好呀。时间缓缓流逝，我和沈右厨也搭上去往 A 市旅游的火车。因为 A 市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在这里不用担心被熟人认出来，所以穿着也比以前随意了一点。而沈右厨则是换上了一身靓丽的服装，我俩站在一块，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毕竟只凭那2双白花花的大长腿，就能看得人流连忘返。和沈右厨在酒店放好行李后，我们就来到了小吃摊。沈右厨递来一串臭豆腐，笑眯眯地说道：“翟苍苍，你吃一下我这个，很好吃的。”不要，我不要吃这个。什么嘛，臭豆腐这么美味的东西，你居然不吃？我才没有右厨你这么重口味呢。苍苍，你就是太挑食了，多吃一点，长点肉。你看看你那里，一点都不那啥。不要让他顺其自然的去成长，不能拔苗助长。嘿嘿，苍苍，你这是嫉妒我吧？开玩笑，我会嫉妒你吗？我一点也不嫉妒，好不好？是吗？别狡辩了，苍苍，你就是羡慕。啊，我没有。再说了，真要脱了，还不知道谁的大呢。那要不晚上咱们比比？我还没看过你的呢。我，嘿嘿，苍苍你怕了？哼，不理你了，吃你的饭去。哟哟，这就急了呀。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呀？苍苍，你想去哪儿？我想回去休息一下，午睡一会儿，上午早起坐车，好累。那行啊，我们回去休息，明天再开始好好的玩。好舒服啊！睡醒了？睡得好舒服啊！几点了？5点半了。小懒猪，这么晚了，午睡居然睡了3小时，我的天！啊，没关系的，多睡会又没事，反正是假期第1天，有的是时间。那我再躺会。
不得不说，沈幼楚的侧颜看上去也是这么的漂亮。翻看着杂志的身影，恬静而美好，我一时都看呆了。傻子，我好看吗？沈幼楚也发现了朴小仓在偷看自己，神奇的是，这个小笨蛋居然还看呆了。好看啊，幼楚太好看了，就知道拍马屁。嘿嘿，我只是实话实说啊，不愧是咱店大的校花，简直就是天仙下凡，仙女姐姐一枚。停，越说越离谱。哈哈哈！幼楚，你看什么呢？酒店放在桌子上的杂志，闲着无聊就拿来看看了。好吧。我无聊的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就这么呆呆的看着天花板。好一会后，沈幼楚合上杂志，看着还在发呆的自己，起身走了过去，捏了捏他的脸蛋，手感好的不得了。得了，吃饭去。还吃啊？中午吃完回到酒店就是睡，现在睡醒了就去吃，我感觉我跟一头猪一样。有你这么形容自己的吗？现在都6点多了，你不饿？那了，我们走。苍苍，我们在这时怎么样？北市靠海，海鲜多。可以啊，吃什么都行。哟呵，哟，小妹妹2个人吃多没意思，要不要哥哥我陪你们一块呀？突然，一道不合时宜的轻佻声在我们2人身旁响起，我皱着眉看向声音来源，说话的是一个中年油腻的人，啤酒肚十分的明显，而且满身的酒气。不需要，口是心非，不用跟哥哥客气，我很温柔的。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吗？请你离开。沈幼楚却没有说话，冷眼看着他。别害羞嘛，小妹妹就聊2句而已，咱们交个朋友，你们这顿饭我就请，怎么样？那个男人看着沈幼楚的眼神一发火，走到他的旁边，忍不住伸手就要往他肩膀上搂去。不要碰幼楚。此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幼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解决了眼前的彪悍，这也太厉害了吧！呜尔呜尔呜！突然一阵警笛声让我清醒了过来，2个警察走了过来。是你们报的警吗？沈幼楚和我面面相觑。这时服务员过来说道：“是我报的警，是个男的想欺负这2个姐姐，还准备动手动脚的，我这有监控为证。”这个人是什么情况？我打的。警察同志，我朋友这应该算是正当防卫吧？看监控就知道了。2分半钟后，2个警察也知道了事情经过，将这个醉汉押上了警车。然后我们叮嘱道：“你们2个女孩子以后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幼楚，你怎么这么厉害的啊？深藏不露啊！女孩子嘛，学点这东西又没有坏处。况且我从小就练的，像他们那样的对付一下，还是绰绰有余的。好厉害，我都被惊到了。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以后你就知道了。嘿，苍苍，我刚洗完澡出来，就看到了一脸坏笑的沈幼楚，心里顿感不妙，下意识后退一步。怎么了？沈幼楚坐在床上，歪着头，似笑非笑的看着我。你忘了你白天说过的话了吗？啊，我说什么了？某人白天不是还说脱了比比看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呀？幼楚，这哪能当真啊？我那就是随口瞎说的。这么晚了，该睡觉了。我不敢再上前一步。经过刚才的事情，我已经非常清楚跟沈幼楚的实力差距了。沈幼楚要是想做什么，自己根本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好了，不逗你了。你怎么这么呆的呀？嘿，吓我一跳。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长假回来的第1天晚上，是电大音乐比赛的决赛。苍苍，晚上的比赛你准备好了？沈幼楚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与难以置信。要知道国庆假期这7天，他可是时时刻刻跟朴小仓待在一块，别说是练习了，就连钢琴都没摸过一下。当然啦，我会骗你吗？可是我都没见你练习啊。我是没练习，但不代表我一定要练习了才能取得好成绩啊。而且我本来就不是冲着第1名去的，当时也只是一时兴起才报的名，重在参与嘛，结果怎么样不重要。说的也是哈，那你晚上的服装怎么办？嘿嘿，这就要请我们无所不能的幼雏姐姐帮我啦，把那件礼服借给我一次呗。哈，这是你参加比赛，又不是我凭什么说借你就借你？我不要面子的吗？哼，那咋办吗？什么咋办？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你自己吗？我用食指点了点下巴，思索着沈幼楚这个憨憨想要些什么。幼雏姐姐，你把衣服借给我，我以身相许，好不好呀？你又不是男孩子，我要你干嘛？那咋了？我的身体消消软软的，我也是可以的。幼雏姐姐，你难道就不心动吗？沈幼楚眨了眨眼，认真的打量着自己，最后嗤一声笑了出来。好了，我借你还不行吗？我怕你再说下去就要把我笑死了。嘿嘿，幼雏真好。
很快就来到了决赛时间，随着参赛选手一个接一个的上台，很快就轮到了自己。下面掌声有请苍同学为我们带来钢琴弹唱《胆小鬼》。依旧是熟悉的流程，我将麦克风拉到自己嘴边，待全场安静下来后，纤细玉指微动，并开始了表演。你们两个轻轻皱眉，瞧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呀，幼雏，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胡阿姨，你怎么来了？沈幼楚连忙起身，端正的站在一旁。你妈昨天下午就约了我，让我今晚来这坐坐。想不到我一来就看到你了呢，太惊喜了。被称作胡阿姨的妇人，看着面前亭亭玉立的沈幼楚，是越看越喜欢。在他们这块圈子里，就属苏应梦的女儿沈幼楚最漂亮，性格又活泼，古灵精怪的，而且做菜也是一绝，很讨喜。好几个老姐妹都想让她成为自家儿媳妇，可惜沈幼楚并没有那个意思。这样啊，胡阿姨你先坐，我去喊我妈过来。胡阿姨跟苏应梦聊了一会后，便将话题转向了沈幼楚。幼楚啊，你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呀？就那样呗，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呵呵。这样啊，幼楚你这么漂亮，肯定很多男生追你吧？有没有心仪的？这个还真没有，我暂时没有那个打算。沈幼楚抿着嘴笑了笑，心中却很是无奈。怎么这些长辈都喜欢这种问题，就不能换一个话题吗？没有这个打算吗？那太可惜了吧。胡阿姨叹息一声，身为苏应梦的好友，她也算是看着沈幼楚长大的，已经把她当做半个闺女了，也很期望她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但可惜沈幼楚对她家的傻儿子不感兴趣。沈幼楚笑了一声，也就不再说话，继续专注于跟朴小仓聊天，准确的说是消息轰炸。韩仓，你怎么不回我了？快点回消息啊！我好无聊，你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我？感情淡了吗？仓仓不要我了，好伤心。此时刚刚去客厅倒了杯水端到卧室的小仓，看到沈幼楚给自己发了这么多消息，一时竟无言以对。幼楚，你咋这么多信？我就是去喝口水而已。沈幼楚看到消息，哈哈一笑。嘿，我这不是想你了吗？还一天你就想我了？那明天你岂不是要寻死觅活的了？仓仓，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巴不得我离你远远的，然后你好一个人快活是吧？我可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等着。要干嘛？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消息了，这让我有些懵了。不过沈幼楚又不是什么很小气的人，我也就没有放心上，舒舒服服的躺到床上，刷起了视频。苏应梦眼角余光看到沈幼楚时不时变换一下的脸色，好奇的问道：幼楚，你跟谁聊天呢？这么起劲？没什么，妈，胡阿姨，我先回房间睡觉了，你们聊哈。胡阿姨跟苏应梦面面相觑。应梦，你说幼楚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只是他不想告诉我们罢了。应该不会吧？幼楚不像是那样的孩子。那可就不一定了。孩子偷偷谈恋爱了，不跟父母说也是常有的事。幼楚现在只是有喜欢的人，但还没有在一起，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哦。你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今天就先聊到这了，我先回去了。那好，我送你。沈幼楚一回到房间，坐在床上，戴上耳机，便迫不及待地给朴小仓打去了视频电话。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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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幼楚，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怎么接个电话这么慢？你干啥去了？我还能干嘛呀？当然是躺在床上了。是吗？不准骗我。哈哈哈，没有骗你啦。那就好。苍苍，你有没有想我呀？我跟你说，我可想你了。要不是我妈骗我说家里有事，我现在肯定在家陪着你嘛。站在门口外的苏应梦听到沈幼楚这话，大吃一惊。她听到了什么？可想你了，在家陪着你。等等，在家？这是同居了。幼楚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也想你啊，你妈也是想你了，所以才骗你的嘛。你都那么久没回去了，她想见见你也正常。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想每时每刻跟你在一块啊，跟你吃吃喝喝多开心。没关系的啦，反正你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到时候咱们不就又能一块玩了吗？星期天下午回来，我请你去外面吃饭。好呀好呀，看我不狠狠的宰你一顿啊！还是不要了吧，我可穷了呢。你要是宰了我一顿，我付不起钱怎么办？这还不简单，我帮你付，然后你的人归我不就行了？咦，这不就是卖身契吗？对呀，就是卖身契，本小姐养着你，你又不吃亏。那行啊，坐等幼楚富婆姐姐包养我。苏应梦听着房间里沈幼楚的话，脑补出了一副令她震惊的场面，狠狠地甩了甩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沈幼楚的房间，随后就悄悄离开了。
星期天，沈幼楚起床之后就发现苏应梦怪怪的，时不时就看自己一眼，这让他很是疑惑。终于，在被苏应梦看了不知道第几次后，沈幼楚终于忍不住了，问道：“妈，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你老是看我。”苏应梦手撑着下巴，缓缓说道：“我只是在想，幼楚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跟你爸？”沈幼楚一听这话，心里就更疑惑了。我瞒着你们什么了？我怎么不知道？你真没有。苏应梦看着沈幼楚这副模样，也不像是装出来的，心里也疑惑了起来。真的没有？那好吧。苏应梦看着他，并没有把昨晚偷听到的告诉沈幼楚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性格。他很清楚，得等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之后才能逼问，不然沈幼楚总有无数个借口来搪塞自己。嘿，苍苍小可爱，我回来了。来了，幼楚你回来啦。苍苍宝贝，有没有想我呀？我实在受不了沈幼楚的小调皮，轻轻推开了他。谁是你宝贝了？你可别乱叫。苍苍，我才走了2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趁我这2天不在家，在外面沾花惹草，认识了新的小伙伴，不要我了？幼楚，你说你是不是傻？我有没有出去你还不知道吗？看看绿泡泡不说，你不就知道了吗？沈幼楚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嘿嘿一笑，眼珠子转了转。我记得你说过晚上要请我吃好吃的，我现在饿了，怎么办？那还等什么？放好行李，我们走吧。好嘞。幼楚，你想吃什么？随便说。从2人出来，沈幼楚的嘴角就一直挂着浅浅的笑容，看得出来跟小仓在一块，他很开心。我想吃烤肉，嘿嘿。可以啊，前面就有一家，我们去闹吧。来到烤肉店，点了一堆东西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你好，我们再要4瓶小麦果汁。好的，请稍等。幼楚，你要喝8+1？不是我，是我们。沈幼楚开了2瓶8+1，将其中1瓶放到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酒量很差的，万一醉了就麻烦了。嘿，没关系的啦，这不是有我在吗？再说了，哪有人喝1点8+1就醉了的呀？那好吧。半小时后，沈幼楚看着眼前脸蛋通红、意识模糊的小仓，陷入了沉思。好吧，还真有，大意了。不过喝醉的苍苍更可爱了呢。嘿，结完账，沈幼楚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苍苍，我扶你回去吧。啊，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能行。我断断续续地说着话，试图想靠自己站起来，但无济于事。说起来，以前沈幼楚都没有抱起过朴小仓，现在才意外地发现，原来他这么轻。20分钟后，沈幼楚将我轻轻地靠在沙发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转身去卫生间找了一条湿毛巾，蹲在我面前，细心地擦拭着脸，一边擦一边笑。苍苍啊，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人？喝2瓶8+1就不省人事了，还自言自语撒泼打滚。要不是我抱着你没有多余的手，肯定要拍下来，以后好留着笑你。我轻轻摇着头，撒娇一般哼了一声。苍苍，你现在满身的烧烤味，我帮你擦一下身体，不然就这样去床上睡觉，肯定不行的。见我迟迟不说话，沈幼楚自言自语地说道：“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哈。”束胸带，苍苍怎么穿着这个？沈幼楚看着朴小仓胸前的束胸带，很疑惑，但没有多想，把手放在他的背后，解开了束胸带。想不到苍苍还挺大的嘛，虽然比不过我。第2天上午8点半，我迷迷糊糊的醒了，揉着还有些发痛的脑袋，睁开了眼睛，环视一圈后，注意到了自己身上的睡衣睡服，回想起昨晚的经历，想到了什么，大惊失色。自己不是喝醉了吗？怎么换的衣服？难道是幼楚给我换的？那岂不是我被他看光了？苍苍，你醒了呀？幼楚，昨晚你还好意思说？昨晚你一下子就醉倒了，我扶着你回来的，回来还帮你擦身体换衣服，可把我折腾坏了。啊，你帮我擦了身体换的衣服？对啊，这个房子就我们2个人，不是我还能是谁？难道是海螺姑娘吗？啊，好吧，谢谢你了，幼楚，昨晚麻烦你了。算了，被幼楚看光就看光吧，反正都是女孩子。我们之间不用说谢谢，那么客气干什么？早去吃早饭，我给你煮了皮蛋瘦肉粥。好。苍苍，怎么样？味道好吃吗？太好吃了，本来还有点不舒服的，现在喝了粥，感觉好多了。喜欢就好。吃饱了，一大清早就吃这么撑，我感觉迟早要被你养胖的。长胖一点不好吗？苍苍你就应该多长点肉，
有些地方太瘦可不好呢。什么跟什么呀？我听不懂幼雏你在说什么。嘿嘿，是吗？昨晚你都被我看光了，就别害羞了吧。幼雏你耍流氓！一想到昨晚的羞耻画面，就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我哪里耍流氓了？不过老实说，苍苍你为什么要穿束胸带这种东西啊？这个我这不是为了低调一点吗？戴上束胸带显小，就不用那么引人注意。什么跟什么？你就不怕损伤身体吗？自己的身体就要好好爱护才对，戴久了肯定有坏处的。再说了，你看看我有穿这种东西吗？听到沈幼楚这么在意自己，心中涌过一阵冷。我知道了，幼楚，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别岔开话题，你得答应我不准穿束胸带了。可是我不穿这个穿什么？我都习惯了，要不还是算了吧。不行，我这是为你好，要么你穿我的，要么我带你去买，你自己选一个。啥？穿你的？怎么样，苍苍，是不是感觉比穿着束胸带舒服多了？我低头看了一眼比之前突出许多的蕾蕾，无奈一笑，还好吧。刚刚沈幼楚带我一口气挑了4件内衣，结完账后非要我立马换上一个，迫于无奈只好乖乖听话。束胸带则是收了起来放在了包里。再说了，系统赠送的东西怎么会有次品呢？那条束胸带可是完美不伤身的，而且穿上去还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现在突然被沈幼楚以伤身为理由要求他换掉，虽然心里不是很乐意，但毕竟人家也是关心自己，穿哪个都一样。这才对嘛，束胸带偶尔穿一下就行了，大多时候还是不能穿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危害的。我知道了。对了，幼楚，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哪啊？要不去看场电影？现在去看电影？这又没什么关系，现在都快10点了，差不多看完就12点，也该吃午饭了。怎么样？去嘛。那也行，听你的。老婆，你怎么好端端的开始收拾行李了？我这几天表现还不错的，没有惹到你吧？你这是怎么了？苏应梦抬起头，无语的看着有些着急的沈梦，没好气的说道：你没惹到我，我这是要收拾东西去幼楚那边住2天。你去幼楚那做什么？我上次忘了跟你说了，那天幼楚回家，我晚上路过他房间的时候，听到他在跟别人打电话，说什么可想你了，在家陪你之类的话。我怀疑咱女儿偷偷谈恋爱了，而且还跟人家同居了。沈文听到这话大吃一惊，自己从小到大的宝贝女儿，现在被别的男人发展到同居的地步，他有些不敢相信，毕竟这件事太震撼了。应该是假的吧？幼楚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觉得幼楚不是那样的。沈文内心深处还是很相信沈幼楚，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我不敢保证这件事100%肯定，但我放心不下，必须要过去看看，不然心里觉得不踏实。那好吧，要不要我陪你一块？不用，我就去2天，人多了不太好，况且公司最近那么忙，你好好工作吧。那行。第2天中午，沈幼楚跟李星宇随着人群从教学楼里出来，前者一看到朴小苍，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苍苍，久等了吧？不好意思哈，老师拖堂了。行了，幼楚，大庭广众的，注意你的人设。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吗？高冷什么的不存在的了，是吧，心雨？太对了，幼楚简直就是秋名山车神，1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呢。你说对吧，苍苍？我觉得你说的对。看着2人一唱一和在笑话自己，沈幼楚气得跺了跺脚，哼了一声。什么跟什么？你们2个串通好了来挤兑我吧？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们才没有呢。糊弄小孩呢，你学坏了。你不应该是无条件站在我这边的吗？我摸了摸沈幼楚的头，眼里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没有啦，幼楚乖，不哭。被我突如其来的摸头杀，沈幼楚微微一愣，随后一把拍开我的手，左手掐住我的脸，凶巴巴地说道：苍苍，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肥了，还敢摸我头，不知道我是你姐姐吗？什么姐姐？不就比我大5个月？5个月，那也是比你大。对的呢，比我大多了。察觉到我话里有话，又看到我笑眯眯地扫了一眼自己的胸前，沈幼楚忍不住喊道：臭苍苍，你往哪看呢？李星宇看着2人跟欢喜冤家一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躲着，笑得花枝乱颤。晚上9点半，我无奈地看着牵着自己的手走在前面的沈幼楚说道：幼楚，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饿呀？你晚上没吃饱吗？当然饿了呀，我晚上吃的又不多。过了半小时，沈幼楚边聊天边吃，总算是消灭了面前的烤串，闭着眼睛嘟起嘴。我见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轻笑一声，抽出一张纸巾，细心地擦拭着沈幼楚的因吃辣而略显红润的嘴唇。谢谢，妈。不是吧，幼楚，
帮你擦个嘴而已，你不用还我这么大的礼吧？幼雏，这位是？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美妇人和沈幼楚的表情，我有些尴尬。妈，这位是我的好闺蜜苍苍。苍苍，这是我妈妈。沈幼楚虽然心里很疑惑老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但还是热情地介绍道：“原来如此，你好呀。”哎呀好，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声音也好听，不错不错。谢谢阿姨夸奖。妈，你还没说你怎么来这里呢？我来这出差，这么晚了，你们2个女孩子还出来吃夜宵，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妈，这里离我们租的房子很近的了，而且路上很亮的，很安全的。我们？对啊，我忘了跟你说了，苍苍是我的合租室友，我们关系可好了。这样啊。苏映梦明白了，感情当时沈幼楚在跟面前这个叫苍苍的女孩子打电话呀，害她白跑一趟，这波大意了。妈，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你住哪？要不去我们那凑合一下？算了，你们那就2个卧室，我就不跟你们2个小女生挤了，我住酒店。那你要去我们那玩一玩不？不去了，不打扰你们了。你妈我明天下午就回去。啊，这么快？没办法，你妈我就是一个苦命人呐。哦，那老妈再见，苍苍我们走。说完，沈幼楚便拉着朴小苍的手往家的方向走去，留下苏映梦一人无奈地看着他们远去。苍苍，你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感觉怪怪的，有什么事吗？我已经决定搬出去了，你好自为之吧。朴小苍淡淡地说道，语气之随意，就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件微不足道且不值一提的小事情。什么？为什么？一大早听到这种话，沈幼楚的困意全无，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朴小苍。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跟你住了，就这么简单。朴小苍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仿佛连多看一眼沈幼楚也不愿意。沈幼楚冲上前，拽住朴小苍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质问道：“不可能，我不相信，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我干嘛要骗你？这很有意思吗？朴小苍甩开沈幼楚的手，径直往大门口走去。苍苍，沈幼楚坐起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沈幼楚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这才意识到刚刚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回想起刚刚梦里的一幕幕，就好像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太可怕了。沈幼楚呆呆地注视着面前的墙壁，眼眶微红。怎么了，幼楚？我刚刚好像听到你在喊我。听到朴小苍熟悉的声音，抬头看向他，还不等朴小苍反应，沈幼楚一把扑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肚子上。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朴小苍听出了沈幼楚话音里的一丝颤音，感受到了怀里的女孩微微发抖的身体，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安抚道：“我肯定不会离开你的，幼楚，别乱想了，好不好？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真的吗？沈幼楚仰起头，眼眶里晶莹的泪珠在打转，痴痴地看着朴小苍。当然是真的，幼楚这么漂亮，这么可爱，香香的软软的，我刚没有离开你，对不对？呵呵，这可是你说的。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幼楚一大早就哭鼻子了吗？被朴小苍这么一问，沈幼楚俏脸一红，幽怨地看着他。还不是都怪你？怪我？我也没有欺负你吧？我刚刚做了个梦。接下来，沈幼楚花了2分钟，简短地跟朴小苍说了他刚刚做的梦。听完这些，朴小苍眨了眨眼，看着沈幼楚。沈幼楚被他盯得有些不好意思，别过头，撅嘴委屈地说道：“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是害怕梦里的事成真，一下子触景生情，就那样啊，你不准笑话我。”朴小苍看着在他面前愿意放下一切、毫无戒备的沈幼楚，有些心疼，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认真说道：“幼楚，你放心吧，梦里的事情肯定不会成真的，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好吗？”我相信你。那笑一个好不好？幼楚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好看的。嘿嘿。沈幼楚听到这话，脸上顿时就绽放出一个惊艳的笑容。真乖，我这么听话，有什么奖励吗？那我亲自给你做顿早饭吃怎么样？这个不错，那就这么办吧。好嘞，请稍等。说完，朴小苍就离开了他的卧室。沈幼楚注视着消失的朴小苍，眼神微微闪烁。苍苍，我也向你保证，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更不会让你离开我。苍苍，你这做的是什么？沈幼楚坐在餐桌前，看着面前碗里煎糊的荷包蛋和已经完全坨在一块的米，陷入了沉思。第一次都这样，多做几次就可以了。要不你凑合着吃？我尝尝。毕竟是朴小苍做的，沈幼楚肯定不会扫了他的兴。夹起荷包蛋，轻轻咬下一口。怎么样？味道如何？有点焦，而且没有盐。啊？那不就是不好吃吗？
朴小仓失落的低下了头。没有啊，我可没说不好吃。真的？幼雏你愿意吃？当然，只不过以后要多注意一点，煮米粉要多放一点水，多放一点点盐，知道吗？不然下次味道还是淡呢，还会坨在一块了。我知道了，幼雏，下次我肯定给你做一顿正常的饭。嘿嘿，那我可就好好等着朴大厨给我做了。嘿嘿，好嘞。幼雏，你现在是不是睡我的床睡出习惯来了？怎么又来了？朴小仓刚洗完澡，一回卧室就看到沈幼雏躺在他的床上，只露出一个脑袋，可可爱的。这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吗？晚上我们一起睡也能暖和一点，不是吗？再说了，我还帮你暖被窝了呢，你上哪去找像我这么漂亮的暖床丫鬟？暖床丫鬟，暖完床就应该出去才对呀。苍苍，你不会这么狠心的，对吧？沈幼雏委屈地看着他，还把脑袋往被子里送了一截，楚楚可怜的样子。好啦好啦，我就是随便说说的，你要睡就睡吧。你干嘛？哎呦！苍苍转过来好不好？怎么了？没怎么，想看看我家苍苍的盛世美颜了。你闭着眼睛怎么看？嘿，我困了，想睡觉。服了你了。朴小仓白了他一眼，也闭上了眼睛，跟沈幼雏相互依偎着进入了梦乡。最近朴小仓看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以前也就每天看个1个小时左右，现在都突破3小时了。而且他这架势显然是准备每天都刷新一下自己的记录。马上就要期末考了，我可不想刚转新的专业就考得太差，甚至挂科，不然我转专业的意义就没有了。可是你平时放学回来都会看书了，挂科肯定不至于吧？话是这么说，但我本来就少了大一1年的基础，现在不都要抓紧时间补回来吗？你先去休息吧，我晚点就来。什么嘛，我不要，没有你陪着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朴小仓看了一眼沈幼雏现在的样子，直接别过头，接着看书。这楚楚可怜的样差点让他破防，还是干正事要紧。见自己的卖萌攻势没有效果，沈幼雏无奈地叹了口气，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看书记笔记的朴小仓，这认真起来的样子，不得不说戳中了沈幼雏的心，越看越想看，跟有磁力一般，目光更是不得一开朗，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幼雏，你能不能别一直盯着我看啊？凭什么？眼睛长在我脸上，我想看什么看什么，想看哪里看哪里。你专心看书，我专心看你，不矛盾，不冲突吧？你赢了，我不看书了。好，不看就不看呗，反正不影响我看你，嘿嘿。行。朴小仓笑了笑，也学着沈幼雏的样子，趴在桌子上看着他，两女互相对视着，目光在空气中交织，气氛一时间变得越来越奇怪，甚至有那么丝丝暧昧。不行啊，忍不住了。苍苍，你怎么这么幼稚啊？我幼稚？幼稚的不是你吗？你现在这是倒打一耙了呗？嘿，我不管，我说是你就是你。睡觉。等等我也要。你去你自己房间，别老赖着我。苍苍，你这是嫌弃我了？对，就是嫌弃你，你能怎么着？我生气了，还是哄不好的那种。沈幼雏鼓着脸，像极了一只小河豚。啊，我就不惯着你。晚安。别。我错了，快住手！我让你睡觉，你个没心没肺的坏家伙！幼雏，我开玩笑的嘛，你先放开我好不好？你说放开就放开呀，我不要面子的吗？那你想咋样？给姐姐喘一个。不要。朴小仓微红着脸，把脸别到一边去，不看沈幼雏。姐姐就喜欢你对我倔脾气。嘿嘿。说着，沈幼雏俯下身，离朴小仓的脸越来越近，感受着脸上传来的一股热气，心跳不自觉开始加速，闭上眼，完全放弃了抵抗。沈幼雏看着朴小仓这可爱的样子，轻轻在他耳边呼了一口气，娇媚一笑，不逗你了。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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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说了，我接个电话。去吧去吧。妈，有什么事吗？话音刚落，朴小仓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压低声音去说话，而是用了自己的原声。小仓，怎么会有女孩子的声音？妈，你听错了，没有的事情，就我一个人啊。不对，刚刚我听得那么清楚，怎么可能听错？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跟女孩子待在一块呢？你又交女朋友了吗？没有的事，妈，你想多了，你就是听错了。不可能，你妈我还没有老到听力退化的程度，你别骗我了。我给你打电话来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您回来的时候记得把她带回来让妈瞧哈。什么啊妈？什么叫把她带回来让你瞧瞧？我都说了，没有的事啊。那我管不着，就这么定了，拜拜。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有些头疼。怎么就大意了呢？唉，只能到时候再说了。一天天的过去，终于把期末考给熬走了。崭新的寒假开始了，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朴小仓感觉一身轻松。这2天的考试让他知道自己这个学期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心情大好。苍苍，沈右楚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朴小仓回头望去，就看到他正朝着自己挥手。苍苍，真羡慕你，回家只要2个小时，不像我得坐4个小时的高铁。没办法呢，你票买好了吗？上午那会考完试的课间买的，运气不错，还剩一张商务座的票，嘿嘿。富婆姐姐啊，那你愿不愿意坐我腿上的挂饰呢？愿意。富婆姐姐，宝嘟嘟打来啦！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就到了说分别的时候。朴小仓拖着行李箱来到客厅，正准备开口说话，沈右楚走了过来，拉着他的手抿着嘴，不舍地说道：“苍苍，马上就要1个月都见不到你了，我已经想象到了接下来的日子有多么难熬了。虽然见不到，但是我们还能手机聊天啊，有什么难熬的？那一样嘛，看不见摸不着的，没劲。那你要是想我的话，我们就打视频好了，怎么样？唉，也只能这样了。”最后，在沈右楚不舍且幽怨的目光注视下，朴小仓离开了。小仓到哪了？在车上了，很快就到了。这样啊，注意安全，知道吗？放心，妈妈，跟你说件事，我现在有些变化，希望晚点你见到了别太惊讶。你能有什么变化？胖了30斤，还是剪掉了你那根宝贝似的头发？我回来你就知道了。那行，妈等着。关掉手机，随着经过的站越来越多，距离自己的家也越来越近，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以他现在这个身份，回去了保准要把老爸老妈吓得说不出话来。到时候该怎么解释呢？去泰国了？不，先不说自己压根就没去过，而且还没钱去。但凡他要是把这个扯淡的理由说出来，老爸朴宰范100%要拖出气皮狼把自己打飞不可。朴小仓一路上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好理由，毕竟像什么医疗报道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啊，系统也不帮他，最后只能选择最简单粗暴的理由了，大不了就是2脚一蹬。哟，姑娘，你走错门了吧？妈，是我，小仓。啥？你是小仓？真的是我。你先让我进去，我再跟你解释好不好？那行吧，你先进来。妈，你别说话，让我好好看看，你真的是小仓？一个男孩子怎么会长得这么水灵呢？妈，我就说我真的是小仓，你还不信？你是不是去泰国了？啥玩意儿？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花，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对吧？那什么网红，不也是做了手术的吗？只是你就不怕你爸打死你吗？不是这样的吗？你听我给你狡辩，事情的经过是……接下来，朴小仓花了几分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夏静山说了一遍。当然，那个许久未曾出场的系统自然就被他忽略了。也就是说，小仓你现在是女孩子了。也就是说，小仓你现在是女孩子了。是的吗？我也很无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吗？再说了，地球几十亿人，什么离谱的事情没发生过？尽管我的内心还是觉得你去偷偷做手术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但是身为你妈，把你生下来的母亲，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是你妈，会一直爱你的。妈，你的声音没变成女生嘛？听起来怪怪的，我老早就想说了。得到了夏静山的理解，朴小仓也不用再压低声音，直接用了原声。变了的，只是那会不敢让你们发现而已。哎呀，真不错，声音真好听。谢谢妈妈。哭什么呢，傻孩子？我没哭。女儿也不错，乖乖的，又听话。夏静山看着面前明眸皓齿、肌肤胜雪的漂亮女儿，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小仓啊，你变成女孩子了，那生活习性什么的也变了吗？”变了，不过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没什么问题了。怎么变成女孩子了？反而知道害羞了，不敢看你妈了？妈，别说了。好，我不说了。夏静山笑眯眯地看着朴小仓，总感觉还是女儿看得顺眼，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一点呢？对了，那爸那边怎么办？这个啊，刚刚光顾着想小仓你的事了，倒是把你爸给忘了，这有点难搞啊。你爸你也知道，他的思想有些古板，就是不清楚他回到家看到爱眼儿子变成了贴心小棉袄，会不会大吃一惊？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开玩笑？哈哈哈，你爸那边我会跟他讲清楚的。等会你先回房间，等我把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再出来。唉，也只能这样。没事的，小仓，你也别想太多。不管怎么说，你就是我们的孩子，你爸就算再想不通，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放心好了。我知道的妈。什么？静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小仓身上呢？夏静山早就料到了他的反应会是这样，眼神坚定地看着他，缓缓说道：“事实就是这样，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那小仓人呢？
我让他出去溜达了，嘱咐他晚一点回来。大晚上的，你让他一个女生跑出去，你放心得了吗？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都20了。再说了，咱们搬到这边，对于小仓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环境，我让他出去熟悉熟悉环境，有什么不好吗？这怎么行？你都说了，陌生环境，我不放心，我得出去找找。回来，小仓哥家待着好好的呢，出去干嘛？在房间。在家呢。让他出来，我得好好问问。爸，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能别老盯着我看吗？我都听你妈说了，大致的事情经过我也知道了。朴宰范眼神复杂的看着朴小仓，怎么养了20年的儿子莫名其妙变成了你了？真就生儿育女呗？该说的你妈都跟你说过了，我也就不废话了。我们就算再怎么接受不了，也得面对现实。从今往后，你就好好的对自己就是了。我跟你妈呢，就当养女儿好了。谢谢老爸的理解。撒手不知道避嫌吗？你可是我爸，没关系的。这不一样，还是注意一下。朴宰范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些高兴的。行了，该吃饭了，边吃边聊。妈，你做的饭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我都半年没吃到了呢。那当然了，你妈我的厨艺可是越来越好了，寒假把你养得胖胖的，绝对没问题。夏静山看着眉清目秀的朴小仓，是越看越喜欢。胖了可不好，以后怎么找对象？你干嘛？哎呦！爸，你说什么呢？怎么了？你不想找？我暂时没有那个打算。一听到找对象的事情，朴小仓脑海里就蹦出了他跟沈幼主相处的画面，直接让他打心里拒绝朴宰范的提议。没有，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有？我行了，孩子好不容易放个假，你还问这问那的，吃你的饭吧。夏静山白了朴宰范一眼，没好气的说道：“我这也是为小仓考虑，你怎么还埋怨起我来了？你难道就不好奇小仓现在对这一方面的想法？”这一说，还真说到点子上去了。夏静山看向朴小仓，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爸说的也算是事实，小仓啊，你对对象的要求是跟以前一样，还是变了啊？”我也不知道。哎呀，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嘛。我们聊点别的好不好？朴小仓越听越离谱，完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行，不说这个了，都怪你爸，哪壶不开提哪壶。小仓，趁你妈不在，爸想跟你聊聊。聊什么呀？这里你说的莫名其妙变成女孩子也差不多快半年了。你妈在的时候，我也没好意思多问，看样子你妈估计也忘了这一茬。你在学校不会还住在男生寝室里头吧？怎么会啦？我们也过几天就搬出去住了。这样啊，你一个人住的吗？房租交多少？我跟一个人合租的啦，房租也还好，1个月1000。原来如此，我说呢，你这2个月怎么突然需要2000块钱生活费了？你也别不好意思，以后缺钱了就直接问家里要。谢谢爸。还有一件事，在学校应该有不少男生追你吧？这个，是的，确实是有男生追我，只不过我没答应。那你对他们追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啊，这个我也说不上来。一开始就是感觉怪怪的，逐渐接受了变成女孩子的事实以后，对于他们的那些行为，我也觉得没什么啦，毕竟这很正常嘛。你现在也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爸也没什么好对你说的，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你现在是女孩子，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要学会保护自己，知道吗？大半夜的还是尽量少出门，有太多陌生人的聚会就不要去了。这些我都懂了，爸你就放心好了。仓仓在干嘛呢？没干嘛，躺床上休息玩手机呗。你呢？我刚吃完饭呢，今天陪我妈逛了一天的街，我都快累死了。我今天也陪我爸妈在外面逛了一会呢，新邻居超乎想象的热情，还有几个阿姨直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看他们的意思是想给我介绍对象呢。那你怎么说的？当然是如实说了，但是你放心好了，后面我直接说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他们也就没再好多问了。这还差不多。怎么了？幼雏姐姐难道生气了吗？我生气？我生什么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都听出来了。你听错了。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呢。仓仓，对。朴小仓跟沈幼楚在手机上吵了半个小时，互相道了声晚安，就放下手机关了灯，双手枕在后脑勺上，看着漆黑的天花板。朴小仓脑子里开始闪过这2天的一幕幕。说实话，他都没想过夏静山2人会这么快就接受他变成女孩子的事实，他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出乎意料的，结局看起来非常不错。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好好的过接下去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天一早，小仓，我看到你倒是想起来了一件事。什么事啊？今天我跟我那帮住在附近的朋友聚会，我有一个漂亮女儿的事情已经在他们那传开了，好几个人都想介绍自己儿子跟你认识认识呢。小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人之常情。小仓才多大，你就想让他去相亲了？什么叫相亲啊？压根谈不上，就是年轻人之间互相认识认识而已，顶多算交个朋友，扩列罢了。这朴宰范闻言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是看向了一言不发的朴小仓，等着听他的想法。我不要。为什么呀？多认识认识朋友不好吗？还是算了吧，我是什么性格的，妈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看这2天除了陪你们出去逛街以外，压根就没出过门，妥妥的不爱跟人打交道。可是我看你不是挺活泼的吗？这哪能一样啊？对你和爸当然要热情一点啊，对别人可就说不准了。我可不想被别人说我不礼貌。那好吧，反正这是主要还是看你个人，你没那个想法，我也就懒得管那么多。嘿，谢谢老妈理解。听到朴小仓的回答，朴宰范的心里也是松了口气，毕竟这还没多宠几天的女儿，要是就这么被拐跑了，他第一个不答应。幼楚，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呢。沈幼楚坐在沙发上，突然身后传来几道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一对中年夫妻，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男子，说话的正是那个中年女人。吴阿姨好，姬叔叔好。你别那么客气，老沈呢？怎么不见他人？这个叔叔阿姨你们先坐，我爸在楼上书房忙工作呢，我帮你去喊他。沈幼楚说着就往楼上走去，从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过那个年轻男子姬博。看到没有，人家幼楚压根就不带搭理你的，瞧瞧你平时干的好事，归咱们还是世交呢。爸，这能怪我吗？当时我追幼楚，他本来就对我没感觉啊，我不就只能放弃去追别人吗？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他了。你也是，明知道幼楚压根不喜欢这小子，上次还让我在老沈面前提一嘴，整这一出干嘛呢？幼楚这孩子，我从小看着他长大，喜欢得很，现在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念想的。那你也得看看这小子配吧。姬博欲哭无泪，压根不敢说话。老姬，实在是不好意思，本来就是我邀请了你们，结果我给忙忘了。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晚上可得自罚3杯。行，我喝还不行吗？应梦啊，怎么不见他人？他去买菜了，这不快过年了吗？吴妈也会去休假了，什么事都得我们亲自来。幼楚还不快倒茶？好。沈幼楚拿来2个茶杯，放了点沈家专门买来负责招待客人的上好茶叶，沏了2杯热茶，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季方云和王兰面前，笑着说道：“叔叔阿姨喝茶。”好的，谢谢幼楚。幼楚我的呢？姬博看到沈幼楚直接无视了自己，忍不住说道：“瞧，这是你的。”姬博见状，嘴角微微抽搐，无奈地说道：“幼楚，怎么我的就是白开水啊？大冬天的多喝热水对身体好。再说了，你不是不爱喝茶吗？”姬博被堵得哑口无言，毕竟他不爱喝茶这件事可是当着几位家长的面说过。沈幼楚说出来一点毛病都没有。沈文见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姬博作为一个年轻人，平日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好，自家女儿不喜欢也很正常。姬方云和王兰则是满脸无奈，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漂亮这么好的儿媳妇人选在他们的圈子里，多少人眼馋着啊，可惜他们姬家是没这个机会了。都怪这臭小子。姬方云现在是越看姬博是越不顺眼，上了大学就开始放飞自我，四处沾花惹草。姬博也注意到了姬方云看他的嫌弃的眼神，简直是有苦说不出啊。爸，好香啊！你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个都是你以前爱吃的卤味，什么卤坤爪、卤坤翅、卤坤蛋什么的香吗？要不要来尝一个？你干嘛呢？这次量比往年少了，你还给小仓弄这么大一碗，要不要这么宠他？我看小仓这不射了吗？给他吃点怎么了？反正最后这些东西不都是要进咱们肚子里去的吗？谢谢爸。朴小仓见状，连忙端过朴宰范手里的碗，拿起筷子就往外跑。你看看，才惯了几天就这样了，小仓迟早被你惯坏。以前小仓还是男生的时候，每次我要说他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跳出来阻止我。那会怎么没见你说你自己呢？哎呦呵，我发现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居然还敢顶嘴。开个玩笑嘛，你看你怎么还想着动手呢？都老夫老妻了，不至于。哈，下次再敢顶嘴，小心你的耳朵不保。赶紧的，把剩下的都给卤了。寒假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离过年又近了几天。朴小仓靠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小肚子。你看你一点输你的样子都没有，吃个饭吃成这样。妈，
我这才回来几天呀，你就开始用这种眼神、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在家那么淑女做什么嘛？又不会被别人看到。你还有理了是吧？爸，你看没有说我。朴宰范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听到夏静山的一声咳嗽，给小仓递了个爱莫能助的眼神。长本事了哈，还想联合你爸，不知道这个家谁做主。朴小仓撇撇嘴，不说话了，免得又被他说一顿。果然网上说的都是真的。回家前，父母表示各种想念；回到家的1-2天，父母非常客气；几天之后就原形毕露，各种嫌弃。夏静山看着托着腮低头看手机的朴小仓，突然问道：“小仓，你什么时候来亲戚？月底吧。怎么了？那你第一次来亲戚的时候怎么解决的？”啊，妈，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我是你妈，我关心你怎么了？你这是什么眼神？你管我！我告诉你，长本事了，还敢消遣你妈了？妈，疼！你快松手！下次再敢这样，看我怎么收拾你！下手真狠，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嘀咕什么呢？还想来一次？别了吗？告辞，我拿衣服洗澡去了。待在夏静山旁边，简直就是折磨。一想到刚回来那2天他对自己的态度，再跟现在对比，完全就是天差地别。苍苍，想我了没？唉，怎么了？突然唉声叹气的。没什么啦，有些累。不是放假了吗？你前几天还跟我炫耀，你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现在跟我喊累。我怀疑你在凡尔赛，而且我还有证据。我妈这2天性情大变，天天准时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让我干各种家务活，我感觉已经失宠了。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不想理你了。把脸露过来。不要，你说录就录，我岂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啦？那你想怎么样嘛？我摸摸你的头可以吧？安慰你。你怎么摸头？你又摸不到。我可以隔空摸呀，而且苍苍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太可爱了吧。隔空多没意思。既然苍苍想，那就回去摸个够怎么样？好呀，过几天就过年了呢，时间过得好快呀。是啊，对了，差点忘了，苍苍，我给你准备了新年礼物，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我到时候寄过去。新年礼物是什么呀？是很特殊的礼物哦，可不是网上那些东西可以比的，很有纪念意义的。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呢。好呀，那我等着。累死了，休息一会儿。朴小仓把2大袋零食放在门口，站在那里甩了甩手。呀，这不是静山家的闺女小仓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朴小仓回过头，就看到一个40来岁的妇女，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刚成年没多久的男生。李阿姨，这么巧吗？这个人朴小仓自然是认识，前几天来过他家找夏静山唠嗑。我买了点东西，有点重，放下来休息一下。这么多啊，你一个女孩子提起来确实费劲。这样，我让我儿子帮你提回去吧。你家还是在3楼。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忙你们的去吧。要是让夏静山看到他居然让李阿姨的儿子帮自己提这些零食，绝对要被狠狠的教训一顿，说什么也不能答应。那么客气干什么？都是邻居好友，互相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刘浩，还愣着做什么？好的妈。被叫做刘浩的男生微微一愣，随即就反应了过来，刚刚光顾着想别的了。快放下！小仓，别客气嘛。朴小仓闻言也只好就此作罢。那就谢谢阿姨了。还有刘浩弟弟。朴小仓的声音如甘泉，沁人心脾，听得刘浩不自觉心跳加速。没事的，姐，我帮你提回去。那行，小浩你先送小仓回去，我在这等你。刘浩，你今年多大了？马上要20了，怎么了妈？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你在这等我，我去拿个快递。行。朴小仓拿到了快递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拆开。既然这是沈右楚说的很有纪念意义的特殊礼物，那他自然是不会这么草率的打开，等回到家再慢慢拆吧。谢谢你了哈，刘浩，真是太麻烦你了。没事的，不用那么客气。那我先走了，姐。拜拜。朴小仓松了口气，还好刘浩没有提出帮他把东西送进家门，不然被夏静山发现，可就彻底完蛋了。你怎么又买这么多零食？家里的还不够你吃吗？果不其然，当朴小仓提着2大袋零食进屋时，夏静山一看到就开启了说教模式。那些不是快吃完了吗？我就想着再去买一点点。买一点点？我看你这是去进货的吧？被你发现了。朴小仓回到房间，就迫不及待地拆起了快递。快递比较小，看样子应该是什么小物件。一个崭新的精美小相册静静地躺在手心上。朴小仓倒是没想到沈右楚会送他这个，不过也还是很惊喜的。翻开来看，第一张就是他跟朴小仓第一次出去吃饭时，沈右楚偷拍的他吃东西的糗照。当时的情景，朴小仓现在还有点印象。看着这一张接一张的照片，倒是勾起了朴小仓不少开心的回忆。
粗略的数了数，大概有20几张照片。只不过让他有些气愤的是，里面这些他的个人照都是憨憨的、傻里傻气的糗照，而沈右楚的全都是美美的自拍。朴小仓打开手机一看，正是沈右楚打来的语音电话，显然他应该是收到了快递已签收的信息。苍苍，有没有拆开快递啊？你这家伙怎么把我拍的这么丑，把你拍的那么好看？嘿嘿，这不是重点了啦。沈右楚都能想象到现在朴小仓气的脸颊鼓起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哼，好啦好啦，这份礼物是不是很特别啊？里面都是我们认识以来美好的回忆呢。我看出来了，谢谢你右楚，认识你我很开心。我也很高兴呢，能认识苍苍。沈右楚罕见的没有嬉皮笑脸，而是用非常认真的语气跟他说话。不过什么？我还没有把全部照片打印出来，你还有不少丑照在我手机里呢。啥？右楚，你太过分了，你完蛋了！略，有本事你来打我呀！你等着，开学了我不会放过你的。朴小仓奶凶的说道。我好怕怕呀，你又打不过我。沈右楚才不理会朴小仓的威胁。右楚，你啊，我老早就看到你了，结果你现在才发现我。哪有，我老早就发现你了，只不过是装的，就等你自己过来了呢。哼，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信不信？我信啊，我最相信我自己了呢。先去你家吧，叔叔阿姨应该在等我了吧？我爸妈听说你今天要来了，正在做菜呢，等我们回到家应该就可以开吃了。对了，你家门口附近有超市的吧？有，不过你可别买东西，我爸妈特意交代了，不能让你提着礼物上门，不然我可就麻烦了。你会被怎么样啊？当然会被他们说一顿的呗。哦，这样啊，那我还非买不可了。右楚，你不能这样。我怎么不能这样啊？第一次见叔叔阿姨，我就空着手带着我的行李箱，白吃白喝白住，不带点礼物，这合适吗？合适，太合适了。我就不听你的，我一定要带。朴小仓见软的不行，就直接来硬的，凶巴巴的说道：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哎呀，右楚你也好烦，不理你了。朴小仓撅着头，加快了脚步，气呼呼的往前走去。好了，我不买，我就是开个玩笑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哼，乖了。朴小仓被沈右楚来了一波摸头杀，没有挣脱，任凭他摸着。叔叔阿姨好，我叫沈右楚。嘿嘿呀，好漂亮的女孩子，快进来坐。来，先坐会，菜马上就好了，休息一下。谢谢叔叔阿姨。他感觉苍苍这个小家也很温馨了吗？也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右楚，你先跟苍苍在这坐会，我去厨房帮个忙，等会就能开饭了哈。夏静山看着沈右楚，那是越看越喜欢。好，谢谢阿姨。右楚，我感觉我妈好像很喜欢你。那是当然，起码好像去掉，我觉得你马上就要失宠了。不可能！来，右楚，你尝尝这个，这可是叔叔的拿手菜，土豆牛腩，很好吃的。谢谢阿姨，阿姨你也快吃吧，不用老给我夹菜，你看你都夹好几回了。沈右楚故意在朴小仓面前强调了最后一句。这个右楚太嚣张了，跟阿姨客气啥？想吃什么就说，阿姨给你做。晚点让小仓带你好好出去玩玩。谢谢阿姨。右楚，你跟小仓在外面租房子住，他没给你添麻烦吧？妈，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没添麻烦吧？我看起来是很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吗？我就随便问问，怎么啦？你心虚了？我会心虚？开什么玩笑？那你让右楚说，他说没有，我就相信你没有。阿姨，既然你想听实话，那我就实话实说吧。苍苍这个人，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我喊他起床，给他做早饭吃。有的时候他想吃什么东西了，都是我去买菜然后做给他吃。还有啊，他……眼见夏静山看向自己的眼神越来越不善，朴小仓连忙制止了沈右楚。右楚，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这么幼稚的吗？啊？什么？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难道这里面有一句是假的吗？沈右楚转过头，冲朴小仓俏皮的眨了眨眼，那模样像极了一个故意打小报告告他黑状的小女孩。不，怎么，小仓你没法解释了吧？还说没给人家添麻烦，多大的人了，还要人家照顾？阿姨，你就别说苍苍了，我跟他是好朋友，生活上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还是右楚懂事，你看看你，朴小仓简直是欲哭无泪。怎么过个年沈右楚就变了个人呢？这也太坑了吧！苍苍，晚上我睡哪个房间啊？你爱睡哪个睡哪个。哼，还在生气呢？不是了，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哼，你还好意思说？你怎么能向我妈告状呢？朴小仓撇撇嘴，看向沈右楚。刚洗完热水澡的沈右楚领口微微敞开。
白里透红的肌肤尤为引人注目。嘿，当时就是觉得好玩嘛。再说了，谁让你之前在网上这么嚣张的？我报复你下不行吗？那你也不能。朴小仓一边说，一边转过头，话还没说完，沈右楚的脸就凑近在自己面前。那我也不能什么，既然苍苍你还在生气，那我补偿你一下好不好呀？怎么补偿？你想怎么补偿都可以，我没有意见的。嘿嘿，算了吧，我可无福消受。哎，怎么会呢？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还不好吗？真的，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姐姐绝对不反抗。朴小仓眨了眨眼，站起身，在沈右楚诧异的目光中走到卫生间门口，转过头朝沈右楚说道：“你去睡那个门关上的房间，还有，我想你离我远一点。”这家伙真的是越来越调皮了，不就说了他几句吗？哼！我来。宿主想我了吗？啊，你这么久没出来，我都已经忘了你的存在。这，好伤心。你现在突然蹦出来，又想干嘛？嘿嘿，不干嘛，你别这副语气好不好？搞得我好像是个坏系统似的。你难道不是吗？我不是，我来是要告诉你，你的第3个任务它来了。第3个任务，说来听听。气，还说来听听？我发布的任务，你不想做也得做。朴小仓此时很无语，这么久过去了，确实是忘了他的存在，反正有他没他也不差。第3个任务，让沈右楚主动提出一起睡觉。什？系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治之症？你想说什么？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你一开始说要把我培养成女神来着。那这个任务跟你当初对我说的目标有什么关系吗？女神也是需要人际圈的嘛，跟沈右楚打好关系也是重要的一步。友情提示，人家可不是一般人哦，人家是富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嘿嘿，反正我不管。这就是第3个任务，你不做也得做。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人都知道我是女孩子了，你又有什么可以威胁我的？既然如此，你也不想让沈右楚知道你以前是个男孩子吧？朴小仓倒是给忘了这一茬，毕竟沈右楚对自己这么好，如果让他知道自己以前居然是男生，事情就绝对不好收场，而且还是系统找方法告诉他，那后果肯定更加不堪设想。行，我去，我现在就去，这才对嘛。任务奖励随机身体属性点加1哦，加油！要让沈右楚主动提出，这就有点难度了，总不可能逼他说这种要求吧？虽然他确实是喜欢跟自己一块睡觉，但现在毕竟是在我家，肯定是要收敛收敛的。算了，不管那么多了，去试试。你这是要做什么？朴小仓坐在沈右楚的床边，看着他嘿嘿一笑。右楚啊，你看你刚来我家，对你来说这算是个陌生的环境，对吧？对啊，怎么了吗？陌生的环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睡眠的。你看你的房间是不是缺少了点人气？沈右楚看着一直在尬笑而且心不在焉的朴小仓，仿佛明白了什么。好像是，这该怎么办？对啊，怎么办呢？你好好想想。听到朴小仓这毫无技术含量的暗示，沈右楚彻底明白了。不过他才不要如了朴小仓的人。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应该没关系的，闭上眼睛也很快就睡着了，问题不大。你觉得呢，苍苍？不要，你应该说苍苍，那你陪我睡好不好？当然，这是朴小仓的心里话，他可不会直接说出来。我觉得吧，你说的不对，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在被窝里也很不舒服的，脚一直冰凉冰凉的。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热源帮你暖一下床，是不是一下就好很多了？我不行了，你能不能别用这么牵强的解释啊？听得我好尬。朴小仓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刚刚的话他听起来就好尬，真不知道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又楚你，苍苍啊，你是不是跟我睡习惯了呀？我没有。这样啊，那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那你出去吧，我要休息了。好吧，我就是习惯了。为了任务，忍气吞声又有何妨？这样啊，我明白了。那你刚刚怎么不承认呢？我这不是怕你不答应吗？你觉得我会不答应吗？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家苍苍长大了，知道粘人了呢，我好开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死要面子活受罪，那苍苍愿不愿意跟我一块睡啊？好呀好呀。当沈右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系统的声音也在脑海里响了起来。应当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背部属性点加1，由于完成速度过快，额外加1。愣着干嘛呢？还不快上来？来了。阳光洒在床上的两人身上，增添了一种朦胧美。朴小仓的眼睛缓缓睁开，打了个哈欠，感受到身体有点沉，不用看就知道沈右楚又跟个八爪鱼似的挂在了他的身上。
又是被霍霍的一天。半个小时后，沈右楚才意犹未尽地松开了朴小仓，同时也慢慢地醒了过来。苍苍，早上好呀。早上好，右楚。朴小仓笑了笑，看着此时的沈右楚，跟白天活蹦乱跳的他完全就不是一个人。早上刚睡醒就是一个软萌小妹，清醒之后就是御姐了，反差太大了。右楚，起床了吗？门口传来夏静山的声音，敲门声很轻。起来了，阿姨，门没锁，你可以进来的。昨晚睡得还行。小仓，你怎么在这？夏静山推门而入，就看到朴小仓正躺在沈右楚旁边，捂着脸不敢看他。妈，我可以解释的。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药，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是这样的，阿姨，我跟苍苍在学校那边就是一起睡的，习惯了，所以昨晚我就让他陪我睡。不好意思啊，阿姨，让你见笑了。听着沈右楚把责任全都推在自己身上，朴小仓有些感动。嗨，多大点事，没关系的。你要是想的话，我让小仓天天陪你好了。嘿，那就谢谢阿姨了。客气啥？你们收拾收拾，起来吃点东西。右楚，我太感动了，你居然把责任都担在你身上。嘿，多大点事，安了，我只是不想让阿姨再数落你了。小可怜，走吧，吃点东西，我们等会出去玩。你可答应我了的，要带我玩的。好久没出来玩了，这还是我头一次来地市呢，感觉真不错。那当然了，地市还是有挺多好玩的好吃的东西的。对了，苍苍，我看导航上说你家附近有个景点，好像还能爬山，要不去看看？行啊，正好我也好久没去了，那边还是个大公园呢。Go go go！15分钟后，两人就来到了这个大公园。好漂亮！这所公园在的士也是比较有名的，平常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这里野餐，环境也是没得说，空气也是比较清新的，非常适合一家人来踏青。只不过现在因为过年的缘故，来的人不是很多。那右楚，你看这条湖里，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很多小鱼苗的，还有好多大鱼，可惜现在结冰了，看不到了。而且我上小学那会还掉下去过。还有这种事？小时候调皮呗。谁小时候没有糗事？很正常的啦，我也有的。真的吗？说给我听听呗。才不要！你说讲给你听就讲给你听啊，我不要面子的。啊，右楚，你不能这样！我都把我的糗事告诉你了，我为什么不能分享你的呢？我干嘛要分享我的？我又没让你跟我讲，是你自己跟我讲的好不好？可恶，臭右楚！沈右楚在朴小仓家待了3、4天，就被苏应梦催回了家。临走之前，沈右楚还恋恋不舍地跟朴小仓报了好。当仓，我们回学校再见。路上小心。小仓，你过来，坐这。怎么了，妈？小仓，我怎么感觉你跟右楚这孩子关系很不一般啊？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挺好的，就跟好朋友、好闺蜜一样，这没什么问题吧？作为一个过来人，夏静山一眼就看出了朴小仓现在的小心思。你怎么想的？妈也猜了个大概。你现在也大了，有些事情你自己要学会做判断。我就这么一句话，你记住就行了。说着，拍了拍朴小仓的手。夏静山起身离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坐在位置上不知所措。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间。朴小仓同学，你是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这周有生日，想邀请你一起过来。班里我邀请了挺多人的，你能来吗？近距离注视着面前令自己心跳加速的女孩，刘万峰说完这些话，就不断的在心里祈祷朴小仓能够答应，但同时又有些忐忑，害怕他不愿来。听完刘万峰的话，朴小仓微微一愣，毕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过生日，他邀请自己参加，如果拒绝，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尴尬的。可以，你到时候把具体时间地点发给我就行了。真的，你答应了啊？什么？你觉得我是那种不愿意来的人？没有，我只是太高兴了而已，哈哈哈哈哈。那就这样说好了。我感觉你笑起来很好看，可惜平时看不到。见朴小仓愿意来自己的生日聚会，刘万峰也大胆了几分，开始了闲聊。是吗？那谢谢你的夸奖了。现在都是上完课就散了，又不像初中、高中那样，下了课大家还都在一个教室，看不到很正常。那太可惜了，要是你可以天天笑着，绝对能迷倒很多人的。这样啊？那你被迷倒了吗？哈哈哈，你猜。两人笑着交谈的一幕，正好被刚下课过来接朴小仓的沈右楚看到。后背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朴小仓莫名的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多想，只当是天气还很冷产生的错觉。刚一出教室，朴小仓就看到了正坐在不远处的休息椅上看着他的沈右楚。Hello， 右楚，你在等我吗？嗯，那我们现在回去。不急的，5分钟前就下课了，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这时候，反射弧在长的朴小仓也嗅到了空气中的一丝不对劲，连忙解释道：“下课之后，有个同学找我聊了一会儿，所以有点迟了。男生女生？男的。哼，算你老实，没有骗我。要是骗我，你就完蛋了。苍苍，你还记得你以前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吧？”朴小仓眨了眨眼，点了点头，说道：“对。那你要是骗我了，怎么办呢？”我不会骗你的，你看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哪次骗过你？那就好，这可是你说的，不会骗我的。不过幼雏，我感觉你现在的语气有点怪怪的，我有点害怕。你怕什么？我还会吃了你不成？朴小仓看了一眼此时笑盈盈的沈幼楚，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刚刚的沈幼楚跟现在的沈幼楚不是同一个人。苍苍怎么不反抗了？刚刚不是劲挺大的吗？是可杀不可辱。你都被我抓住了，要杀要辱还不是看我心情。你要是表现好，我就不欺负你了，怎么样？你想干嘛？说一句姐姐不要，我就放了你，怎么样？很划算的。姐姐不要，别不懂装懂，我要的是这个语气嘛，别逼我动手。幼雏，你放了我好不好？这样太羞耻了。赶紧的。切切，不要。说完这句话，朴小仓就把头转了过去，不敢看沈幼楚的眼睛。真乖，欢迎苍苍妹妹下次再来哦，姐姐我乐意奉陪。幼雏，你出去。朴小仓被他这句话逗得面红耳赤，拿起床上的抱枕就丢了过去。拜拜哦，我去洗碗了。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呢？次次都是我被欺负，太难了。叮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上次的任务，神秘奖励高级厨艺技能。对了，系统有没有任务可以让我获得更好的身体素质啊？我要翻身，我要推，打倒幼雏，不能老是让他欺负我。有啊，而且这个任务很快就来了呢，再等2天。好吧。朴小仓，时间和地点我已经发给你了，你记得看一下哈。好的，我会准时到的，你放心吧。真的好大儿，惦记人家1学期了吧？什么时候去表白啊？刘万峰的一个室友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看了看低着头走在前面不远处的朴小仓，意味深长地说道：“我看明天不就正好，良到吉日，很适合表白哦。而且那么多好友给你撑场面，搞得浪漫一点，说不定人家就答应了呢。”别，你可别瞎出主意，我看得出来，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那你还对朴小仓念念不忘？你敢说前段时间跟你表白的那个女生，你不是因为朴小仓才拒绝的她？刘万峰哑然一笑，点了点头，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他。看着朴小仓的背影，刘万峰心里对他的印记怎么也挥之不去。具体什么想法还是看你本人。不过我估计你要是不行动的话，人家迟早要被别人抢走了。刘万峰顺着他的视线往前看去，正好看到沈幼楚跟朴小仓有说有笑的往另一头走。你看，人家跟沈幼楚关系这么好，沈幼楚是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店大的校花，有名的白富美，身边的优秀男人一抓一大把，给她介绍一个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刘万峰没有说话，似乎是在思考着舍友的话。对了，苍苍，明天就周末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好好玩玩？这个恐怕不行呢。为什么？我前几天答应了我们班一个同学，明天他生日要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这样啊？男的女的？男的。男的。沈幼楚闻言皱着眉头，看着朴小仓欲言又止，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毕竟这是朴小仓的同班同学的邀请，于情于理，他都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拒绝，而且他也不能强行跟着去，这样显得太不礼貌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们就是普通朋友，还是一个班的，人家过来邀请也不能拒绝是吧？那你要去多久啊？我一个人在家岂不是独守空房，要无聊死的。朴小仓摸了摸沈幼楚的头，笑道：“用不了多久啦，估计也就2-3个小时吧，很快就能回来陪你的。”正当朴小仓准备把手收回来时，沈幼楚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道：“继续，别停。”咦，今天幼雏怎么让我摸你的头了？心情不好罢了。不是吧，想不到我们的幼雏姐姐居然还是个粘人精了。你现在才知道啊？幼雏，都快10点了，你能不能放开我？朴小仓看着把自己缠得紧紧的沈幼楚，无奈地说道：“怎么了？不是11点集合吗？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你急什么？可是我过去就要花半个小时啊，算上等会的准备工作，不得提前1小时吗？听话好不好？”那好吧，看在你这么客气的份上，我就让你去。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你怎么一直在笑？没什么，呵呵呵。这让朴小仓更是摸不着头脑了。没有多想，他起身就往卫生间走去。没过多久，卫生间传来一道尖叫声。六楚，说这是不是你干的？朴小仓羞愤地走了进来，指着自己脖子上十分显眼的一抹红色印记质问道：“我不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干的。”胡说，这房子就我们2个人，难不成还是我自己干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有可能是我晚上做梦的时候干的。我好像梦见我拿着一个果冻，拆开包装袋的时候怎么吸都吸不出来，就用力气来着。后面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那怎么办？这也太显眼了吧，肯定会被误会的。大不了你戴个围巾呗。现在外面谁还戴围巾啊？而且就算戴了，等会吃饭的时候肯定也是要摘下来的。完了，这得当场射死了。算了，不管了，还是戴围巾吧。要是被发现了，射死就射死吧。苍苍加油，我看好你。沈幼初把被子盖到鼻子下面，只露出半个头，眉眼弯弯笑道：“嘿，都怪你，我走了。”听到朴小仓关门的声音，沈幼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哇哦，我们的朴大美女来了啊！不好意思，路上慢了点。刘望风，这是给你的礼物。谢谢，人来了就行了，还带礼物。朴小仓特意找了个比较靠角落的位置，旁边坐着的是几个班里的女生，互相打了个招呼后就坐了下去。朴小仓，你戴着围巾不会不舒服吗？要不还是摘了吧。旁边一个叫王雨萌的女生，眼角余光看到朴小仓还系着围巾，好心提醒道：“好，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嘿嘿，其实戴着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摘了比较好，毕竟吃东西也不方便的嘛。”好。摘下围巾的一瞬间，朴小仓礼貌伸手挡住，但他还是低估了王雨萌的观察力，就那么一下下的功夫，眼尖的他就发现了端倪，看了看其他人，王雨萌凑了过来，低声笑道：“想不到朴小仓你男朋友这么黏你的呀，看得我好羡慕。”被一眼戳穿的朴小仓尴尬的笑了笑，脸颊微红，不好意思的笑道：“没有，你别误会了，其实……哎呀，我都懂的啦，嗨，别解释了，我可不想被你狗粮塞一脸，哈哈。哈哈。”幸亏刘万峰几个男生越聊越嗨，没有注意到朴小仓的一眼。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过去了，在聚会即将接近尾声时，众人也越聊越开心。刘万峰端起饮料杯，走到朴小仓面前，笑着说道：“朴小仓，我敬你一杯怎么样？”“好啊。”朴小仓端起饮料杯，轻轻跟他的杯子碰了碰，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下意识的动作让他脖子上的印记直接就被刘万峰看得一清二楚。刘万峰当场震惊的说不出话，但还是强撑着跟他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就离开了。回到座位上，看着正低头看手机似乎是在聊天的朴小仓，刘万峰苦涩一笑：“我说万峰啊，怎么见你后半段闷闷不乐的？小仓不是来了吗？人家还给你带礼物呢。”算了，不提这个了，我们先回去。仓仓，你怎么不说话？都怪你，脖子上的印记都被看到了。那又怎么了？看到就被看到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被误会的又不是你。嘿嘿，我现在是坐着呢，腰可好了。来，让姐姐摸摸你的狗头，安慰你。沈幼楚说着，就趁势在朴小仓头上胡乱搓揉了一把。无不无聊？朴小仓拍他的咸猪手，白了他一眼。要我说啊，你看这小草莓多可爱呀，是不是？我想要还没有呢。你想要，那我给你一个。好啊，求之不得呢。来。沈幼楚开心的笑了笑，把脸凑了过去，仰起头，用手指点了点脖子，一脸期待的看着朴小仓。你走开，我才不要碰你呢。哼，不碰就不碰，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想一清芳泽呢。给你机会，你也不珍惜。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需不需要我晚上回避一下，不打扰冰翼姐姐你的美妙时光呢？苍苍，你要死啊？说什么呢？哈，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茬来的吗？呸！刚走进教室，就发现刘万峰看他的眼神怪怪的，他也说不上来，总感觉是一种不甘心但是又认命了的样子。朴小仓也没想那么多，照常上课，只不过下课的时候，朴小仓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有空的，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边走边聊怎么样？行啊。两人肩并肩走在电大校园里的小道上，一路上人来人往，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俩，毕竟一男一女走在路上太稀松平常了。你有什么事啊？怎么到现在都不说话？刘万峰看着身侧令自己朝思暮想了大半年的女孩，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就想知道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听到这句话，朴小仓微微一愣。身为一个阅读理解满分的人，他自然是明白刘万峰说出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嘛，我们可是同学，而且你也邀请我参加你的生日聚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朋友嘛，
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看得出来的。只不过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你觉得呢？你没有谈恋爱的想法，那你前天聚会是脖子上的。啊，你看到了？见刘万峰点了点头，朴小仓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那个是我朋友的恶作剧，他跟我合租的，你千万别误会呀！哈哈，一开始我确实是误会了，还以为我没机会了呢。刘万峰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一下子心情舒畅了不少，就连刚刚朴小仓拒绝了自己这件事所造成的苦闷也消散了一些。既然这是一个误会，那就说明你还是单身，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呢？啥？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知道啊，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对吧？你看，你都无话可说了，说明我以后还是有机会的，我是不会放弃的。呀，你看咱店大那么多女生，你何必吊在我一棵歪脖子树上呢？他们哪能跟你比？我就喜欢你一个。可是我不喜欢你。我会让你喜欢我的。苍苍。正要准备继续说点什么的朴小仓，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沈右楚的声音，顿时如获大赦，看了过去。苍苍，你怎么跑这来了？亏我还特意去你教室找你来着呢。我同学找我有点事情，就边走边聊了。现在聊完了，我们走吧。朴小仓不敢看刘万峰，拉着沈右楚就往外面走。看着逃离的朴小仓，刘万峰笑了笑，转过身往另一头走去。沈右楚回过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刘万峰的背影，转过头对朴小仓说道：“苍苍啊，刚刚那个男生是谁啊？找你有什么事吗？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你们聊了什么啊？”停，打住！右楚你怎么跟加特林一样，糊涂个没完啊？问这么多问题，我脑袋都快要炸了。可是我想知道啊，万一他对你心思不正，把你骗了怎么办？我这是关心你。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谁能骗我啊？真的是，你别想多了好不好？我不管，你必须要告诉我。啊，好，我告诉你。他朴小仓边走边说，2分半后才简要的把他们2个人的关系一五一十的说给沈右楚听。听完朴小仓的话，沈右楚微沉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在朴小仓惊讶的注视下，大庭广众之下，沈右楚伸手抚摸着他的脸，一字一句缓缓说道：“苍苍，我这也是为你好，我可不想你被别人的花言巧语蒙蔽了，我才是对你最好的那个人，对吧？”朴小仓感受着沈右楚温暖的手心温度，轻轻点了点头。知道就好，真乖，那我就不惩罚你了。惩罚？什么惩罚？不告诉你。那好吧。晚上依旧是朴小仓的卧室，朴小仓的床，沈右楚一把抱住刚钻进被窝的小仓，笑着说道：“明天开始，我要是没课的话，就去陪你上课，旁听一下你的课。”怎么突然想到要陪我上课了？正义的骑士当然要保护公主呀。可是公主最后不都嫁给了王子吗？我的女骑士。去，就知道破坏气氛。本来就是嘛，说不过我就动手欺负我，真烦人。你又在说我坏话是不是？右楚，咱们是合租，你怎么天天往我卧室跑啊？你卧室不用了？嘿嘿，这大冷天的，还是抱着我家宝贝暖和。朴小仓这回是真的无话可说了，每晚都能抱着一个软乎乎的、香香的、漂亮的小姐姐入睡，多是一件美事。但是每天早上醒来，都被她八爪鱼式的缠绕方式给勒得动弹不得，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哎，快看，那不是你女神沈右楚吗？她怎么会来咱们班旁听？肯定是来看我的，嘿嘿嘿。看来是没救了。下一位，这还用问吗？肯定是陪朴小仓的呗，人家跟沈右楚关系好着呢。果然漂亮的小姐姐只跟漂亮的小姐姐吧？不，她就是来找我的，只不过人多害羞而已。鉴定完毕，彻底没救了。苍苍，想不到你们班女生有点少嘛？什么？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挺少的。那这么说的话，以你这样的姿色，岂不是很受欢迎？没有啊，我没什么感觉，大家都是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嘛，没什么特别的。是吗？我不信。哼，你爱信不信。很快就熬到了下课，朴小仓和沈右楚正准备离开，一个男生走了过来，在小仓看好戏的眼神注视下，他对沈右楚说道：“沈右楚，你要说什么？”沈右楚一改常态，看向这个男生，言语冷至极，完完全全就是个高冷女神范。我能要你的联系方式吗？不能，我不加陌生人。哦，那好吧。看着那个男生落寞的背影，朴小仓忍不住说道：“右楚，你怎么这么无情？婉拒一下也好啊，直接拒绝不太好吧？你要学会说不，要知道拒绝。婉拒只是适用于一些场合，其他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直接拒绝断了他的念想，总比我含糊不清的说辞吊着他要好得多。”朴小仓恍然的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右楚，你说的对，别人道就好。下课了，走吧。”我不。嘿嘿，我这是活学活用。你要知道一点，你不能对我说不。凭什么呀？就凭你打不过我。
走在路上，脑海里突然传出许久未曾听见的系统声音。宿主要主动一点。什么要主动一点啊？触发第5个任务，主动为沈右楚做3件让他感到惊喜的事情。内容不限，但不得重复。奖励高级投资技能与20万投资备用金。听到任务内容，朴小仓嘴角微微抽搐。这系统怕不是沈右楚派来的吧？系统，你是认真的吗？你不是说不给我钱的吗？对啊，这钱只是让你投资去赚钱的，又不是送你。等你赚的钱足够多了，是要还我的。朴小仓在心里给他翻了个白眼，还以为系统终于开窍了。时间限13天哦。任务内容还是挺简单的，让右楚惊喜，看起来简单，但还是有点难度的呢。走着走着，视线就被一家新开不久的服装店吸引住。这家店朴小仓好像有点印象，跟班里几个女生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据说质量和款式还不错，而且很适合小年轻。小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太纯了，那清澈的不沾一丝烟尘的眼睛，虽然看起来不是那种惊艳绝伦的美，但清纯可人，看得售货员小姐姐眼神放光。我想看看有没有适合2个人穿的衣服，就跟……我懂的，你跟我来吧。好，我觉得这款不错，小姐姐你觉得呢？可以哎，挺好看的，就这种的吧。苍苍，你手上提的是什么东西啊？衣服，好好看。好看吧？我买了2件呢，以后出去玩可以一起穿。真不错。那我要这件。右楚，那是我的。什么你的？这是我的。可是这个才是你的事嘛，这个是我的耶。咱俩身材差不多，你的衣服我能穿，我的衣服你也能穿呀，无非就是你的比我小点嘛。右楚，你又内涵我。怎么了？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你要是不服气，那就比一比哦，我反正很乐意的呢。你看吧，乖乖听话的话，以后姐姐就奖励你，好不好？哼，好多人啊，这人气未免也太旺了吧？没办法呢，今天搞活动，小孩子免费，大人半价，自然就会多好多人。走，我们先去玩过山车。还是别了吧，我害怕。你放心吧，苍苍，有我在，我会保护好你的。听到朴小仓害怕坐过山车，沈右楚显然更兴奋了，拉着他的力道都加大了几倍，步伐也加快了不少。当过山车停下来时，朴小仓是被沈右楚全程搀扶下来的。苍苍，你怎么这么害怕呀？不至于吧？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下次不做了，好痛苦，好僵啊！好了，不哭，以后我们不玩这个了。在长椅上坐着，缓了10来分钟，朴小仓才好起来。此时的沈右楚买回来了一个棉花糖，那苍苍给你的。你干嘛？哎呦，你不吃吗，右楚？我不是很喜欢吃，你吃吧。很甜的呢，右楚，你也尝尝看好不好？就一口。朴小仓把吃到只剩1/3的棉花糖递到了沈右楚面前，撒着娇，想要让沈右楚也尝尝。好，我尝一口就是了，真拿你没办法。沈右楚凑上前，刚咬了一小口，就看到朴小仓的脸在自己面前急剧放大。在沈右楚愣神之际，朴小仓也咬了一口棉花糖。有右楚的加持，这棉花糖好像更甜了呢。你从哪学的撩人小技巧啊？我这叫无师自通。朴小仓笑了笑，看着面前仅有自己一人能看到的系统面板上，任务进度由1/3变成2/3，顿时就轻松了不少。看来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呢。等我完成任务拿了奖励，以后有了小钱，就能给右楚更好的啦。走，右楚，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呀？当然是带你去个好地方了，等到了你就知道啦。到时候给你个小惊喜。好吧。直到一块无人的海滩前，两人这才停下。朴小仓指了指远处的天空，笑了笑，没有说话。沈右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这一看便舍不得离开视线。远处，太阳收敛起刺眼的光芒，变成了一张红彤彤的圆脸。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在蓝天里游荡的海洋，这一幕很是壮观。怎么样，右楚？我其实就是想带你来看日落啦，惊喜吗？现在的我能力不足，就只能带你看看这些啦。但是以后我肯定可以给你更好的。朴小仓指着落日，承诺道。沈右楚眨了眨眼，听着朴小仓的豪言壮语一般的承诺，轻轻笑了笑，眼眶微微湿润，转过头看向一脸笑意的朴小仓，在他诧异的目光中，上前一步，紧紧抱住了他。你傻不傻啊？我像是那种追求物质的人吗？谁要你给我更好的东西了？傲娇般的低语在朴小仓耳边环绕，闻着怀中的女孩散发出来的清香。朴小仓嘴角上扬，环住沈右楚纤细的腰肢。不知过了多久，朴小仓试图轻轻挣脱开沈右楚的手，但他显然察觉到了，双手环得更紧了。再抱一会儿嘛，我还没抱够呢。
好。对于沈右楚这小小的要求，朴小仓自然是会满足他。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朴小仓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沈右楚的手开始上下游移起来，越发的不老实。过了一会，朴小仓一把推开沈右楚，羞恼地看着他。沈右楚则是一脸迷茫，假装不解地问道：“苍苍，你干嘛？”右楚，你还装呢？你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沈右楚看了看四周，发现没什么人之后，嘿嘿一笑，上前一步逼近。我不知道，麻烦苍苍妹妹告诉我，我刚刚对你做了什么呢？朴小仓瞧得他那一副流氓样，知道自己斗不过他，无奈一笑：“你又来这一套是不是？”什么嘛，说不出来还指责我干了坏事。再说了，沈右楚再一次上前一步，这次离朴小仓更近了，几乎是要贴在一块了。以咱俩的关系，我对你做点什么也是应该的吧？你觉得呢，我的哈基咪？听着眼前的妖精魅惑一般的言语，朴小仓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咬了咬牙，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处于被动，于是他伸出手环住沈右楚的腰。右楚姐姐，你再这样的话，我可是也会反击的。突如其来的变故倒是把沈右楚给整不会了。行啊，姐姐等着你，就怕你不敢。哼，走着瞧。坐在出租车里，系统的声音突然在脑海里响起：“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20万备用金已到账，限期1年内还清。是否现在发放高级投资技能？”怎么还问我要不要发放？你直接给我不就得了？之前的奖励你也没问我要不要发啊？这可是你说的，现在开始发放。系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朴小仓就感到海量的消息在一瞬间涌入了自己的脑子，一股晕眩感直接袭来。朴小仓手抚着额头，轻轻晃了晃，但还是感觉头晕眼花的，同时还夹杂着困意。沈右楚察觉到了朴小仓的异状，一脸关切地问道：“苍苍，想睡觉了？”“有点。”“靠我肩膀上睡会吧，反正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到家。”沈右楚说完，伸出手扶着朴小仓的头，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肩膀上，还微微拍了几下。“睡吧。”“好。”晚上，朴小仓借口身体有些不舒服，好说歹说才把沈右楚哄回他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翻看着手机上的信息。选什么好呢？是投资技能还是高级的？而且1年内就得还完，肯定得先赚够钱。还是选股票吧。看着里面花花绿绿的各个股票，如果是以前，朴小仓只会感觉一个头两个大。现在有了系统的加持，各种数据分析的也是头头是道，挑了几个比较中意的会在未来涨幅比较大的股票，直接统统买进。长呼了一口气，朴小仓放下手机，闭上眼，没过一会就睡了过去。右楚，你干嘛呢？这种眼神看着我是怎么回事？一大清早，朴小仓端来2碗做好的葱油拌面，一坐下就看到沈右楚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脸幽怨。昨晚没有抱着我家宝贝苍苍睡觉，我不开心。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可能是小感冒，我这不是怕传染给你吗？我这也是为你好呀。哼，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我也可以睡在你旁边呀，这样不是也能照顾你吗？我昨晚都失眠了，你看黑眼圈都出来了。朴小仓闻言，连忙把脸凑了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小会。没有啊，这不是挺好的吗？皮肤又白又嫩，哪来的黑眼圈？我不管，我说有就有。那你想怎么办嘛？喂我。好，我喂。朴小仓用筷子夹起沈右楚碗里的面，放在嘴边轻轻吹了吹，喂进了迫不及待的沈右楚。嘿嘿，真好吃。傻乎乎的。我这不叫傻，叫可爱，你懂不懂啊？我感觉你的形象不适合走可爱风。那我适合什么？当然是适合御姐了。但是在别人面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当然要可爱一点了。你这么可爱，打你一拳应该会哭很久吧？你笑得这么开心，我打你一拳应该会躺很久吧？来人帮忙抓小偷啊！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急促，朴小仓想也没想，直接向外伸出头，顺势绊倒了一个年轻的身影。旁边几家饭馆里的人也听到了这声呼救声，连忙冲了出来，上前几步就围住了还没反应过来的小破。小姑娘，这是你的包吧？谢谢大家。女孩朝众人鞠了个躬，不停的道谢。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那个小姑娘吧，是她绊倒了这个小偷。大妈指着已经离去几十米的朴小仓的背部，笑着说道：“谢谢各位帮忙，姐姐别走呀！”朴小仓突然听到身后有个声音，似乎是在喊自己，回过头，怎么？有什么事吗？严梦瑶听到朴小仓的声音，一开始还有些懵，但随后就有些兴奋地眨了眨眼。这声音好好听，对于她这种十足的声控来说，这声音简直就是仙乐啊！而且这个大姐姐还好看的样子。
我听刚刚一个大妈说，是姐姐你帮我绊倒了小偷，我就是过来特意谢谢姐姐的。这个我也是下意识的反应，举脚之劳而已，不用谢。不行不行，哥哥说出门在外遇到好心人帮忙，肯定要好好感谢的。没事了，你去忙你的吧，我还要吃饭呢。朴小仓说完，正欲离开，发现衣角被他扯住了。我请姐姐吃饭吧，就一顿饭而已，而且这个包里有我的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感谢姐姐。这看得朴小仓有些于心不忍了，那眼睛扑闪扑闪的，实在是太萌了。那好吧，姐姐，我叫严梦瑶，你叫什么呀？我叫朴小仓。姐姐，我们加个微信好不好？行啊。吃完饭，严梦瑶跟朴小仓走在一块，笑嘻嘻的问道：“姐姐，你住哪里的呀？你怎么问题这么多？查户口吗？嘿嘿，我就是好奇嘛。你是出来玩的吗？算是吧，我好久没出来玩了，哥哥管我管得可严了，天天逼我读书，唉。”严梦瑶一想起被书本支配的日子，就感到一阵头大。好啦，饭也吃完了，天也聊得差不多了，我该回去了。你保护好你的包，可别再让人偷了。拜拜。那好吧，姐姐再见。没走多久，仿佛是看到了什么煞神一般，连忙调转方向，往另一个方向跑去。没过一会儿，他就跑不动了，因为他被一个身材高大的俊逸男子抓住。梦瑶，你又准备跑哪去？哥哥，我错了，我不乱跑了。爸妈，你们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呀？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好了？夏敬山和朴宰范面面相觑，后者亲了亲嗓子，憨笑道：“是这样的，小仓，我跟你妈在你放假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这段时间去旅游来的，所以啊，就这事啊？你们放心就好了，我一个人没问题的。”朴宰范闻言挠了挠头，夏敬山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顺着话茬接着说道：“这是第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还记得咱的老邻居你吴叔，也就是你小时候挨你爸揍的时候，老往人家家里跑的那个？记得啊。怎么了？你吴叔他女儿静怡今年高中刚毕业，想来这边玩玩，在咱家住段时间。本来想着大家都是快20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但是吧，夏敬山说着，上下看了一眼朴小仓，苦笑道：“静怡还不知道她从小玩到大的哥哥变成姐姐了。我们毕竟是你父母，你变成什么样都可以接受，就怕静怡那孩子。”听到这，朴小仓算是明白了，感情老爸老妈在担心这俩。关于吴静怡这个女孩，朴小仓还是印象深刻的，可以说是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不管是什么，他都很喜欢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哥哥。即便是后来两人上了高中，也依然如此。只不过自从他当初发了跟柳如烟在一块的朋友圈之后，吴静怡好像就不怎么找自己了。叮当，恭喜宿主触发第6个任务，告知邻家小妹关于自己变成女孩子的事情。任务奖励：拥有更加完美的脸蛋。系统你导致。不等朴小仓说完，系统就消失不见了，握紧的拳头也不得不松开。在朴宰范两人诧异的目光注视下，莞尔一笑：“没事的，你们放心去玩吧。静怡，我会去解释的，分分钟的事情啦。”那这样的话，我跟你爸明天就去旅游了。怎么这么快？早点去就不用伺候你这个祖宗了。仓仓，你洗碗吧，我跟你爸收拾行李去。第二天觉睡到自然醒，简直不要太舒服。朴小仓躺在床上揉了揉眼，打了个哈欠后接着补觉。难得夏敬山不在，自己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但没过一会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谁啊？话音刚落，朴小仓就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1米6出头的个子，提着一个行李箱。对不起姐姐，我可能走错了。看了看地址，吴静怡小脸上的疑惑更深了。小区、单元号、门牌号都没错，为什么开门的是一个姐姐，而且还这么好看？你没走错，静怡。你是？我是朴小仓。花了5、6分钟的时间，朴小仓才把事情一五一十的给吴静怡讲清楚。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吴静怡眨了眨眼，一动不动的，看起来十分的呆萌。也就是说，哥哥你现在变成姐姐了？是的，我知道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太不可思议了，但这是真的，你要去相信他。那你那个女朋友，她……嗨，我们早就分了。分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差不多1年前吧。这样啊。吴静怡面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已经打起了小九九。原来哥哥早就分手了啊！可恶，我都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早知道当初他官宣的时候，我就应该大度一点。要不是当时自己太难受太生气了，也就不会决定不理这个坏家伙了。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哥哥重归单身，结果摇身一变，居然变成姐姐了，可恶！朴小仓看着面前不断变换着脸色的吴静怡，有些担忧，坐到他的身边，关心地问道：“
静怡，你没事吧？听到朴小仓的声音，吴静怡惊了一下，连忙说道：“啊，我没事。那个，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消化一下？”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更完美的脸，现在正在调整中，无不良反应，请放心。更完美的脸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以后你就知道了哦。行吧，反正都是白调的，也无所谓了。正当朴小仓在搅动着已经下到锅里的面条时，殊不知在他的身后，吴静怡正一脸复杂且纠结地看着他的背部。别来了，快把静怡尝尝我的手艺。吴静怡正低着头天人交战，突然听到朴小仓的声音，下意识抬起头，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怎么都移不开视线，总感觉现在的朴小仓跟刚刚的他不是一个人，可脸又差不多，反而更好看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直接看呆了吴静怡。朴小仓看了一眼正死死盯着自己的脸的吴静怡，摸了摸脸，笑道：“静怡，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你一直盯着看。”啊，没有。吴静怡俏脸一红，低着头开始吃起了面，心虚的不敢再看朴小仓了。系统的奖励这么给力，直接让静怡都看呆了，有这么好看吗？朴小仓心里暗自嘀咕着，跟吴静怡打了个招呼后，来到了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朴小仓顿时就惊讶的合不拢嘴。现在的自己脸上的每一个部位看上去都比之前更为完美，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拼凑在一张脸上，简直有一种完美的感觉。当朴小仓在卫生间一脸花痴时，此时的吴静怡心里一阵小鹿乱撞，双腿紧紧并拢，两腮也弥漫上了一抹潮红。怎么我的脸这么烫啊？不行，我得赶紧恢复，不然被姐姐看到了，就太尴尬了。自从他上了高中，差不多已经快有3年没有感受到了。现在这熟悉的感觉再一次缭绕在他的心间，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对了，姐姐，我想问问你哈，你现在变成了女孩子，那你的择偶标准该不会也……你觉得呢，小静怡？我哪知道啊，你快告诉我嘛。这个可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就知道了。什么叫以后就知道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呢。咦，不过话说回来，静怡，你是越来越好看了呢。有没有追你的男生呀？或者心仪的对象？追我的确实也有，心仪的。吴静怡看了一眼朴小仓，心中一叹，不就在我面前吗？可惜那个笨蛋不知道，暂时没有。这样啊，不过等你上了大学就会遇到了，大学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你肯定会遇到你喜欢的。哦，到时候再说吧。吴静怡瞥了他一眼，心里有点小失落。走吧，咱们出去玩。晚上，沈幼楚坐在床上，看着朴小仓18分钟前发的朋友圈，久久未曾移开视线。简简单单的朋友圈，照片也都是关于他跟吴静怡这个邻家小妹今天的吃喝玩乐。顿时，一股深深的危机感弥漫在心间。思来想去，沈幼楚还是决定给朴小仓打个电话，这很有必要查得到。没一会，电话就被接通了，只不过另一头不是朴小仓的声音。喂，朴小仓呢？我找他。姐姐在洗澡呢，你有什么事吗？正当沈幼楚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电话另一头突然传来了朴小仓的声音：“静怡，去我房间把床上的蓝色毛巾拿过来，我给忘了。”好，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事你等会再打过来吧。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嘟的忙音，沈幼楚把手机丢到一边，紧握着拳头，闭着眼，胸口剧烈起伏着，不断的深呼吸，以调整着内心如翻江倒海一般烦乱的情绪。仓仓，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保不准会做出什么事来呢。洗完澡出来的朴小仓浑身清爽，跟吴静怡嘱托了几句后，就回到了房间。从吴静怡嘴里得知沈幼楚刚刚给自己打了个电话，朴小仓并没有打回去，而是在绿泡泡上发了条语音过去。幼楚，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吗？许久，沈幼楚终于是回了消息，但只有简简单单的2个字：没事。朴小仓看着这2个字，顿时心里就升起了一股不妙的感觉，连忙问道：幼楚，是不是刚刚静怡跟你说什么啊？我刚刚在洗澡，所以没接电话。没有，我累了，睡觉。朴小仓看着这条消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连着3个感叹号，指定是有事。完了，以幼楚那醋劲，肯定要劈了我。你干嘛？哎呦，开门。幼楚2个字还没说完，电话另一头就传来了沈幼楚清冷的声音：来了。刚说完，沈幼楚就挂断了电话。朴小仓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整理好头发跟衣领，一路小跑出卧室，来到了门口。算了，死就死吧，反正迟早都是要来的，大不了先发制人，在幼楚面前撒个娇卖个萌，他应该不会太生气的吧？实在不行，就……深呼吸一口气，朴小仓轻轻打开了门。那道心心念念的绝美倩影，此时果然正如意料之中的站在自己家门口。看到终于开了门，沈幼楚抬起头，
清冷的美眸望向看样子是刚睡醒的朴小仓，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狠狠地悸动了下。而且朴小仓现在看起来比之前离开他家时好像更漂亮了。但沈右楚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一言不发，拖着行李箱就进了屋。早在朴小仓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就跟自己说了，夏静山两人第二天就去旅游了，家里目前应该只剩朴小仓和吴静怡两个人了。那个右楚，你回你房间。此时的房间里无人出声，安静到落针可闻的程度。朴小仓不安地坐在床边，不敢看沈右楚。沈右楚瞧得朴小仓这副委屈又不安的样子，嘴角微现，坐在一旁的电脑椅上，手撑着脑袋，看向朴小仓，淡淡的说道：“怎么不说话了？不想狡辩啊？”“不想了。”朴小仓瞄了沈右楚一眼，此时的他浑身上下散发着高冷的成熟与简单。说也说不过，打也打不过，我狡辩能有啥用？本来我还想着过2天来这陪你，没想到呢，我刚把你放回家，你就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呢。右楚，我跟静怡就是好朋友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沈右楚挑了挑眉，起身来到朴小仓面前，右手一把推向他的肩膀，在朴小仓愣神之际，将其推倒在床上，欺身而上，俯视着朴小仓。好朋友，好朋友，就让他在你洗澡的时候递毛巾。怎么我们2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次次都能带起东西进浴室，他一来你就忘了带毛巾，这么巧的吗？右楚，我昨晚真的是忘了，你要相信我啊！相信你，我也很想相信你呢。沈右楚右手抚摸着朴小仓的脸颊，从刚刚一看到朴小仓开始，他就移不开视线了。这张脸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只不过他只能是属于自己的。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这个……沈右楚听到这话，看着身下朴小仓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楚楚可人的姿态，勾唇一笑，视线缓缓下移，来到朴小仓那雪白的脖颈处。朴小仓看到沈右楚玩味的眼神，顿时有种不妙的感觉。突然，脖颈处传来一道火热的触感，然后就是瞬间的熄灭。朴小仓只感觉浑身酥麻，大脑在一瞬间陷入空白。良久，沈右楚放开了朴小仓，看着他脖子上一左一右2个鲜红的印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笑眯眯地看向朴小仓。好了，我现在相信你了，小可爱。说着，刮了刮他的鼻子。沈右楚起身坐回电脑椅上，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朴小仓则是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回神。怎么会这样？右楚居然……虽然之前跟右楚承诺过，等到他生日那天会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也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但现在这算什么？直接把他整不会了。朴小仓看向一旁眉眼弯弯，正笑着看着自己的沈右楚，又摸了摸脖子，羞恼地说道：“右楚，你怎么能这样？万一别人看到了怎么办？”看到就看到了，你是我的，不管是谁都不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再者说了，我都不计较你昨晚的事情，还给了你奖励。你现在这气愤的样子是几个意思？朴小仓顿时哑然，他现在是真的被沈右楚治得服服帖帖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一大早的飞机，我都快累死了，先睡觉吧。苍苍，过来侍起。朴小仓咬了咬牙，被迫听从沈右楚的命令，躺在了他的身边。昨晚是不是没睡好？是，你知道的，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我这么做也是因为心里有你，谁让你这个坏蛋让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是你自己多想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好了好了，我认错，我道歉，不该这么冲动的。哼，我困了。嘿，那我们再睡一会吧。姐姐，你是哪位啊？你就是静怡妹妹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右楚，就是昨晚给你小仓姐姐打电话的那个小右楚哦。而且我还是你小仓姐姐最重要的人哦。说着，沈右楚朝吴静怡 wink 了一下，就转过身继续煎蛋。最重要的人。吴静怡从沈右楚的话里隐约地察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旋即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但越细想就越觉得不对劲，脸色也越来越差。昨晚还不在，今天一大早就出现在小仓姐姐家，最重要的人，难道说……宣示完主权，沈右楚煎蛋的动作都轻快了不少，不用转身，他都知道现在吴静怡在想什么。哼，刚成年的小家伙还敢跟我抢人，不自量力，也不看看我们之间的段位差距。闻到香味的朴小仓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一下子就看到吴静怡正坐在餐桌旁一动不动地盯着沈右楚的背影。右楚，你不困吗？干嘛不多睡会？还好吧，睡觉哪有给我家小可爱做早饭重要呢，对吧？我还不饿，先回房间了。吴静怡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只不过这背影多多少少看上去有些不开心。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跟小仓姐姐独处的机会，结果莫名其妙半路杀来一个沈右楚。最重要的是，姐姐脖子上居然有2个鲜红的印记，还特喵的一左一右，你咋不搞个对称的出来？太可恶了，气死我了！看着吴静怡饭也不吃，直接回了卧室。朴小仓看向一旁笑得很开心的沈右楚，无奈地说道：“
幼雏，其实你不用这样的。不用点小手段怎么行？要不然你哪天被拐跑了怎么办？那，俺的心都给你了，我怎么可能会被别人拐跑呢？那可说不准呢。你这么漂亮，性子又偏向软萌，指不定哪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而且我不像某些小姑娘，她们年轻，不像我年纪这么大，对吧？沈幼楚看着朴小仓，哼了一声。天天的就知道瞎想，你说的这些压根就不存在，好吧？而且你看看，你胡思乱想之后又容易冲动，这次突然跑过来麻不麻烦啊？浪费钱又浪费精力，你要是没休息好，我会心疼的。嘿嘿，有你这些话，我就知足了。你先吃饭吧，心仪的我给他端进去。那好。你进来干嘛？看着推门而入的沈幼楚，吴静怡小脸一板，不满地说道：“早饭可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因为赌气就不吃呢？我不管，我又不饿，拿走拿走。你的小心思，姐姐我还是知道的，所以我可以在此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是没有机会的。而且……”沈幼楚瞄了一眼吴静怡，语气带着一丝轻佻，似笑非笑的说道：“你还小，苍苍他那不喜欢小的，就喜欢比他大的，比如姐姐我。”说完，拍了拍吴静怡的肩膀，起身离开了房间。沈幼楚的话让吴静怡不由得愣住，没一会，她就明白了沈幼楚的话是什么意思。这家伙一语双关，明显在内涵我。我才18岁，小点怎么了？我还会长大的好不好？但气归气，抛开其他的不谈，她还是很羡慕沈幼楚的身材火辣，怪不得小仓姐姐那个笨蛋。哼，我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等着瞧吧。这顿早饭吴静怡吃得很不是滋味，不吃又显得自己小气，吃吧又感觉自己像沈幼楚服软了似的。只不过在吃的过程中，吴静怡还听见了门外朴小仓和沈幼楚的笑声。我不要出门，等这印记什么时候退下去了，我再出去。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陪我出去玩玩吗？你说为什么？这大夏天的被别人看见了，我还有不要面子的，我又不是社恐。你真不打算出去？不去，什么时候印记退了，我什么时候出去？这样啊，既然如此，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暑假都别想出去了。回头一看，这才发现刚刚沈幼楚离开的时候门也没关，很显然那是他故意开着的。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这么漂亮，我当然要把你看紧了。我天天吸一个，你不就天天待在家了，对吧？沈幼楚凑到朴小仓面前，近距离凝视着他的眼睛，媚一笑。吴静怡气呼呼地来到门口，正好瞧见了两人差点贴在一块的一幕，幼小的心灵顿时如遭雷击，拳头下意识握紧，眼神复杂的看向两人，看样子有委屈又生气，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听到声响，朴小仓一把推开沈幼楚，看向了声音来源，看着脸上挂着莫名的笑意的沈幼楚，顿时就明白了什么，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干嘛了？用这种样子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可爱到犯规了？没什么，就是想静静的看着你。现在的幼楚好像跟以往不同了。嘿，哪里不同了？越来越主动了，还会要小心眼了。我一直都很主动啊，对待我喜欢的人或者事情，我都很热情，很主动的。只不过现在这份热情大部分都分给了某个花心大萝卜。说完还象征性的叹了口气，装出一副朴小仓负了他的憔悴模样。哼，我花心？难道不是吗？两人独处，深更半夜帮忙拿毛巾，要不是我碰巧打个电话过去，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呢。你还想着这个啊？要不要这么小心眼？防人之心不可无，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我得看好你。那以后呢？我毕业了总得工作吧？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行了。沈幼楚嘿嘿一笑，似是有些憧憬那一天的到来。起来洗碗。朴小仓撇撇嘴，拍了一下沈幼楚的脑袋，吩咐道：“我去洗碗。不然呢？这是对你的惩罚。谁让你这么对我的？我先去换衣服，下午陪你去玩。”听到朴小仓的后半句话，沈幼楚眨了眨眼，笑了一声，就开始收拾起桌上的碗筷。下午的天气正好，多云遮住了毒辣的太阳光，夹在两人中间的朴小仓隐约之间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心中长叹一声，对此他也无可奈何。两个小祖宗，他一个都得罪不起。苍苍热不热？吃不吃冰激凌？还不等朴小仓回话，吴静怡一把拽住朴小仓的右手，紧紧抱住，轻晃着身体，直接拒绝。不行，小阿姨特意嘱咐我了，不能让小仓姐姐吃这些东西。怎么不行了？冰激凌偶尔吃一个降暑，怎么了？反正就是不行。昨天我们已经吃过了，今天不能吃了。一天一次又没关系，反正不行。你想造反吗，小丫头？别以为你是大姐姐，
我就怕你。感受着右手处传来的奇怪但又熟悉的柔软触感，朴小仓可不敢当着沈右楚的面露出什么不对劲的表情，轻轻从吴静怡的怀里拔出自己的手，笑着打着圆场。别吵了，1天试1次没关系的啦。走吧，静怡，这么热的天，没事的。看到朴小仓居然站在沈右楚那边，吴静怡气得咬了咬牙，但又不好当面发作，瞪了一眼笑眯眯的沈右楚，哼了一声就不说话了。苍苍，你的甜筒是什么味道啊？香草的，你要吃一口吗？沈右楚承认，这一刻他总算是知道了什么叫该死的安全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真好吃呢。看着无视自己高甜互动的两人，吴静怡心里五味杂陈，在一旁弱弱的说道：“小仓姐姐，我也要吃你的。”不行哎，静怡，我的都快被吃完了。说着就将手里所剩无几的甜筒展示给他看。那你尝尝我的，我这个还有很多。可是我吃不下了。你说的，我妈不让我吃太多。沈右楚在一旁实在是憋不住，笑了出来。你，小仓姐姐，你欺负人，你是不是嫌弃我？哈哈哈，我没有，不委屈哈。等会儿带你去看电影好吧？你昨天心心念念的那部。哼。静怡，怎么了？静怡，我们聊聊怎么样？关于右楚的。吴静怡眨了眨眼，眼神复杂的看向朴小仓，点了点头。你不喜欢右楚吗？谈不上不喜欢，只是我感觉他老在针对我。虽然我知道他没有恶意，但是他……吴静怡瞄了一眼朴小仓，没有再说下去了。他在跟你抢我，对吧？是。其实你的心思我很早就知道了，只不过碍于我们当时还在上学，我也就当作不知道了。现在你也毕业了，都成年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跟你说清楚的。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看的，毕竟从小玩到大，知根知底的。右楚也不是有意那样做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你也猜到了，不然也不会这样耍小脾气。吴静怡愣愣地注视着朴小仓，当他说完之后，仍然没有回过神来。朴小仓抿着嘴，坐在他的面前，陪着他消化这些信息。吴静怡心里也很清楚，朴小仓就是把自己当成妹妹看待，只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毕竟万一呢。良久，吴静怡抬起头，对上朴小仓的视线，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好不好？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好，等你出来了，小仓姐姐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怎么样？一看到朴小仓出来，沈右楚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就那样呗，我该说的都说清楚了。静怡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就出来了。”这样啊，我明白了。沈右楚眨了眨眼，盯着朴小仓，时而睁大眼睛，时而又微微眯起，这古怪的样子让朴小仓一头雾水。你看什么呢？我在思考。沈右楚上下打量了一番朴小仓，嘴角露出一道意味不明的微笑。思考什么？没什么。沈右楚笑了笑，但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一丝不对劲的笑容，这让朴小仓越看越不对劲。对了，那静怡她还会不会排斥我呀？这个应该不会了。静怡她人还是很好的，等她想通了，肯定会跟你和平共处的，说不定还能做好姐妹呢。房间里，靠躺在床上，双手抱住膝盖，吴静怡呆呆地注视着前方，脑海里不断循环播放着朴小仓离开时对自己说的话。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妹妹的，你也长大了，很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对吧？想着想着，吴静怡的眼眶就有些湿润，仰起头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这样过了一小会，才勉强好一点。负心汉，说的那么轻描淡写，被拒绝的又不是你，好家伙！吴静怡生气地用拳头捶着一旁的枕头，似是将其当做了朴小仓，在发泄着心中的怨气。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8点，看着朴小仓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做着晚饭，沈右楚无聊地躺在沙发上，但大多时候的视线都还是放在朴小仓的身上，毕竟这么养眼的人，少看1秒那都是损失。清脆的开门声是这么的突兀，直接让沈右楚坐了起来，看向声音来源处。吴静怡刚打开门，就对上了沈右楚的视线，只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如白天一般冷哼一声别过头，而是迎着沈右楚的目光，安安静静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微微一笑：“右楚姐姐。”静怡妹妹，不生我气了？吴静怡轻哼了一声，坐在沈右楚旁边。不生气了，你对小仓姐姐那么好，我又不是瞎子，自然是看得出来的。沈右楚闻言，哈哈一笑，拉起吴静怡的小手，笑眯眯地说道：“真是太好了，看在你喊我一声右楚姐姐的份上，明天带你去买。不用了，我不想花你们的钱。我听说你已经被电大录取了，到时候来报到了，姐姐带你逛逛学校吧。好呀好呀，谢谢右楚姐姐。来吃饭了。刚摆好菜的朴小仓一出来就看到沈右楚和吴静怡正有说有笑的，心里也松了口气，连忙招呼道：“来了，右楚姐姐，你尝尝这个。”餐桌上，吴静怡夹起一块小鸡腿放在沈右楚碗里，笑着说道。沈右楚自然是开心的很，摸了摸他的头。好。看着两女和睦相处的样子，
朴小仓打心底里高兴。爷爷，我也想吃鸡腿，自己不会夹啊。沈右楚看着顿时就失去了宠爱的朴小仓，忍不住笑出了声。不是吧，不是吧，建议你这么快就倒戈了？没有啊，什么叫倒戈？右楚姐姐明明是自己人，好不好？你别乱说。看着昔日不断缠着自己的妹妹，现在居然跑去跟沈右楚亲近，朴小仓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来的酸楚。小丑，竟是我自己。苍苍，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还要让我等你多久？朴小仓刚洗完澡回到房间，就听到沈右楚不满的声音。我已经很快了。那你快点上来。真是个善变的女人。真是的，磨磨唧唧，我等你等到花都谢了。我这不是来了吗？周一又抱到了我的苍苍的，要不是白天怕太过火气到静怡，我都想一直抱着你了，可把我憋坏了。今晚让我抱个够好吧，苍苍，我还想，让我再吸2口好不好？我卡维诺。朴小仓连忙推开沈右楚，将被子盖过脖子，埋在了下巴处，大眼睛扑闪地盯着沈右楚。为什么不行啊？过几天吧。嘿嘿，这可是你说的哈。当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朴小仓看着靠近脖子处的胸口上的2处红色印记时，站在卫生间镜子面前的他不由得有些抓狂。这真的是旧的没走，又来了2个新的。轻轻褪去身上的睡衣，一副姣好的身段展现在自己面前，对着镜子眨了眨眼。朴小仓扭了扭，傻笑了一下，显然是对自己的身材极其的满意。还不错嘛。朴小仓洗完澡就出了卫生间，一出来就撞上了沈右楚玩味的目光。苍苍宝贝。沈右楚坐在沙发上，张开双手，示意他想要抱抱。躲开！朴小仓白了他一眼，坐在他的旁边，不想理会这个只知道欺负他的人。昨晚你不是挺开心的吗？怎么今天就翻脸了？沈右楚找了个舒服的角度，把头靠在朴小仓的大腿上，笑眯眯地仰视着他。放下手机，朴小仓低下头，静静地注视着沈右楚的眼睛。这恬静而又美丽的一幕，让沈右楚眼中异彩连连。今天感觉你变了个人啊，这么会了。没办法，白天不表现得乖一点，主动点，晚上指不定你又要怎么欺负我呢？这样啊，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更想让我晚上狠狠地欺负你呢？去，不想理你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小可爱？没有，我想待在家，不想出去了。为什么呀？待在家多无聊。外面好热的，不想跑。好吧，静怡呢？这个点了还不起床？也许是昨晚熬夜了吧，她经常这样，等会儿就应该醒了。这样啊。这时吴静怡的房门总算是开了，一走出来就看到沈右楚和朴小仓正盯着自己。吴静怡摸了摸脸，疑惑地问道：不看着我干啥？我脸上有东西吗？静怡，你这周周日就要去电大了？对呀。那怎么你来的时候都没跟我说啊？我那会太高兴了嘛，就给忘了。昨晚刚想起来，正准备今天跟你说的。那到时候我们跟你一块过去。真的？好呀好呀。一听到朴小仓跟沈右楚会跟自己一起过去，吴静怡就开心的不得了。昨晚还在想该怎么跟小仓姐姐开这个口呢，今天就直接愿望实现。等你军训完了，带你好好逛逛电大，里面可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呢。我知道了，谢谢右楚姐姐。我觉得静怡的性格很不错呢，进了电大肯定会有男生追她的。我给她介绍也不是不可以。你给静怡介绍大2大3的学长吗？那我在学校部门还是认识挺多人的，牵线也不是不可以。嘿嘿，这么多男生里，肯定有很多是暗恋你的吧？敏锐地嗅到空气中有一丝酸酸的臭味，沈右楚会心一笑，搂住朴小仓的脖子，笑嘻嘻地说道：这是怎么了？小可爱吃醋了？没有啊，我有什么好吃醋的？你人缘好那是你的优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死鸭子嘴硬，放心好了，我跟他们都没什么交集的，不信你随便看。我才不看呢，免得看完之后某人说我小心眼。嘿嘿，苍苍你吃醋的样子好可爱呢。趁着沈右楚在厨房做饭，朴小仓拿出手机翻看着之前的收益，已经翻了个番，果断出手卖掉后，呼唤了不下5遍系统，他才舍得出现。系统，我要还钱。金额已扣除。现在发布第7个任务，在新生军训时表演节目，时间为整个军训期间，节目形式不限。完成任务可获得身体属性点10点，可随意分配。在新生面前表演，会不会太社死了？不会的，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们。不过这个奖励好哎，到时候全部加到身体素质上，说不定就可以反抗右楚了。嘿嘿，小仓姐姐你笑
什么？怎么这么傻？没什么。季怡，你有什么事吗？要吃饭了，幼雏姐姐让我进来喊你。哦，走吧走吧，我肚子都饿了。小仓姐姐，小萝莉，两人同时惊呼出声。只不过当严梦瑶听到这熟悉的小萝莉称呼，顿时就不满地说道：“我才不是小萝莉，别老喊我小萝莉好不好？”好好好，下次一定。你一个人来的？不是，我刚报道完，我哥哥他去买水了，我想来这凉快凉快，结果就看到你了，好开心。哎，我感觉小仓姐姐你怎么变漂亮了？不过小仓姐姐，你来这干什么呀？是来等我的吗？我好感动。严梦瑶一看到朴小仓，就打开了话匣子，嘴巴嘚啵嘚啵说个不停。停，我来这是陪我妹妹报道的。朴小仓连忙止住了严梦瑶继续说下去的念头，解释道：“这样啊？哎呀，跟谁聊天呢？”严继则拿着一袋水走了过来，询问的目光看向朴小仓和严梦瑶两人。哥，这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帮了我的小仓姐姐，这是我哥哥严继泽。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帮忙，这小丫头就麻烦了。细细打量，严继泽看向朴小仓的眼里满是惊艳。不客气，应该的。我们先去买生活用品了，就先走了。小仓姐姐再见。严梦瑶朝朴小仓挥了挥手，嘿嘿一笑。拜拜。严继泽回过头看了一眼站在树下的朴小仓，耳边却传来了严梦瑶的意味深长的声音：“哥，你看上去好像对小仓姐姐很感兴趣啊。”看着严梦瑶嬉皮笑脸的样子，严继泽直接上手：“有本事了，敢调侃你哥？”哥，我错了，你先放手好不好？哼，我说的明明就是实话。你还嘴硬，承认了又没关系。小仓姐姐那么漂亮，是个男人都要多看几眼的好吧？听得自家妹妹的碎碎念，严继则忍不住笑了笑。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天炫了注意防晒，身体不舒服了就请假，别硬撑，知道吗？知道了。严梦瑶撇撇嘴。不过哥，你要不要小仓姐姐的联系方式？你皮痒了是吧？嘿，不敢。带着吴静怡解决了报道的问题，朴小仓将吴静怡送到了寝室楼下。寝室是有电梯的，你住8楼，自己坐电梯上去吧，我在楼下等你。小仓姐姐，你不跟我一块吗？不了，家属不能进，你手上的报道照只能让本人进去。好吧。吴静怡挥了挥手，走进了寝室楼。这么巧啊，又遇到了。严继则提着一大袋生活用品，走到朴小仓面前，微笑着说道：“嘿，还真是。”朴小仓有些惊讶，毕竟短短时间里遇到2次，确实挺巧的。你这是给小梦瑶买的？他去楼上整理床铺了，我在这等他。严继则微微一笑，本身身材就高大帅气的他，这么一笑，更是增添了几分魅力，看得一旁路过的新生学妹眼中异彩连连。这样啊？朴小仓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毕竟本来就不怎么认识，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朴小姐是学什么专业？国贸的。国贸，那就是经济学院的。以后如果有想法了，可以来严木集团面试，我们很欢迎电大的学生的。严木集团可以啊，我会考虑的，谢谢。毕竟严木集团在全省也是响当当的企业，福利待遇也是很不错的。朴小仓转专业，除了兴趣爱好以外，也是对以后在这个企业工作有些想法的。随时欢迎。你们来了。看到朴小仓两人朝自己这边走过来，吴静怡朝他们挥了挥手。这边在干啥呢？这边的学长学姐等会要唱歌呢，等会还可以上去跟他们互动，一起唱有小礼品送。有小礼品？啥东西？看着一脸好奇就差眼神放光的朴小仓，沈幼楚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手链吧，好像红色跟蓝色的，有对象的可以各拿1条。吴静怡看了看朴小仓跟沈幼楚牵在一块的手，意味深长的说道：“有没有想要上来大胆唱一首的同学呢？有小礼品赠送哦。”虽然围观的人比较多，但是想上去的却一个都没有。毕竟社牛还只是少数，被那么多人盯着，难免有些尴尬。我来。顺着声音的来源处望去，可以看到沈幼楚旁边的朴小仓挥了挥手：“裴幼楚姐，这是你朋友？”好漂亮的学姐啊！入学第1天就看到这么好看的，这那可是咱电大的校花沈幼楚。我之前在学校贴吧里看到过照片，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比照片上美多了。我感觉她旁边的学姐应该也挺漂亮的吧？听到旁边的窃窃私语声，沈幼楚颇为头疼地看向朴小仓，低声说道：“你要干嘛？这还用说吗？上去唱歌呀！”幼楚姐姐，小仓姐姐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这要是换成我，脚趾头都能抠出一趟舞狮一听。鬼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沈幼楚越想越气，早知道就不应该让朴小仓出来。
就应该锁在家里，周围那么多小学弟小学妹盯着他看，尤其是那些男生，老是看他的腿，气死了。怎么称呼呀，这位同学？我姓朴，我开学大3，说起来还是你们的学妹。这样啊，那你准备唱什么呢？随便唱一下吧，哈哈，浅唱一首。有着系统的终极歌唱技能的加持，朴小仓即便是用着手机上并不怎么清晰的伴奏，唱的依旧很动听。学妹唱的很好听诶，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社团？一个大3学长看着朴小仓，直接发出了邀请。我都快大3了，还是以学业为重吧。那个，听说有小礼品。哈哈哈，给。那个，我还能再拿一条吗？你懂的。底下一片起哄声，顺带夹杂着一些梦破碎的声音。这个学长微微一愣，笑了笑，又拿出一条同款手链递给了朴小仓。谢谢。朴小仓喜滋滋的走了回去，当然开心的原因还是因为脑海里系统的播报声。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属性点已发放，可随时使用。快，全部加到身体素质上去。旅行家10个属性点加到了身体素质上，朴小仓只觉得一股暖流涌过全身，然后伴随着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朴小仓一路傻笑着走向神佑楚，这让后者更加确认了想要把他锁起来的想法。受欢迎不说，还傻乎乎的，这哥谁看了不得，想方设法把他拐走。跟我回去。朴小仓刚走到神佑楚身边，就被后者一把抓住手腕，往人群外走去。被拉走的朴小仓一头雾水，丝毫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啥意思？你还小，不懂。朴小仓心里有一种不妙的感觉，但有了属性点的加持，心里的不安也驱散了不少。幼楚，你怎么不开心啊？你看，这是我给你的手链，以后我们一人戴一个，多好呀！朴小仓拿出小礼盒，递给沈幼楚，后者接过看了一眼后，一步一步缓缓走向朴小仓。朴小仓跟着后退，始终跟沈幼楚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很快的，朴小仓就已经无路可退了，被逼到了墙角。沈幼楚本就比朴小仓略高一点，现在这一幕看起来颇有种霸道总裁壁咚小娇妻的味道。你越来越调皮了啊！我没有啊，我那也是为了送你手链。你还学会顶嘴了？我没有，我先去洗澡了。站住！沈幼楚伸出手直接抵在了朴小仓脑袋旁边，但朴小仓可不怕，他有底气了。只见他直接握住了沈幼楚的手，想要用力掰开，但惊恐地注意到沈幼楚的手居然纹丝不动。沈幼楚有些惊讶，刚刚朴小仓的力气居然比以往大了不少，不过还没达到能够跟他掰扯的地步。系统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吞了我属性点？有10点而已，你就敢挑衅从小练到大的练家子，你在想屁事呢？我靠！朴小仓欲哭无泪，这回完蛋了。仓仓，你还学会反抗了？我不是故意的，做错事要受惩罚的。沈幼楚挑起他的下巴，舔了舔红唇，笑着说道：今晚是栽了。沈幼楚的脸在自己的眼中急速放大，嘴唇处直接传来了一道陌生的触感。这一刻，朴小仓大脑一片空白，眼睛瞪大，愣愣地注视着沈幼楚。许久过后，沈幼楚松开了朴小仓，脸颊一片通红，眼里的兴奋都快溢出来了。朴小仓更惨，大脑依旧处于宕机状态。我这是初吻没了。我这是初吻没了，怎么不说话了？刚刚不是还想反抗的吗？沈幼楚看着脸色潮红、呼吸急促但却目光呆滞的朴小仓，手指着他的嘴唇，玩味的笑道：幼楚，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我初吻，也太突然了吧！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朴小仓忍不住质问道：切，说的好像我不是初吻似的。沈幼楚笑了笑，接着说道：仓仓刚那个样子太可爱了，一时没忍住，我下次还会的。朴小仓闻言，咬着嘴唇，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前的人的嘴唇经过刚刚的滋润，变得娇艳欲滴。沈幼楚忍不住舔了舔红唇，娇笑道：仓仓再来一次好不好？啊，还来？听到沈幼楚这话，朴小仓的脸红得像个泡泡茶壶。这一大好的机会，沈幼楚自然不可能放过，又一次欺身而上，右手轻轻扶着他的后脑勺，增添了一丝魅力。半分钟后，沈幼楚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朴小仓。后者此时身体一阵酥麻，要不是系统送的10个属性点的加持，估计现在他已经腿软倒下去了。好了，仓仓，你可以去洗澡了。沈幼楚后退一步，坐到床上，笑眯眯地看着他。朴小仓顾不得凌乱的头发，直接跑向卫生间，锁上了门。看着朴小仓颇有种落荒而逃的样子，沈幼楚闭上眼，瘫倒在沙发上，细细回味着刚刚的美妙。洗完澡坐在床上，虽然早就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朴小仓此刻的脑瓜子还是有些嗡的。晚上他的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还以为系统给的属性点可以让他咸鱼翻身，
结果直接激起了沈右楚的欲望。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以后还得蜷缩在沈右楚的阴影中。苍苍宝贝，在等我呀，不然呢？我要是睡着了，你又得骂我。我怎么可能舍得骂你啊？你别乱讲好不好？沈右楚扯过枕头，取代了他的位置，躺在朴小苍的大腿上，仰视着他。是而已。朴小苍撇撇嘴，低下头，正好对上了沈右楚笑盈盈的视线，抿着嘴，不知道在想什么。发什么呆呢？还没回过神？我不介意帮你好好回忆一下哦。没什么，就是觉得好突然，我没反应过来。嘿嘿，要的就是措手不及。得了吧，你就是想占我便宜。这哪是占便宜，我这叫关心。怕你嘴唇太干，给你涂点润唇膏。哎，睡觉。第二天中午，吴静怡收到了朴小苍的消息，结束了军训就往朴小苍和沈右楚家走去。怎么就你一个人？小萝莉怎么没来？她说老师来这蹭饭不太好，就跟别人去吃了。晚饭我再跟她一起吃。吴静怡像是想到了什么，瞄了一眼正在厨房里切菜的沈右楚，鬼鬼祟祟地坐到朴小苍旁边，一脸八卦地问道：小苍姐姐，昨晚右楚姐姐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你问这个干嘛？不干嘛呀，我就好奇想问问右楚姐姐有没有请你吃嘴子。嘿嘿嘿，你右楚姐姐对我好着呢，你少搁这幸灾乐祸。我哪有，我这是关心你好吧？毕竟昨晚你被那么多人围观加议论，而且我都听到右楚姐姐旁边的男生在谈你的长相和身材了，他肯定听到了，这都不生气，我可不信。我警告你，少管闲事啊，好好军训，别一天到晚想着有的没的。嘴上这么说，但朴小苍心里还是留了个心眼，以后要是再出这种任务，绝对要背着沈右楚完成，不然每次都被他看到，次次生气的话，朴小苍也心疼。略，小气鬼，现在都有秘密了，什么也不告诉我。哼，没什么好说的，你让我告诉你什么？朴小苍拍了拍吴静怡的脑袋，起身说道：我去帮右楚做菜，你在这自己玩吧。看着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向厨房的朴小苍，吴静怡不满地嘟着嘴。来苍苍，多吃点肉，补补身体。好。吴静怡眨了眨眼，怎么感觉右楚姐姐话里有话呢？是我错过了什么吗？可恶，好想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呀。静怡，这2天感觉怎么样啊？别提了，都快累死了。有没有认识新同学，比如男生或者男生来找你的？有倒是有，只不过我没搭理。他哪不知道朴小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想八卦一下嘛。干嘛不搭理人家？朴小苍一拍桌子，颇为激动地说道。吴静怡和沈右楚同时看向了朴小苍，前者眼神是看傻子一般，后者则是瞪了他一眼。嘿嘿，当我没说。冰的宿主醒了吗？见朴小苍不搭理自己，系统冷哼一声，直接使用了催情手段。你死啊！系统，人放电，不讲武德。幸亏右楚临时有事去了学校，不然被他听到了可就麻烦了。谁让你不理我的？你又要干嘛？当然是让你做任务了。你怎么最近变得这么勤快了？你猜我为什么这么快？你猜我猜不猜？少废话！现在发布第8个任务。听完系统描述的任务内容，朴小苍的表情精彩极了，最后斟酌着用词：我可以婉拒一下吗？你觉得呢？可是这不太好吧？会不会显得我很那个？奖励可将任意一项身体属性强化至高级。朴小苍听到这个奖励，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喜出望外，毕竟上次就被坑了一把。如果我让身体素质强化到高级，能不能打过右楚啊？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吧。可以。系统当然知道朴小苍的心里打了什么算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成交，我接受任务。其实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去。走出会议室，沈右楚长呼了一口气。正欲回家的沈右楚突然收到了来自苏映梦的电话。妈，你找我干嘛？你这语气是什么意思？你都开始对你老妈不耐烦了吗？我没有，刚忙完，心情烦着呢。不好意思哈妈。行吧，原谅你了。你后面还有没有事情？没事的话就回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什么事啊？非得我回去一趟？你还有1年就毕业了，反正接下去这1年也得去实习。接下来正好去你爸开的新的分公司历练。在哪？在 A 市。A 市？要是没记错的话 ，A 市可是他跟朴小苍第一次去旅游时选的城市。喂，右楚你在听吗？在听的，什么时候得回去？就这几天吧，最好明天到。不说了哈，我这正忙着呢。沈右楚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慢慢往家走去。你要去试？去呗，对你自己有很多好处的。可是苍苍你不用担心我啊，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而且你要是做得好，以后我可以躺平了呢，抱紧富婆香香软软的大腿。我明天就走，我的生日怎么办？你答应我的。
到时候再看了。要不今天你就兑现诺言怎么样？不行，说好的，别耍赖。唉，命苦啊。行了行了，我到时候去找你好了吧？嘿嘿，宝贝真好，我有点累了，先睡会啊。看着沈幼楚闭上眼睛安静的睡眠，朴小仓眨了眨眼，思考起系统的任务。这次时间上倒是没有限制，正好就在幼楚生日那天完成好了，2全其美。幼楚，你人呢？朴小仓穿着拖鞋走出房门，这才发现沈幼楚已经离开了。无奈是回了房间，朴小仓郁闷地躺在了床上，打开手机，不出意外的全是沈幼楚发来的消息。小笨蛋，我走了，记得照顾好自己。我生日那天你必须要过来找我，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不准在外面沾花惹草，否则让我发现了就打断你的腿。我会想你的，你也要想我。最后还配上了哭唧唧的表情包，简直就是一个粘人的小娇妻。我会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哦，答应你的，我肯定会做到的。朴小仓也回了好几条消息，沈幼楚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复，估计是在检票上车吧。幼楚姐姐走了呀？想念幼楚的第一天。没事的呀，小仓姐姐，你还有我们呢，我们继续玩，来陪你怎么样？谢谢你啊，小萝莉。虽然很讨厌被人叫小萝莉，并且不喜欢被人摸头，但现在严梦瑶一想到朴小仓有些难受，也就哼唧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那你以后岂不是要无聊死了？幼楚姐姐接下来1年都要去工作了。是啊，只能说慢慢来吧，等我有空了放假了就去找她，或者她回来。你们先吃吧，我结完账了出去走走，没什么胃口。吴静怡和严梦瑶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得埋头干饭。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朴小仓都不知道除了回家还能做什么。你干嘛？哎呦！幼楚，仓仓，想我了吗？你怎么这么久没回我消息啊？我都难受死了。我一回来就被我爸安排了一堆事情，然后就是坐飞机来市了，现在刚到酒店呢。对不起啊，仓仓，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没关系的，我理解。我刚刚有点小激动，你在那边好好工作，时间到了，我自然会去找你的。嘿，好耶，我等着呢。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沈幼楚的生日也越来越近。生日前一天下午，朴小仓拖着行李箱出了市高铁站。我来啦，幼楚姐姐，现在正在前往你的住址哦。好，我还有半个小时下班，等我。外面的房门被人大力的推开，朴小仓刚打开沈幼楚的卧室门，准备走出来，迎面就感觉一个柔软的身影撞进了自己的怀里。仓仓，你可算是来了，我太想你了。沈幼楚紧紧地抱住朴小仓，后者也很是配合地拍了拍他的背。我这不是来了吗？让我抱会，是久违的感觉。单说不说，幼楚你这身真好看。嘿，那当然，我可是行走了衣架，穿什么都好看。话说回来，明天就是我生日了，正好轮到我休息。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诺言呢？沈幼楚揽过朴小仓的腰，笑眯眯地说道：你想什么时候？今天好不好？我忍了很久了。好，就现在吧。在朴小仓愣神之际，沈幼楚直接堵住了朴小仓的鼻，不让他有一丝的拒绝的余地。还不待朴小仓有所反应，沈幼楚直接将他推倒在了床上，嘿嘿一笑，扑了上去。朴小仓全程闭着眼，不敢看沈幼楚的眼神。许久过后，沈幼楚俯视着底下满脸羞红的朴小仓，长呼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道：想不到啊，仓仓你居然穿着那个。朴小仓眼角余光瞥了一眼地上的残渣碎片，紧咬着嘴唇，不想说话。都怪系统那个坑货，发布的任务居然是服装3选1，而且一个比一个羞耻。这个已经算是最低调的了。疼疼，不好意思啊，仓仓，我有些太过了，毕竟忍得太久。嘿嘿。朴小仓别过头，内心则是在疯狂呼唤着系统。我完成任务了吧？奖励呢？任务失败。为什么呀？任务期间不得破坏任务道具，鉴于宿主是初次违规，取消惩罚。破坏任务道具。朴小仓看了一眼地上，刚刚幼楚有点疯，好像是直接扯下来的，这也算？那岂不是没法翻身了？波碎灰。一想到任务失败，从此错失咸鱼翻身的大好机会，朴小仓就一阵心痛。看着朴小仓一直微皱着眉，咬着嘴唇，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沈幼楚以为是自己刚刚太粗鲁，导致他还在生自己的气，趴在朴小仓身上，双手扶正他的脸，让朴小仓看着自己的眼睛。仓仓，对不起嘛，理理我呀。我又没怪你，只是觉得第一次就这么没了，好突然。嘿，反正都是迟早的事情，要么今天，要么明天，你说对吧？老婆，一声甜甜的老婆喊得朴小仓心间直颤，小心脏不争气的扑通扑通狂跳。谁是你老婆了？别乱喊好不好？朴小
小仓红着脸白了他一眼，只是语气里的一丝犹豫，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当然是你了，你不是还有谁是？要不我再去我聊天列表找一个？不行，你敢？嘿嘿，那就乖乖听话，做我老婆吧。那我喊你什么？老公啊，这还用问吗？笨蛋！凭啥？就凭这个家，我拳头硬，你有意见吗？这不公平！少废话，叫声老公听听。我不要。哼，不要，给你2个选择，要么喊老公，要么……沈右楚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朴小仓，露出一抹坏笑，这表情跟刚刚的表情一模一样，看得朴小仓双腿忍不住夹紧。老公，咬了咬牙，朴小仓决定还是屈服吧，毕竟人在屋檐下。真乖，我先给你煮点面，正餐晚一点再吃。都行啊，你做的我都喜欢。这话我爱听。沈右楚回过头笑着看了他一眼，让我尝尝，这么好听的话要多甜的嘴才能说出来。不等朴小仓否定，沈右楚就吻了上来，直到锅里咕咕冒起气泡，他才松开，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地说道：“不错不错，很甜。你这也太过分了吧！我怎么了？亲自己老婆还不行了？强词夺理，你非要这么认为呢？我也没办法。那你就当我是强词夺理好了。反正嘛，以后我会经常这样的，这叫死不悔改，变本加厉。那你来吧，到时候看谁欺负谁。好呀好呀。吃完饭又休息了好一会，沈右楚牵着朴小仓的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高楼。怎么样，仓仓？那边那栋楼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了。很好哎，我得抱紧富婆大腿，以后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小挂件。那你来吧，我的大腿只能你一个人抱。沈右楚开心极了，来这也有一阵子了，每天都是做不完的工作。下了班回到家，空空荡荡的房子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住，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休息时间看到公司里的前台小姐姐跟对象在电话里你我侬时，他才反应过来，究竟少了什么。上班的时候很累吧？累是挺累的，不过一想到某只小懒猪马上要来看我了，我就又满血复活了呢。沈右楚轻轻摇了摇头，看着朴小仓的眼睛里满是温柔。以后我会经常来找你的，多陪陪你。好，我就希望仓仓可以多黏着我，嘿嘿，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你这是什么奇怪的比喻？仓仓，沈右楚轻轻摇晃着朴小仓的手腕，语气一改常态，变得奶里奶气。说好了的，晚上不准碰我，别跟我来这套。朴小仓扯开沈右楚的手，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哎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学会变通。再说了，你昨天不是还挺喜欢的吗？听到这里，朴小仓老脸一红。你胡说什么呢？我才不喜欢。喜不喜欢再试试不就知道了。可以啊，你来吧，等我订的明天的车票钱买好了，随便你怎么折腾。不行，好了好了，我今晚不碰你，这才对吧？没过多久，朴小仓就察觉到身旁传来一阵均匀的呼吸声，回头一看，沈右楚居然趴在他身边睡着了。辛苦你了，右楚，再过1年我就能抽出时间去实习，到时候就可以天天陪着你了。晚安，做个好梦哦。一个昵称叫雨林的陌生人加他好友，而且还是通过手机号添加的。虽然很疑惑，但朴小仓还是点了头的。看到对面一下子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朴小仓有些惊讶，按捺住心里的疑惑，连忙回复：“你是哪位？堂姐，我什么时候有这亲戚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记得大舅跟二姨他们2家好像都在国外来着。大舅跟舅妈没有孩子，二姨她好像是有个女儿来着，不过从来没联系过呀。怎么今天加我好友了？”朴小仓自言自语着，一时间给忘了回复了。国外，严雨林躺在床上，顶着绵绵不绝向他袭来的困意，看着另一头始终没有什么反应的朴小仓，有些着急。听着手机里的信息提示，朴小仓总算是回过了神。两人又聊了一会后，严雨林实在是顶不住了，直接说了句晚安就撤了。岩木集团，那不是小萝莉她哥哥工作的地方吗？居然会这么巧，二姨父居然是小萝莉她叔叔，这未免有些过于那啥了吧？算了，来就来吧，正好见见这个20年没见过面的姐姐长什么样。我给你送任务来了，我保证这次绝对没有任何的坑，而且还很容易完成，完成就送5点属性点哦。什么任务？穿上本系统为你量身打造的衣服。朴小仓冷笑一声，懒得理会这个坑他的系统。都说了1点坑都没有了，这次哪怕是衣服损毁也算你任务完成。你确定？他觉得系统不可能会这么好心，坑他多少次了？我确定。那行吧，衣服在哪？在你行李箱夹层里。
我知道了。当朴小仓翻开行李箱，映入眼帘的衣服着实是让他大跌眼镜。系统，滚出来！咋了嘛？都是我这个年纪应该穿的吗？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衣服，只不过是一件平平无奇的衣服而已，而且这还是很保守的呢。话是这么说，我要是穿了这个，又处不得现场吃了我，关我什么事？你已经接任务了，失败是要接受惩罚的，你好自为之吧。看着旁边晾衣架上坑货系统给他的衣服，不知道是因为刚洗完澡的缘故，还是有些害羞，朴小仓的脸颊逐渐攀爬上一丝绯红。可恶的系统，一天天的净出些稀奇古怪的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潜水去别出来呢。算了，不穿也得穿。没过多久，躺在床上刷着手机的沈右楚就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开门声。你今天怎么洗澡洗得这么慢？此时的朴小仓两只手有些拘束地握在一块，低垂着头，不敢看沈右楚，一头乌黑的秀发披散在肩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展示着她的可爱与纯真，黑白相间的服饰在她的陪衬下仿佛增添了几分灵性，一双修长的美腿完全暴露在空气中。你这是哪买的衣服？沈右楚喉咙动了动，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翻江倒海。就上午出去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就买了。你不喜欢吗？这副娇艳欲滴的模样，好像沈右楚说不喜欢，他就会哭出来似的。喜欢，很喜欢，这衣服很漂亮。让我仔细瞧瞧。沈右楚近距离打量着朴小仓，心里满是激动与兴奋。苍苍上午说的话，果然是在暗示我，这惊喜准备的也太好了吧？右楚，你觉得怎么样？漂亮到没话说，你喜欢就好。朴小仓笑了笑，笑容甜美，看得沈右楚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属性点已发放，请及时使用哦。还不等朴小仓使用这5个属性，他就被沈右楚扑倒了。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大早，朴小仓就醒了，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腰，哭笑不得地看着房间，尤其是地上的衣服，回想着昨晚沈右楚的所作所为，脸颊不自觉又开始泛红。呀，小可爱醒了呢？醒了。你要去上班了吗？对呢，早上有个会，我得早点过去。你在家好好休息，饭也不用做了，只要乖乖等我回来就行。好。沈右楚刚走没多久，朴小仓就收到了严雨林的消息。Hello， 小仓，我明天下午大概2点就到你那边了，记得来接你漂亮的堂姐。看着手机上严雨林的消息，朴小仓忍不住笑了笑。这个堂姐她算是简单的猜到了是什么性格，妥妥的自来熟，很是热情。好，明天我准时去机场接你。啥玩意儿？你明天就要回去？我堂姐要过来了，我得去接她。关于严雨林，沈右楚也早就听朴小仓说过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我还没开心几天，老婆就又要离我而去了，而且还是去找别的女人。我说右楚，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戏精啊？什么叫我去找别的女人？那是我堂姐。再说了，就算我明天不走，过2天还是得回去，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舍不得你嘛。沈右楚咬着嘴唇，有些委屈地看着朴小仓，眸子里满是依恋。乖啦，我每周周末过来陪你好不好？朴小仓抱住沈右楚，亲了一口他的脸饭，笑着说道：“这边也要。”沈右楚指了指自己另一边的脸，鼓起腮帮子，语气软糯。好好好，这点小要求朴小仓还是会满足他的。睡觉吧。沈右楚还是一如往常的抱着朴小仓，只不过今晚似乎抱得更紧了。小仓，我下飞机了，马上到出站口，你在哪儿呢？我就在出站口等着呢。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先挂了哈，这边太吵了。好。疑惑地挂断了电话，严雨林皱起眉头。外公不是说小仓是男孩子吗？怎么声音跟女孩子一样？而且这声音好好听。算了，不想这么多了，见到真人就知道了。严雨林正准备给朴小仓打个电话，就看到一个女孩朝着自己走来，眨了眨眼，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你是堂姐吧？你就是小仓。眼前的女孩比她在国外见过的女孩要漂亮多了，特别是她的气质，给人一种对方很是柔弱的感觉，让人情不自禁就心生怜爱。是我，堂姐，欢迎你回国。好。这一路上，严雨林的脑袋都嗡嗡的，他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外公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竟然把这么漂亮的外孙女继承外孙。来到严雨林早就订好的酒店，朴小仓正准备帮忙一块收拾，就被严雨林拦住了。小仓，你先坐着，
姐姐问你点事。外公跟我说，你可是男孩子啊，可是你现在……外公年纪那么大，而且我小时候就是被当成男孩子养的，那会短发也看不出什么。估计外公记混了，毕竟他都快80岁了，这种比较玄乎的事情还是没必要跟他说了，毕竟解释起来又麻烦。这样啊，说的也是。外公刚被接到国外那一晚，我有事很晚回家，他跟我妈说，雨林那臭小子在哪鬼混呢？这么晚不回家，以后娶了媳妇怎么照顾家庭？说的我妈都尴尬死了。晚上，严雨林目送着朴小仓离去，回到了房间，躺在了床上。回国的感觉真不错，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要是小仓能在国外陪我玩到大就好了，我也就不会这么无聊了。这么可爱的妹妹可不能被那些臭男人抢走，我还没体验到当姐姐的快乐呢，我得看几夜才行。小仓晚上7点记得过来啊，还是老地方，就是1年前你失恋大会我们哥几个安慰你的那家烧烤店。胖子，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哈哈哈。就是你这不是在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小仓别听胖子胡扯，这家伙不会说话，晚上这顿我让他请了。啥玩意？同意胖子请客的扣一。看着此事情还是一如既往的闹腾，朴小仓微微一笑，就是不知道这3个好大儿要是知道寝室另一个的人居然变成了漂亮的小姐姐，会作何感想呢？很快就来到了约定好的时间。怎么小仓还不来？都超时5分钟了。估计是有点事情吧，既然他答应我们了，那就肯定会过来的。再说了，他不是住在校外的吗？说不定有点远呢。说的也是，快看，进来个美女 A。苏震戴着眼镜，得到了视力加持，一眼就看到推门而入的朴小仓，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来。还真是耶，这侧颜绝了。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眼熟呢？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人家朝我们这来了 A。带着朴小仓走到跟前，坐在了王华旁边的空位上。3人愣是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愣着干啥？点菜没？美女，你是谁呀？你是小仓。眼睛反应挺快啊。得到证实，这回3人算是彻底傻眼了。他们是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朴小仓现在居然是这个样子。小仓，你真是呢，说起来很复杂。晚一点我会把事情发在群里。现在你们只要知道我是女孩子就对了。好吧，都是年轻人。王华3人过了一开始的震惊之后，也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只不过昔日的好大儿变成了漂亮的小姐姐。多多少少还是令他们有些拘束。等到菜上齐之后，朴小仓正欲拿起一罐啤酒，就被王华给制止了。你现在还是别喝酒了，喝饮料吧。啊，一罐而已，没什么的，不喝不够意思呀。你得清楚你现在的身份，女孩子还是别喝酒了。瘦子，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嗨，我这只是关心我的儿子。哈哈哈，得了吧，瘦子，你看你的脸，居然还红了，笑死我了。去，你少在旁边幸灾乐祸。行，我就不喝了，我去拿瓶饮料。瘦子，你刚刚的样子太好笑了，可惜我光顾着笑，早知道应该把这一幕拍下来的。得了吧你，换你也好不到哪去。不过小仓这是经历了啥？想不通啊。是啊，想不到我作为3个儿子的父亲，有朝一日居然还能有一个女儿。滚蛋，胡说什么呢你？哎，小仓快松手，疼啊！我可是你长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小仓别撒手，我拍个照。胖子，你敢？小仓快松手，我错了。虽然朴小仓的力度不是很大，他很容易就可以征服，但王华并没有那么做，而是连忙求饶。这么晚了，小仓你住哪？我们送你回去啊。没事，不用那么麻烦，挺近的，几步路的事。几步路你怎么还知道？难怪瘦子你找不到对象，约女孩子出来，人家稍微迟到一会你就忍不了了啊。这行了，谢谢你们好意，不用你们送的，你们先回去吧。那好吧，你一个人小心点。朴小仓注视着3个好大儿远去，轻轻叹了口气。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住在那个熟悉的寝室，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轨迹会是什么样的呢？晃了晃头，不再多想，往家的方向走去。毕竟这世上哪来的那么多如果？当朴小仓第2天抱着课本来到教室时，就感觉有不少视线在看着自己，没有过多理会，低着头径直走向自己的老位置。我怎么感觉朴小仓变得更好看了？虽然还是可以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好像确实是更漂亮了。我觉得她跟沈右楚差不多了。刘万峰身边的几个男生叽叽喳喳的小声议论，看向不远处朴小仓的视线里满是惊艳，就连刘万峰也是这么觉得。看着朴小仓低头翻看着课本的平静模样，刘万峰的心怦直跳，但同时又有些五味杂陈。毕竟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让眼前的女孩多看自己一眼。
更别提动心了。朴小仓，我发现你过了个暑假回来变好看不少哎。前桌的女孩转过头看向朴小仓，两眼冒着小星星。没有吧？你也要？跟你对象处的怎么样啦？你这么漂亮，他肯定很宠你的吧？还好啦，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朴小仓微微一笑，被面前的女孩这么一说，倒是勾起了他跟沈幼楚之前的一些美好回忆，嘴角不自觉上扬。哈哈，你看你嘴角都快翘上天了，开学第一天就能吃到狗粮，太可恶了。哪有？不是吧？你害羞了？去，导员来了，快坐好。点的本系统来啦，宿主有没有想我呢？走在小路上，系统又一次出现了，依旧是那个熟悉的憨批声。并没有。你这话太伤人了吧？你又不是人。行了，找我干嘛？现在发布第10个任务，恶搞渣男，可以以各种方式让其觉得自己被戏耍，奖励10点属性点。听完系统的任务描述，朴小仓有一种即将掉入坑里的感觉。你这次奖励属性点，我加了身体素质，也没见我有多厉害啊。还有，你这恶搞渣男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起来很闲吗？宿主，你这说的哪里话？我保证，有了这最后10点属性点，你的身体素质直接就拉满了，到时候闲杂人等都进不了你的身。还有，接了任务我们还能好好相处，不接的话，行，我接受还不行吗？可是你让我去哪找渣男？你这是为难我胖虎啊！你的左前方不远处那个不就是吗？朴小仓抬起头，顺着系统提示的方向看去，果然是看见一个衣着光鲜、一身名牌打扮的男生站在那边。那个是季博，似乎是察觉到有人在看着自己，季博下意识看了过去。当他注意到是朴小仓在看自己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整理了一下着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了朴小仓。我去，这家伙还真是冲着我来的。我跟他很熟吗？他不是喜欢幼楚的吗？学妹，我等你很久了。这语气听得朴小仓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但为了任务奖励，还是咬咬牙决定出卖自己。是吗？我记得季学长是财大的吧？来我们这做什么呢？我来找你的，就想跟你认识认识，问问你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说完还上下打量着朴小仓，这眼神看得后者无语极了。晚上啊？可以啊，具体几点呀？不过先说好，不能太晚的，不然我可能就回不去了呢。这娇艳欲滴的模样，看得季博直呼受不了。那就晚上8点行吗？我在哥布林餐厅等你，我们加个微信吧，这样也方便联系。可以啊。朴小仓扫了扫季博亮出来的2维码，只不过用的是平时不怎么登录的小号。来，学妹拿着这个，我特意给你买的限量香水。那就谢谢学长了。朴小仓甜甜一笑，很是开心的接过季博递来的礼品袋，心里却对他很是不悦。那我晚上就在那边等学妹过来。好呀，那我先回去了。学长晚上可不要放我鸽子呢。怎么会？我感觉我刚刚那样子真恶心，有种绿茶的感觉。不用你感觉，你就是。切，我这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迫于无奈，都怪你。行，都怪我。先去干饭，下午好好休息，晚上再去会会这个季博。不好意思啊，学长，让你久等了吧？没事，我也刚来不久，哈哈。那真是谢谢学长了。不客气。虽然不及沈幼楚的规模，但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学妹想吃点什么，随便点。我吃什么都可以的。对了，学长就不要叫我学妹了，太生疏了。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学长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苍苍的。我受不了了，好肉麻啊！系统，你一定要让我这么说吗？嘿嘿，我可没说要让你一定这么说。我给你的绿茶手册只是推荐你这么说而已。你哪来的这种东西？我可是系统，什么东西没有？666。行，那我就听你的，苍苍。那你对我的称呼是不是也该换一下呢？季博哥哥。哈哈，苍苍，你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服务员，要一份这个。好的，请稍等。服务员看了一眼季博对面的朴小仓，眼里闪过一丝同情。又是一个被富二代哄骗的小女生，只可惜这个比别的漂亮多了。你好，你们的餐来了。队长，你尝尝我的好不好吃？很好吃，你也先吃吧。好的。今晚谢谢季博哥哥了，苍苍很开心的。哈哈，应该的，我送你回去吧。好啊，就送到这吧。季哥哥再见。还好我早就知道他俩住一起，现在沈幼楚去 A 市了，这间房子就剩他一个人了，这大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啊。这么晚了，要不我还是把你送到家门口吧，我也不太放心你。没事的啦，今晚还是季博哥哥请我吃饭呢。
我哪好意思再麻烦你呢？不行不行，不能破坏形象。那好吧，你路上小心点。基博哥哥再见。宿主，你很有做绿茶的潜力，要不要考虑以后多接一下这种任务？滚蛋，恶心死我了！那家伙还以为我不知道，偷偷看我秋秋多少次了，怪不得幼楚这么讨厌他，我算是知道原因了。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当然是吊着他了。我可是为了替被他迫害过的女孩子报仇，我准备欲擒故纵，先给他点甜枣，然后再冷落几天，如此往复，等到时机成熟，就去他们学校曝光他，揭穿他。这回有女朋友了还来惹我，不给点教训可说不过去。接下来的几天，朴小仓算是吊足了鸡博的胃口，对于他发来的消息，基本都选择无视。毕竟谁有事没事去看没几个好友的小号？老婆，你这周一个人在电大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呀？怎么突然这么问？我就是单纯的好奇，毕竟这算是我第一次这么久没有陪你在电大，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不开眼的憨批来招惹你。而且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陪着你，万一你被他们的花言巧语骗走了，我岂不是亏大发了？你要说没有的话呢，还真有。鸡博那王八蛋居然趁我不在来招惹你，真不要脸！这种人最恶心了。不过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竟然还有当小绿茶的天赋？你是不是背着我还偷偷干过别的？天地良心啊，什么干过别的？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想教训教训他，没有别的意思啊。嘿，那么紧张干嘛？我又不会怪你。你居然不生气？一开始我是有些生气的，但那也是因为他来招惹你，所以我不高兴。但是呢，我是没想到你居然还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这倒让我挺意外的。不过你自己小心点，可别被人家的糖衣炮弹唬到了。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保证不让他碰我一下。不过幼楚，你真的不生气了？怎么可能不生气？你去做这种事，我就算再怎么大方，也不可能当它没发生吧？除非什么？你晚上让我开心了，我就不生气了哟。你不是说晚上休息的吗？嘿，我改主意了。不好意思啊，鸡博哥哥，我又来晚了。明明是我主动约你的，结果我又迟到。没事没事，我也就刚到，别自责了。先坐先坐。那就谢谢鸡博哥哥了，你人真好。看你这话说的，既然是我请客，那菜就由鸡博哥哥点吧。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怎么了，苍苍？我想跟鸡博哥哥合张影，可以吗？当然可以了。那用鸡博哥哥的手机可以吗？可以可以。那个，能不能让我 P 一下图，我加点小数？当然可以了，苍苍说的我都同意。朴小仓拿起手机，有模有样的加上了一些足以遮挡自己的脸的小装饰，点击保存后，点开鸡博的绿泡泡，快速的发了条朋友圈。鸡博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继续跟朴小仓有说有笑着。等菜上齐后没多久，朴小仓就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一个一脸怒意往他们这边走的女孩。鸡博哥哥，我去趟洗手间。卫生间并不远，光是站在洗手台前，朴小仓就听到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估计是吵了起来。嘿嘿，你在和谁吃饭？和隔壁老王。那我问你，照片上的是谁？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啊，我不好看吗？嘿嘿，快跑快跑！系统，我要把这5点属性点全部加到体质上去。有了这些属性点，自己以后就可以翻身了。想想就刺激。不行，凭什么不行？因为宿主，你老是把属性点加到同一地方，数值不均衡是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的。就好比大脑发育不全，小脑完全不发育。听着系统的比喻，朴小仓也明白了他所说的道理，无非就是劝他不要老是执迷于体质这一项，要多把属性点用在别的地方。那好吧，那我能加到哪里去啊？其实我觉得吧，宿主你有点小，可以考虑考虑那里。系统你丫的，我哪里小了？我这是刚刚好，你懂不懂啊？太大了不方便。朴小仓自顾自吐槽着，双臂抱胸，悄咪咪低头看了一眼，看着眼前挤压出来的弧度，眨了眨眼。好像是有点小，至少跟幼楚的完全没法比。嘿嘿，心动了吗？心动不如行动哦。事先声明，这不是我主动要加的，我只是被迫的，是你不让我加体质的。那就3点给那里，2点给腿吧。好嘞，接下来发布第11个任务，你扮男装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任务唯一条件，不得被高中男同学发现你现在是女生。
一切道具由本系统独家提供，任务成功奖励智力属性点加5。怎么现在加智力了？我这么聪明，加不了多少智力就封顶了吧？加智力当然是因为你蠢，不然怎么把你打造成女神？我特亮，你故意找茬是不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打我噻！嘿，我就喜欢宿主你看不惯我，但又打不着我的样子。嘿嘿嘿。狗系统，那我的头发怎么搞？我可以给你变短，不过有时间限制，12小时内就会变回来。你想用了就在心里默念即可。这么亮，那我以后岂不是可以？就这一次机会，要不是因为你的任务特殊性，你觉得平时我会让你用这个？好吧，一次也行啊。好久没有体验到做男孩子的感受了，真是怀念呀。系统快出来，快让我变身！想得美，还给你变身。说错了，给我变头发。宿主请蹲好，5秒之后给你变，注意12小时后会自动变回长发。如果想提前变回，心中默念我要变回去即可。蹲好，什么意思？没什么，我怕你掉坑里。要了个咪。 5秒钟后，朴小仓感觉头上一凉，用手摸了摸脑后，出门时扎的高马尾此刻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男生款发型。掏出手机，朴小仓打开自拍模式，果然是看到自己的长发不见了，换上了久违的短发。说实在的，都不知道多少年没留短发了呢。等等，狗系统，你怎么不变我的声音？我有说过给你变声音吗？那我怎么办？连办，告辞。算了，还好之前学过一点发声的知识，压低一点问题不大。反正2、3年没见了，大不了就说自己嗓子不舒服就好了，也不会有人怀疑。等我呢。那个兄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怎么可能？我是朴小仓啊，你认不出我啦？快点！啥玩意？你是小仓？你这变化太大了吧？感觉就是换了个人一样，我差点没认出来。这有什么？毕竟我们这个年纪正是成长的时候，变化大一点也正常。你没见班长的朋友圈吗？他的变化才叫大好吧？行，不管那么多了，2年多没见了，你还是这么矮，哈哈哈。屁事！朴小仓无语的白了他一眼，看向朱雀山庄里面。其他人呢？到了吗？差不多了吧，能来的我都喊了，你是最后一个，我带你进去。我是最后一个，他们来这么早，不是7点吗？现在才6点45啊！说是这么说，这可是同学聚会，来早一点不就可以早点见到同学了吗？你以为他们都像你啊，卡着点来？哈哈，说的也是。当冯宽磊的手放在自己肩头时，朴小仓的身体忍不住紧绷了一下，强行忍住拍开他的手的冲动，不然的话，真那么做，指定要被怀疑了。宽磊，你身边的这位是？这位可是朴小仓，变化够大吧？是朴小仓啊，我刚刚还以为是女孩子呢，不好意思。变化好大啊，论变化也就只有班长才能美了吧？你找死是不是？我好怕哦，求班长大人不要打我。切，你们懂什么？这叫女大18变，越变越美丽。童熙哼了一声，不再理会这帮爱开玩笑的臭男生，转过头看向朴小仓。朴小仓也感觉到童熙在注视着自己，回过头对上他的视线微微一笑。班长，好久不见呀！是好久不见了呢。没想到朴小仓，你现在变化这么大。你们都这么说，省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事实嘛，高中那会我就劝你留短发，一个男生留长发多不方便。你看你现在整个人清清爽爽的，多好。确实，我现在还是觉得短发好，比长发方便多了。宿主，请不要一语双关，内涵本系统，否则本系统心情不好了，小心我让你当场现原形。我错了。苍苍，喊这么亲密，朴小仓，这是你女朋友啊？好漂亮啊！这怕是校花级别的女神吧？你小子走什么运了？这是你对象？是啊。沈右楚没有在意周围人的视线，径直来到朴小仓面前，瞥了一眼放在他肩膀上的冯宽磊的手，看向朴小仓，眼神微微闪烁，但面上却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林苍，聚会结束了，陪我逛街去呗。好啊，这回算是BBQ了。这短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右楚解释，他会不会怀疑我？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走了哈。小仓，你陪你对象吧。说说吧，什么情况？其实吧，我可以解释的。这是我弄的假发，我就是想逗我那些同学玩。你看，我一摘，头发就恢复原样了。狗系统，快配合我，不然我小命不保啦！行。我说的是这个吗？我问你，那个男的把手搭你肩膀上，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啊，其实
高中那会儿，我跟他关系不错，就是很合得来，毕竟友谊嘛，他不分男女，对吧？关系不错，合得来，那你怎么不找他做男朋友？我，行了行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当然是去你家，然后叔叔阿姨告诉我的喽。这样啊，我说你能不能别老看着我笑啊？你这样我很慌。别害怕嘛，我又不会吃了你。太久没看到你了，太想你了嘛，心里就特别高兴。再说了，我对你笑不好吗？我笑起来不好看。好看，就是有点瘆得慌。滚蛋！你不上去吗？被沈右楚开车送到小区门口，看着他并没有想下车的意思。我就不去了吧，我觉得我还是明天上午去比较好，这样我也能多点时间准备，心里也好有点底。我看你是紧张害怕了吧？害怕谈不上，但确实是有点紧张。没事的，我爸妈很好说话的，明天我们说清楚，他们肯定不会说什么的。你先上去吧，我想看着你回去，等你到家了，我再回酒店。好，爱你哦。我说小仓，你不会在忽悠我跟你爸呢吧？都快11点了，人怎么还没来？你不是说10点就到吗？好，他说快到了，在准备礼物呢。买礼物？我不是让你跟人家说别买了吗？怎么还去了？我劝不住啊。他非要去，我有什么办法吗？算了，你赶紧去洗漱，这妆太贱了，不让人家笑话嘛。知道了，就会天天嫌弃我这嫌弃我那的。你嘀咕什么呢？没有，我现在就去。你来了，快进来。人来了。夏静山从客厅里走了出来，看着走进门的沈右楚，脸上的笑容顿时就住了。看着沈右楚手里的礼品袋，他好像明白了什么。阿姨好，叔叔好，我就是苍苍说的那个人。得到沈右楚的肯定答，朴宰范和夏静山都沉默了，两人面面相觑，目光在朴小仓和沈右楚两人之间来回扫视，似是有些不确定。先坐，妈妈，这件事我们会跟你们说清楚的。夏静山看着两人挨得这么近，瞪了一眼正欲出声的朴宰范。好了，说吧，你们两人这是什么情况？我来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朴小仓简单说明了他和沈右楚之间的事情，以及他们俩现在的关系。当然100%省略了他3番5次被沈右楚推倒的事情。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不管爸妈你们两个人怎么想，我跟右楚现在就是这样的关系。叔叔阿姨，请你们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敢以这种身份过来见你们，就代表着我跟苍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两个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虽然人生经历没有您二位那么丰富，但至少现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请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苍苍的。气氛一时之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干嘛？你们俩倒是说句话呀！你急什么？这种事不得让我们好好消化一下。要说震惊吧，也不是很震惊，毕竟这种事情哪有当初还是儿子的朴小仓回家时突然变成女儿来的让人震撼，而且那回夏静山就隐隐有种感觉，朴小仓应该是不会在找对象这件事上让自己省心的。如果朴小仓还是男生的话，沈右楚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他还是很高兴的。可现在，我觉得吧，这件事我跟你爸还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能这么快给你们答复。要多久啊？你们不会最后考虑半天，然后不同意吧？右楚，把头抬起来，跟阿姨去房间。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啊？右楚啊，阿姨问你，你对小仓是真的喜欢吗？当然是真的了。你别激动呀，阿姨又不是不相信你，你不介意小仓以前的事情？我不介意，以前的苍苍是什么样的，我并不在乎，因为那会儿我还不认识他。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会在意他的一举一动，会把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一心一意只对他好。阿姨，请你相信我，好吗？你的心意我也感受到了，理论上来说我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你父母呢？他们会同意吗？我会说服他们的。小仓，你跟右楚这孩子是认真的？当然了，爸，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吗？老爸，你说妈会同意吗？你怎么不问问我同不同意？家里谁做主，我还是分得清的。老妈同意了，不就代表你同意了吗？嗨，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对。正当两人闲聊的时候，房门开了，沈右楚率先走了出来。朴小仓看到他的表情，顿时就松了口气。苍苍，行了，这件事就这样吧。右楚，记得你刚刚说过的话，走，做饭去，让他们两个年轻人说说话。老婆，你怎么不问问我同不同意呀？这个家我说了算，我看好右楚，那就是他了，你管得着吗？洗你的菜去。右楚什么情况？你刚刚说了什么？当然是抱你回家了。你能不能正经一点？不能。想知道的话，你就问阿姨去。你
哼，好家伙，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感情是跟小萝莉玩到一块了，真是无情。呵呵，唉，这么巧啊！小仓姐姐，你老早就跟在我们后边的嘛？怎么会？我只是碰巧路过。吴静怡很明显不相信。哎呀，纠结这个干什么？正好小仓姐姐来了，就不用给她打电话了。严梦瑶在一旁打着圆场，笑哈哈的说道，上前2步，给朴小仓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好久没见到小仓姐姐了，抱一个先。对呀，小萝莉，这么有爱了吗？我差点被感动到。抱你还不乐意了是吧？打死你！哈哈哈哈，哪有，我很开心的。朴小仓笑了笑，突然他感受到一阵寒意，这才发现吴静怡撅着嘴，一脸幽怨的看着他。朴小仓还以为吴静怡是觉得自己没有跟他打招呼而生气。静怡，最近过得咋样？都怎么样？对了，小仓姐姐，下午你有空吗？跟我们一块去电玩城玩玩呗。对呀，你不想去吗？可以啊，正好我一个人也无聊。那我们先回寝室喽，下午1点见啦，小仓姐姐拜拜。好，拜拜。叮咚，恭喜宿主触发第12个任务，帮助吴静怡完成她的目标，任务奖励神秘礼包1份。是任务什么鬼？帮静怡完成她的目标？什么目标？你晚点就会知道了。神秘礼包，不会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不会，保证是宿主用得到的哦。好吧。等等，你上次给我的智力点还没加呢吧？快给我。好奇怪的任务呀！去电玩城除了玩还能做什么？要帮静怡完成她的目标？什么目标？多抓几个娃娃？静怡好像确实是挺喜欢布娃娃的，但系统会这么好心发布这么简单的任务？喂！别把我想的这么坏好不好？我哪里没安好心了？小心我告你诽谤！是吗？你看看你之前发的都是些什么憨皮任务，哪一个不是在坑我？你要是把静怡的目标告诉我，我就夸你2句，怎么样？切，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套路我吗？我可以给你一点小提示，是关于那个小萝莉的，关于梦瑶的。静怡该不会是……一听到系统的提示，朴小仓心里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很有可能还真的是如他所猜测的那样。可以夸我2句了吧？滚远点！你敢骗我？你知道后果吗？我错了，系统你最棒了，真厉害！这就没了？没了？刚刚不是2句吗？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朴小仓无视了系统的自言自语，拐了一个弯后，终于是看到了站在门口等着他的吴静怡和严梦瑶。嘿，小仓姐姐你来了。严梦瑶倒是挺热情的，一见到朴小仓过来了就打着招呼。吴静怡看了他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走吧，快进去吧，外面好热。好。朴小仓走在2人身后，看着前面手拉手四处张望的2人，眼神微微闪烁。狗系统，静怡该不会对小萝莉有点想法吧？你猜？好吧，那就是了。真是没想到呢，静怡居然是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会儿可要找个机会问问清楚。静怡，我们先玩什么呀？我都行啊，瑶瑶，你想玩什么都可以，反正我会陪着你的。你先去玩，我给你买瓶水吧。小仓姐姐，你要来一块玩吗？你先去吧，我跟静怡去买点东西。静怡，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吴静怡还在心里组织语言呢，结果就听到朴小仓主动问话。我看你对小萝莉挺上心的嘛，是不是？好吧，我承认，是的，就跟你想的那样。我跟瑶瑶的关系就像你跟幼雏姐姐一样。这样啊？等会儿关系一样？对啊，怎么了吗？没什么。狗系统，你耍我玩？什么叫耍你玩？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我有明确跟你说过，目标是什么？是你一开始就在那里瞎猜，我看你猜的还挺接近正确答案，就配合你一下而已。所以说，目标到底是什么？你问当事人啊，问我干嘛？你发布的任务啊，你会不知道？放心吧，等会儿他就会问你的。静怡到底想做什么呢？离严梦瑶还有20-30米距离的时候，吴静怡停下了脚步，看向一旁的朴小仓，咬着嘴唇，欲言又止。静怡，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你跟幼雏姐姐发展到哪一步了？就那样呗。没有。你想干嘛？虽然我跟瑶瑶现在关系比以前更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有种拘束感。我们现在也就拉拉手罢了，我想更进一步。小仓姐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教教我呗。好吧，谢谢小仓姐姐啦。吴静怡说着，拿起饮料就跑向了严梦瑶。朴小仓看着有说有笑的2人，轻轻摇了摇头。这任务有点艰巨啊。小仓姐姐，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我觉得吧，你得主动一点，2个人肯定要有一个得主动出击。既然小萝莉不敢，
那你就上，软的不行了，硬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吗？我怎么觉得好不靠谱的样子？这你就不懂了吧？所以说你还太年轻，多主动一下就知道了。想当初也是我主动的呢。真不要脸！我现在就回去试试。小萝莉啊，你也别怪小苍姐姐我心狠手辣，我也不想的，都怪系统给的太多了，不然我是不想迫害你的。好啦，接下来去做第13个任务，在今晚的晚会中帮助沈右楚解围，奖励高级分析技能，可通过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精准分析事件的后果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帮右楚解围，看来晚上估计会有傻憨憨来找事了，就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这奖励有点意思啊，感觉好鸡肋的样子。算了，有总比没有好，技多不压身。宿主这一次觉悟很好啊，知道本系统的良苦用心啦。并没有，我只是觉得反正都白嫖，给什么也无所谓。嘿，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给你的奖励是多么的有用啊。知道了，你最牛了。切。都说沈氏集团唯一继承人沈右楚美如画，看来不是虚传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商业天赋也是出奇的好。沈文倒是生了个好女儿，也不知道最后会便宜哪家的小子。是啊，要是我那儿子有他一半的上进心就好了。哎，身材这脸蛋极品啊，而且还有钱，谁要是可以追到手，沈氏集团不都是他的？他旁边的那个女孩也很漂亮，还是 CP 里角，真养眼。那个女孩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见过吗？切，我看他俩也就那样，搞不好都是一身的高科技呢。就是，谁知道他们这样的人背地里玩的有多花？安哥，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认识那个陌生女孩？那倒不是，你们先聊，我过去打个招呼。那个沈右楚有什么好的？凭什么让安哥这么念念不忘？就是心高气傲的，跟什么一样？姑姑，你也来了。是啊，右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来了也好，这样我也能向你爸交差了。什么嘛，我就知道你是来替我爸接受我的，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聊天吗？你要是能让你爸省点心，我也就不会过来了。你以为我喜欢这种场合吗？姑姑，你瞧你这话说的，我很让人放心的好吧？你身边的这个女孩是？差点忘了介绍了，她叫朴小苍，是我的。我明白了，怪不得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嘿嘿，姑姑，你可是除了我妈以外最疼我的人了，可得替我暂时保密哦。行啊，正好我也想看看你爸会是什么反应。说起来，我都很久没见到这个好弟弟大惊失色的样子了，一定很有趣。此时的朴小苍脑子里满是问号，这俩人说什么呢？只意外就好。你来这干嘛？右楚，别这么没礼貌，好歹人家是过来打招呼的。虽然沈文义也不是很喜欢安庆，但好歹也得给人家一点面子。没事了，沈姨，右楚这样我也理解，毕竟前段时间确实是给他造成了一点小麻烦。小麻烦？天天往我车上放花，你觉得你很幽默吗？右楚别说了，哼，感情这家伙就是前天放玫瑰花骚扰右楚的男人啊！原来长这样，挺帅的嘛。不过再帅，右楚也是我的，你是抢不走的。晚上的慈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右楚你喜欢什么，我可以拍给你。不需要，你留着给你的那些女人吧。不好意思了，安庆，右楚这孩子在学校跟同龄人待久了，说话直白，你别放心上。你先回去吧，代我向你父亲问个好。好，我会的。安庆看了一眼别过头懒得搭理他的沈右楚，转身离去的时候，眼角微不可察地探向另一边四处张望的朴小苍，眼神微微一沉。晚上还有拍卖会？拍卖会才是重头戏。反正这所谓的晚会都这个流程，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才不想来。行了，少说两句吧。等会儿乖乖坐好，拍卖会结束，你们就可以回家了。不过我听说晚上有些东西还是挺有趣的呢。由于原材料并不是特别昂贵，所以起拍价就定为了2万元，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现在开始起拍。地坤问两花啊！沈右楚微微皱眉，看向声音来源处，安庆身旁的一个年轻女子。此时的后者仿佛也察觉到了沈右楚的视线，但并没有回过头看他，而且挑衅似的耸了耸肩，继续跟身旁的安庆有说有笑，仿佛刚刚报价的人不是他。什么货色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姑姑来教训他。不用了，姑姑，他要买就让他买吧，我不要了。
请吧。好，2空万第1次，2空万第2次，2空万第4颗万，瞬间涨了2空万，让全场的视线都忍不住看向某处。只见朴小仓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你干嘛呢？瞎掺和什么？你别说话，看我表演。本以为可以恶心一下沈幼楚，没成想他居然也参与了进来。5空啊！ 6颗万。朴小仓紧随其后的声音直接盖过了那个女孩，最终权衡了一下利弊后，无奈的他也只能放弃。想不到你的这个小女孩出手很阔绰嘛，难道是个隐藏小富婆？我不知道啊，这家伙不应该这么有钱啊！看来人家还有很多小秘密等着你去发现呢。我先走了，路上注意安全。姑姑再见。给你的，看你那么想要。你哪来的钱？这个啊，我中了彩票，中了1等奖，5坤100万呢。少来，你平时再来一瓶都中不了的人会中彩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吧，我坦白，其实这些都是我平时攒的啦。我不是画画专业的嘛，以前大一的时候，经常会在网上接单，然后课余时间就去做家教，后来攒的越来越多，有2、3万吧，就拿去炒股了，运气好就赚了这么多。真没骗我？没有，绝对没有。那好吧，你说你浪费钱买这个，堆下好了吧？现在好不容易攒的钱都没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嘿嘿，只要是你喜欢的，花再大的代价也值得。而且我现在算是身无分文了，你可要好好的养我，不能抛弃我。说什么呢？沈幼楚嗔怪的白了他一眼，看着手里的礼盒，心里涌过一道暖流，感动极了。以后我把你往死里抽！别，正常一点就好了。我可不想要变得奇奇怪怪。啊？怎么说话的你？信不信我把你就地正法？你来呗，大不了同归于尽。你真那么做了，我就把你衣服撕了，看你敢不敢下车。好啊，你敢威胁我了是吧？略，快点回家啦，回家再说好不好？哼，敢进来的话，后果自负哦。可恶！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技能奖励已发放。温馨提示：使用次数有限制，1天只能用1次。告辞。老婆，明天就去见我爸妈了，激不激动？开不开心？别提了，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就紧张。紧张啊，这很正常。不如我们做点放松身心的事情，怎么样啊？不要啊！阿姨，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什么事情啊？其实我跟幼楚他是……接下来的几分钟，朴小仓跟苏应梦说明了一下他跟沈幼楚现在的关系，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苏应梦能够同意。当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苏应梦脸上的笑意就逐渐消失了。看着苏应梦的脸部表情变化，朴小仓心里苦笑了一声，有种不妙的感觉。本来还想用解析技能分析一下坦白后的后果，狗系统竟然说技能不能对自己使用，果然是个鸡肋技能。苍苍啊，听了你的话以后，阿姨也有很多要跟你说的。阿姨认识很多富家千金，她们都没有你漂亮。你条件这么好，我就直说吧，你跟幼楚不合适，2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呢？这是没有结果的。抛开别的不谈，对于你这个人，我很喜欢，甚至都想把你当女儿一样宠。如果你只是幼楚的好朋友、好闺蜜，那你送阿姨这么贵重的护肤品，阿姨会很开心，也会欣然接受。但如果你是以现在的身份送我这个，那这份礼物阿姨不能收，所以你们还是趁早结束吧，这样对你对幼楚都好。说到底，果然还是不可能吗？幼楚这孩子脾气倔，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一个长辈要是强行掺和进来，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跟幼楚说清楚，这样也能体面一点，对吧？我明白了，阿姨，我知道怎么做的。对不起苍苍，你是个好孩子，阿姨也不想这么做，只是这也没办法，以你的条件，肯定可以找一个各方面都很配你的人。我觉得幼楚不是这样的人。苏应梦说完就起身离开了，留下朴小仓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脸上说不出具体是什么表情，但看得出来内心并不好受。老婆，你们聊得怎么样了？没什么。好的。朴小仓重重的咳嗽了2声，以此来掩盖自己擤鼻涕的声音。你没事吧？咳得这么重？没事，可能是晚上吃多了，刚刚胃有点不舒服，喉咙辣辣的。朴小仓抿着嘴，不敢看沈幼楚，低着头捂着喉咙，强忍着心中的悸动。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好不好？我回房间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有个文件我要看一下。
乖哦。听着沈右楚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朴小仓陷入了一种混乱的思绪状态之中，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么彻底的。或许是遇到沈右楚之后，又或许是更早，是那一晚变成女孩子之后。得不到苏映梦的肯定，现在的朴小仓已经没信心了。如果你们不合适这种理由是对以前的他来说的话，朴小仓肯定会去证明自己可以配得上沈右楚。但是现在呢，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一句两个女孩子能有什么结果呢？就把所有到嘴的话给堵死了。他能说什么？这种理由让他无法反驳，也让他心里蒙上了一层阴霾。看着楼梯口，朴小仓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晚上7点10分。现在这个点，高铁站应该还有票吧？站在阳台，目视着朴小仓逐渐在视线里消失，苏映梦轻叹了一声。朴小仓，你怎么在这？你不是跟着右楚去他家了吗？回过头就看到拖着行李箱的沈文艺，此时正一脸惊讶地看着他。阿姨晚上好，我家里突然有点事，所以我买票回去一趟。这样，沈文艺点了点头，但久经商场的他还是凭直觉猜到了朴小仓在撒谎。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该不会是应梦跟这孩子说什么了吧？先不说了，阿姨，我等会儿就要检票了，拜拜。拜拜。看着朴小仓进入候车厅，沈文艺出了车站，连忙拦了一辆出租车，他得赶紧回去劝架。以沈右楚的性格，师傅快点！要是让他知道朴小仓因为苏映梦的话独自离开了，绝对要闹翻天，家不被拆掉就谢天谢地了。糟了，居然花了这么多时间，完了！要是冷落了宝贝老婆，生气了，晚上不让我亲亲抱抱，岂不是亏死了？我得赶紧看看他在干嘛。来到客厅，没看到朴小仓，倒是看到了正在低声交谈的沈文艺和苏映梦。别找了，他已经走了。走了？走去哪儿去了？回家了。啊？回家？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跟你说什么？人家家里有事就回去了。不可能，他离开的话肯定要跟我打招呼的。有什么好打招呼的？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没戏。沈右楚不可思议地看向一脸认真的苏映梦，沉默着没有说话。苏映梦的话再结合刚刚朴小仓有些反常的举动，难怪一直低着头，语气也有点怪怪的。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两个女孩子能一直走下去，我是你妈，我不会让你误入歧途。误入歧途？你管这叫误入歧途？有你这么比喻的吗？难道不是吗？你心里不清楚你们两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事别说是我了，就算是你爸他也不会同意的。行啊，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走还不行吗？你要走哪去？你爸的公司不要了是吗？以前我要什么你们都给我，可以说从小到大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要是缺了他，我以后就不再是完整的我了。我不稀罕那么多钱，大不了跟他从零开始，不依赖你们，我照样可以过得好。映梦消气，你这是何苦呢？右楚完全就是被我们宠坏了，现在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气死我了。唉，右楚跟那个女孩的事情，我前段时间就知道了，我也料到了你不会同意，但就是没料到右楚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你知道？慈善晚会那天我就知道了，右楚跟我说的，而且我看得出来，那个女孩跟右楚的关系特别好，有人恶意抬价，跟右楚抢她看上的手镯。随后，沈文艺就把拍卖晚会上的事情跟苏映梦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听到朴小仓居然毫不客气的给沈右楚拍下他心心念念的手镯，苏映梦一时之间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还是低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不应该阻拦他们两个？可是他们俩毕竟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可就算你强行拆开了，又能怎么样呢？你今天可以这么做，这么说，那以后呢？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右楚眼光有多高，做事有多认真，你应该比我清楚得多吧？以后你就算给他介绍年轻俊杰，他绝对可以挑出一堆的毛病来敷衍你，你那时候怎么办呢？苏映梦沉默了，不再说话。等阿文回来再说吧，我得好好想想。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又不接电话，胆子这么肥了是吧？不辞而别，去接电话，等我找到你，你就死定了。出了高铁站，朴小仓并不是第一时间选择打车回家，他隐隐间总觉得自己要是就这么回去了，就算夏静山和朴宰范不说什么，沈右楚也肯定会杀上门，所以直接挑了一家最近的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这是您的房卡，那边就是电梯，请慢走。谢谢。不出所料，沈右楚一直在给自己打电话，粗略估计20个是有的，只不过自己都没接，直接将手机调成了静音。系统在吗？干嘛？你觉不觉得我这样特别作啊？在这件事上居然这么胆小，
什么也不跟幼楚说，就一个人跑路了。我感觉自己现在这个模样好讨厌，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劲。幼楚妈妈只是心平气和的跟我说我们不合适，我就崩溃了，就跟个胆小鬼一样跑掉了，丝毫不顾幼楚的感受。你会不会嫌弃我，然后跟我解除绑定了？这个嘛，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心里也稍微好受一点点了。你不用说了，反正你也不会明白的。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苍苍还是没接，叔叔阿姨，我该怎么办啊？幼楚，你别着急，他肯定会回来的。就算不回，放完中秋他肯定是要回学校的，到时候自然找得到他。你别难过了，等他回来，我帮你一块教训他。太过分了，小苍居然不辞而别。就算你妈不同意你们2个人，但也不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幼楚，你放心，叔叔这回也支持你，一定要让他好好跟你道歉。幼楚，你先去休息吧，说不定小苍明天就回来了。谢谢叔叔阿姨了，这么晚还来打扰你们，是我不对，你们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没关系的。这好吧，你等会累了也早点去休息，你就直接睡小苍那个房间吧，那间房我们收拾过了。谢谢叔叔阿姨。等夏静山和朴宰范回到房间后，沈幼楚来到了朴小苍的房间，看着房间里的每一处都是那么的熟悉，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他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一丝淡淡的独属于朴小苍的气味。以往每抱着他睡觉，这股味道都能令他心神安宁，可现在……你究竟去哪了？回来好不好？我以后不欺负你了。没了你，我该怎么办？直到中秋3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临近尾声，朴小苍也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就跟失踪了一样。沈幼楚最后跟夏静山和朴宰范告别后，就开车直奔之前的出租屋。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我就不信你还能不去学校。看着他跟沈幼楚一块租的房子，一时间有些恍惚，想不到自己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正当朴小苍俯下身折叠着床上的衣服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令他心间微颤的声音：“你要去哪？你想走是吗？说话。你要去哪？你想走是吗？说话。是。你这样有意思吗？就因为我妈不同意，你就不告而别？你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把我当什么了？阿姨说的理由我无法反驳，就因为这个。沈幼楚上前一步，朴小苍下意识后退了一步，但他身后就是床，一个不小心直接倒在了床上。沈幼楚则趁势压在了他的身上，双手撑在朴小苍头的两侧。不过仔细想想，我好像确实是配不上你。我们之间的身份摆在这儿，我就是个小平民，你不一样，是沈氏集团以后的继承人，我们之间确实是不太可能的。这就是你逃跑的理由吗？你太让我失望了。沈幼楚抬起手就往下打去，朴小苍抿着嘴不言一语，闭上眼。如果被打一顿能出气的话，也值了。但出乎意料的，拳头并没有落下，而是轻飘飘地砸在了耳朵一侧。突然，朴小苍感觉有什么滴落下来，碰到了自己的头，睁开眼就看到豆大的泪珠从沈幼楚眼睛里掉下来，每一滴都狠狠地砸在朴小苍的心上。幼楚，你闭嘴！幼楚是你能叫的吗？胆小鬼！沈幼楚越说越激动，眼里的泪水止不住的掉落，最后他也不想再憋着，把头埋在朴小苍的胸口上，将这几天压抑着的情绪狠狠地发泄了出来。你知不知道你消失的这3天，我过得有多痛苦？你自己一个人跑掉是爽啊，你就没有想过我吗？我怎么办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知道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哭了多久吗？你这个王八蛋！感受着胸口上传来的湿热，比基女还不停颤抖的身体，听着她自言自语一般说出来的话，每一句都饱含着她的思念与痛楚。朴小苍眼眶微红，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这次是我的错。听到朴小苍这简单而又郑重的承诺，沈幼楚哭得更狠了，她这次是真的伤心了。好了，别哭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好丑。朴小苍用手擦拭着沈幼楚脸上的泪痕，一脸心疼地说道：都怪你，全是你的错，你不跑，我怎么可能会哭成这样？我真不是人，这次全是我不好，跟个胆小鬼一样，一点担当都没有。我检讨，你让我跪搓衣板跪键盘都行，我什么都听你的。哼，让我再抱会。你别把鼻涕蹭我衣服上啊！你再说一句试试，信不信我哭给你看？别，你怎么样都行，千万别哭，你再哭我要先疼死。活该，让你丢下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下次肯定又要来。绝对不会了，这种混账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做了。你工作怎么办？有什么打算吗？打算啊，这个还真没有啊，要不去奶茶店？嘿嘿，我想白嫖芋圆布丁。白嫖个鬼哦，肯定要自己掏钱的，而且你可是管理过一个公司的哎。
居然想去做服务行业，体验一下不好吗？试试又没关系。然我很支持你，但总感觉这个跟你不搭。沈右楚睡着之后，朴小仓打开了手机，这才发现很多条消息他都没有看过。寝室群里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前阵子王华的女朋友吴轩跟他分手了，当时他还挽留了好久，但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只得作罢。按理来说分手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她就交了个新的男朋友，而且更巧的是，这个男的正是刘洋。关于刘洋，朴小仓还是有点印象的。当初他跟柳如烟分手的时候，貌似就是他跟柳如烟好上的。只不过经过这1年的时间，朴小仓都快忘了他们2个人了，也不关心他跟柳如烟怎么样了。只是没想到的是，现在居然发生这么巧的事情。这刘洋挺会玩啊，专挑别人的对象下手，艾特我干嘛？小仓，要不你委屈一下，扮演我女朋友。主要是他们2个人最近老是在我面前晃悠，我感觉是他们俩在故意针对我。你这么漂亮，绝对能让我狠狠的出口恶气的。丁，恭喜宿主触发第14个任务，掰弯刘洋，让他体验一把什么叫社会的险恶。任务奖励体力药水1瓶，被滴就可让宿主不再那么虚，直接到天亮。任务内容十分的明确，要挖人家吴轩的墙角，把刘洋抢过来，然后狠狠再给他绝望。有了上次坑鸡婆的经验，朴小仓对于完成任务还是很有信心的。狗系统，你什么意思啊？我需要这个玩意啊？你需不需要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这是为了你好，反正你爱要不要，奖励就这个了，不要拉倒。行，我要还不行吗？要是真的像系统介绍的一样这么有用，那岂不是可以快乐一整晚了？一想到时候幼楚连连求饶的样子，就莫名的有种小兴奋，是怎么回事？行，我答应你。你要几天？太久了，我可不答应。1天就足够了。行，那就后天周一怎么样？后天假扮王华的女朋友去勾搭吴轩的男朋友刘洋，这任务怎么像系统要把我培养成绿茶呀？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被幼楚看到，不然他又要哭唧唧的了。没被发现，拿到奖励之后，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幼楚求饶了。但是如果被他发现的话，肯定要凉凉。以他现在的依恋程度，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后每天晚上的幸福生活，加油！乖乖，王华，我说你打扮的人模狗样的，该不会想去泡小仓吧？拉倒吧你，我跟小仓那可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怎么可能对他有非分之想？孩儿们，朕走了。赶紧滚！为了完成任务，今天的朴小仓可是下了血本，破天荒的穿了一套小裙子，白皙的小腿展露无遗，纤细的柳腰让人看了就有些目不转睛。若是能将其揽入怀中，那该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小仓，你什么时候才到啊？求我帮忙居然还敢催我，要不是看在任务奖励的面子上，你以为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吗？我敲你几顿饭就不错了，你急什么？离约好的时间还剩7分钟呢，我才刚下课，快了。5分钟后，朴小仓看到了站在食堂门口的王华，此时的他正低着头玩着手机，显然并没有注意到正在悄悄靠近的朴小仓。身后突如其来的惊叫，吓得王华差点没把手机扔在地上。回过头，当他看到朴小仓时，眼里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就是惊艳。太漂亮了！喂，看傻了？嗨，怎么会？我还没有堕落到打你的主意。是吗？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太对劲呢？你真的对我没想法吗？朴小仓上前一步，离王华更近了，微微抬起头，注视着他的眼睛，嘴角扬起，露出一道迷人的微笑。这模样，谁看了谁都顶不住啊！王华喉咙动了动，忍不住咽了口水。这一刻，王华承认自己的心跳加速，连忙往食堂走去。赶紧的，别浪费时间。这么角落，你确定他们2个会过来？放心好了，我有预感，他们2个肯定会过来。前几天天天都这样，总是在我面前晃悠，真不知道刘洋那傻帽脑子里在想什么。没过多久，王华就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连忙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朴小仓，后者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哟，王华，这么巧，最近经常看到你啊，是不是还对我家小轩有想法啊？刘洋就喜欢看别的男生看到他跟他们的前女友在一块的表情，不得不说，也算是一种怪癖。呵，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还是好好看着你的人吧，免得他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抢走啊。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有话好好说嘛，没必要吵架，对不对？看到朴小仓的正脸，刘洋和吴轩都被狠狠的惊艳到。前者总感觉朴小仓的脸在哪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不过他也没多想，反正这丝毫不影响他逐渐开始蠢运动的心。就是，王华，你的格局还没有你女朋友大呢。真虚伪。看刘洋这样子，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吧？拿下他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只可惜又要做自己最讨厌的绿茶了。生活不易，苍苍卖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对于某些东西看多了的刘洋来说，思想已经潜移默化的接近 NT2 了。此时此刻，自己的面前是刚追到没多久的吴轩，但他现在的心思却已经不知不觉间飘到了朴小仓身上，不止一次的偷偷打量着朴小仓，那肆无忌惮的眼神看得他很是恶心。但为了完成任务引他上钩，又只好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来，小仓，多吃点肉，你看看你那么瘦，要多长点肉。什么嘛，我只是看着瘦而已，我这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不信的话，找个时间让你看看呀。王华属实是没想到朴小仓居然会说出这种暖胃不清的话，一时没反应过来，不小心呛了一下嗓子。别动，你嘴边有汤汁。朴小仓连忙从包里抽出一张纸巾，起身弯腰帮王华擦拭着嘴角，这温柔体贴的样子看得王华是久久无法回神。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另一半也能像朴小仓一样，该多好呢！这一幕正好也落入了刘洋与吴轩眼中，后者只是咬着嘴唇，显得十分的不自在，但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是自己先对不起王华的。这个时候要是跳出来道德绑架王华，只会显得自己无知愚蠢，而刘洋可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对于本身就有 NT2 思想的他来说，看到王华的新女朋友又漂亮又温柔，内心很难不蠢蠢欲动啊。鱼儿上钩了，谢谢你呀，小仓，估计接下来那俩人就不会再来恶心我了，哈哈哈。哈，咱俩谁对谁，好兄弟嘛，帮你也是应该的。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记得你们今天还有课的吧？对，我得先回寝室了，你呢？要不要我送送你？不用了，就不麻烦你了，我得去一趟图书馆找点资料。两人走到分岔口，朴小仓朝王华挥了挥手，拜拜。拜拜。朴小仓转身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眼角余光往身后瞄了一眼，嘴角翘起，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自顾自走。一个人挑了本书，坐在比较显眼的位置，静静的等待着某人。没一会儿，朴小仓就感觉面前的光线一暗，但还是一脸疑惑的抬起头。刘洋此时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阳光笑容。你好，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感觉你跟我以前遇到过的一个人长得有点像。这家伙记忆力这么好，只是见过自己一面，时隔1年还能记住大概的轮廓，难怪能牛那么多人。感情是全都把目标记住了呀？是吗？我觉得你的搭讪技巧还有待提高哦。这样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教教我呗？我也不会教不了你，而且你不是有女朋友的吗？你一个人来找我，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她怎么可能会生气呢？再说了，你不也是找了王华当男朋友吗？我们就认识认识也没什么的，对吧？说的也是。我叫刘洋，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朴，你小仓，叫我仓仓就好。仓仓。对。对了，你跟王华在一起多久了？没多久吧，就几天时间。那他追你的时候有没有送你礼物啊？没有啊，怎么了？朴小仓已经大致猜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但还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这怎么行呢？追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点表示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追到手，居然不用买任何礼物，怎么没早点让我遇见呢？太可恶了！不过现在遇见也不迟。呵呵，我其实也没谈过恋爱的，这次跟王华在一起也事先约定过了，处一段时间看看而已。也就是说，你现在并不喜欢他？差不多吧。原来如此。刘洋此时的内心是激动的，他有预感，这次肯定可以轻松得手。同样的，朴小仓听着刘洋说出来的话，也预感这次可以轻松完成任务。第一次认识，要不要下午去一起逛逛？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新开的服装店，倒是很适合女孩子。正好你这么漂亮，帮我参谋参谋怎么样？可以啊，正好我也没事做，挺无聊的。只要下午能一起逛街，我就能找各种借口接近他了。到时候只要一对比，他肯定可以选出谁才是更适合谈恋爱的人。一想到中午朴小仓那温柔体贴的样子，刘洋就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了。殊不知，等待他的则是某人深深的套路。对了，仓仓，你要不要喝奶茶？顺着刘洋的视线，朴小仓不出意外的看到了沈右楚兼职的那家店，眼皮子跳了跳。算了吧，我现在不渴，在减肥。减肥？你身材这么好，还要减肥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瘦一点才好看嘛，对吧？也对，不过我感觉你现在就很漂亮了。你嘴巴这么甜的吗？你女朋友该不会就是被你这张嘴骗到手的吧？哈哈哈，不聊他，我们先去那家服装店吧。好。欢迎光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到你们的吗？朴小仓和刘洋一前一后走进了店，服务员是一个穿着嗨丝职业装的漂亮小姐姐。当她第一眼看到朴小仓时，顿时就被她气质给狠狠打碎。但当她看到朴小仓身后的刘洋时，顿时觉得一阵可惜。我们先自己看看。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眼力自然是有的。她也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刘洋的眼神，心里对他的理解。都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陪着了，居然还偷看别的女人，真无语。仓仓，你喜欢哪一件？我喜欢
你不是带我出来给你参谋参谋送你女朋友的衣服吗？啊哈哈，是这样没错。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你喜欢的，她肯定也喜欢。我喜欢这几件，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很适合你。那就这些吧。好的，真羡慕你女朋友能让你买这么好看的衣服给她。其实你要是喜欢的话，这些可以送你的。这怎么好意思啊？我不能要的。朴小仓抬起头，咬着嘴唇，眼眶有些湿润，闪烁着淡淡的晶莹。没关系，送给你也是可以的。谢谢，你人真好。要是你没有女朋友就好了。唉。最后一句话，朴小仓说得很轻，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的呢喃，但不知怎地，还是被刘洋给听到了。他的血液此时都开始躁动了起来。难道说眼前的绝美女孩也对自己心存好感？苍苍，那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朴小仓震惊且惊喜地抬起头，看着一脸认真的刘洋。可以吗？不可以。忽然，一道女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微妙气氛。朴小仓转过头，看向气势汹汹的吴轩以及他身后一脸无奈的王华，嘴角微微上扬。刘洋，你居然是这种人！朴小仓趁着吴轩变进刘洋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王华身边。怎么样，你爹我是不是很厉害？请原谅我词穷，我只能说666。感情你让我通知吴轩来这，居然是为了这个。对呀，我可是冒着性命危险给你通风报信的。赶紧溜吧，我怕吴轩等会生起气来，收拾完刘洋就要收拾你了。他可是会一点散打的，没练过的男生基本不是他的对手啊！还有这事，快跑！朴小仓说完，拿起包装好的衣服就跑了出去。小姐姐，记得让那个男生付款哦。看着朴小仓跟王华溜走的身影，服务员忍不住笑出了声，饶有兴致地看向了刘洋跟吴轩。你叫外卖了？没有啊，我还以为是你叫了呢。谁啊？朴小仓打开门，微微一愣，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幼楚的妈妈苏映梦。阿姨，你怎么来了？苍苍，好久不见，能让阿姨进去吗？可以。谢谢。你来干嘛？朴小仓坐在他的身边，轻轻拉了拉沈幼楚的衣角，示意他态度好一点。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关于那次中秋节的事情。那你们先聊，我回房间。不准走，坐我旁边。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上次是我这个当妈的不好，没有考虑到你们两个年轻人的感受，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做的选择才是对的。妈跟你道歉。幼楚，给点反应啊！我知道了。幼楚。朴小仓有些急了，苏映梦都这样了，沈幼楚还是这个态度，很明显就有些不太礼貌了。没事的，苍苍，幼楚的脾气我知道，过段时间就会好的。阿姨也不拦着你们了，这是你们的自由。上次是阿姨不好，说的话太绝情了。没事的，阿姨，我知道你那也是为了我们好。谢谢你呀，苍苍，你是个好孩子。阿姨，你应该也挺累的了，要不先去那个房间休息一下？行。老公怎么了？你妈妈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还不开心呢？现在才同意，当初早干嘛去了？那你也不应该是这个态度呀。哼，谁让他当初那么对你的？我虽然已经不生我妈的气了，但是给点小惩罚还是有必要的。这几天先让阿姨住在这儿，我没意见。其实吧，我觉得你也很想阿姨的，对吧？不说，我没有，你不准乱说。元旦假期算上周末，朴小仓总共是放了3天。苏映梦是1号那天来的，在这一直待了好几天。最后一天准备离开的时候，不出所料，沈幼楚也要跟他一块回去。德婆，你一个人在这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我就回去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要每天给我发消息、打电话。还有，行啦，别说了，再说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姑姑，你也在呢。哟，我们的小公主舍得回家了，当初不是脾气很倔的吗？姑姑，你不要乱讲，我现在已经回来了，就别说以前的事情了好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这思想变得倒是挺快的呢。幼楚啊，你也回来了，爸有件事情想跟你说。沈文组织了一下语言，尽量用平缓温和的语气说出接下来的话。爸想让你出国。出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觉得去国外了，要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苍苍了吗？你还年轻，有些时候感情并不是天天黏在一块就能一直好下去的，有时候适当的分离更可以促进你们之间的关系。那是想让你出国历练历练，学习一下国外的经营方式和理念，毕竟他们的环境和国内肯定是存在差异的，适当的有益的多样化才能促进公司发展。况且时间也不长，就1个半月而已。他并不指望自己的话可以直接打动沈幼楚，只不过现实就是这样。沈幼楚最终还是选择出国，还是在回家后没多久就坐上了飞机飞往国外。对于沈幼楚的这个选择，朴小仓虽然也很是不舍，但是出国历练对他还是很有好处的。
自己总不可能耍小脾气不让他去吧？这未免就有些自私了。而且这一别就是将近2个月。之前沈佑楚在市管理分公司时倒还好，每天都能打视频聊天，周末也能见面好好的玩耍。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先不说这2个月都不能见面，时差就令2人很难受。一个人是凌晨，另一个人则是白天，这对2人之间的感情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放寒假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刚走出校门口，迎面就走来一个戴着墨镜，手持一大捧玫瑰花的陌生男子。你就是朴小仓吧？朴小仓点了点头，但还是一脸问号，不知道这个人找自己有什么事。这是给你的。陌生男子将玫瑰花递给了一脸懵的朴小仓，立马转身上车，动作一气呵成。谁送的呀？难道是右楚？不能吧，他凌晨还发消息说这2天倒时差，要好好的睡一觉。难道是他给我的小惊喜？肯定是了，右楚怎么这么浪费钱，买这么多玫瑰花？不过看在是小惊喜的份上，就姑且收下吧。抱着玫瑰花，心满意足，开开心心的往家走去，全然不知在身后不远处的马路上不紧不慢的跟着一辆黑色高档轿车。回到家的朴小仓将玫瑰花竖在了客厅茶几上，淡淡的花香飘散在空气中，很是安心。一个人的苦逼生活又要开始了，而且还没有右楚陪着聊天。喂，小三姐姐，你在干嘛呢？电话里是许久未见的严梦瑶的声音。我刚回到家，怎么了？是这样的，周末我们要去泡温泉，你要不要一起来呀？泡温泉？跟谁？我、静怡、雨玲姐还有我哥。可以，正好我没什么事情。那就这么说好啦，周5下午6点学校门口集合。挂断电话，朴小仓眨了眨眼，跟他们4个人去泡温泉，忽略掉严纪泽、小萝莉、静怡还有雨玲姐，肯定是要跟自己一起泡的。这岂不是说自己要看到他们3个人的？不行不行，自己怎么能想这些？这种事对不起右楚啊。不过到时候自己总不能一直闭着眼睛吧？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要不偷偷看一眼应该不过分吧？朴小仓直接给胡思乱想的自己来了轻轻的一巴掌。自己居然在想这种龌龊的事情，右楚在国外学习，自己居然做这种事，绝对不可以。没错，他朴小仓就算是饿死，也绝对不能占人便宜。要欢迎光临，请问有预约吗？有的。好的，这是房间钥匙，请收好。严纪泽接过钥匙，自己留了一把，然后另外2把分给了严梦瑶和严雨玲。我跟静怡睡吗？静怡跟瑶瑶一起，至于小仓你嘛，我和纪泽，你选一个。严纪泽无奈地看着严雨玲，这家伙现在开玩笑开得这么溜了吗？朴小仓则是无语地翻了个白眼，一把抢过严雨玲手里的钥匙，按着上面的门牌号就往房间走去。小仓，我开玩笑的，走那么快干什么嘛？一边去。哎呀，你放心好了，你姐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走开。小仓，你下1年应该要去实习吧？有没有想好去哪？这个啊，我还真没好好考虑过。被严雨玲突然问到这个问题，朴小仓抿了抿嘴，陷入了思考。确实啊，他也该考虑一下了。现在来说，倒是有2个选择摆在自己面前。第一个就是去沈佑楚那边，可是去他那的话，自己估计会被沈佑楚保护起来，什么也不让自己做。第二个就是去严雨玲那边，如果要受历练的话，确实还是严木集团更适合自己。要不然我这应该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我会考虑的啦，现在说这个还有点早呢。静怡，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严梦瑶屁股往后挪了一下，吴静怡就往前走了1小步。严梦瑶再往后挪一下，吴静怡再往前走1小步。静怡，你要是有什么话，能不能直接说呀？你这样我好慌。严梦瑶紧张地咽了口水，2只小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忽然，吴静怡推了一把严梦瑶，当后者察觉到自己已经倒在床上时，微微睁大的眼睛显示着严梦瑶此时的内心的震惊。很快，吴静怡的脸就出现在自己面前，微微一笑：“瑶瑶，今晚你跑不掉了。不是，静怡，你要做什么？”严梦瑶此时心跳加快，大脑一片空白，完全跟不上吴静怡的思路。嘿嘿，做什么？当然是做爱做的事啊。小萝莉，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从刚刚起床出门见到严梦瑶之后，就看到她捂着肚子，表情有些不太自然。我没事，可能是昨晚着凉了。严梦瑶摇了摇头，把头转向另一侧，不想让朴小仓看出异常。没事的，小仓姐姐，可能是昨晚空调关得太早了，然后瑶瑶前半夜没怎么盖被子就着凉了。对了，朴小仓点了点头，他总觉得严梦瑶跟吴静怡2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自己跟沈佑楚每天晚上做的那样，但是他又感觉不太像。静怡应该不会是那么急不可耐的人吧？玩了2天，朴小仓回到家感到冷清。宿主想我了吗？想个这儿，我还巴不得你别出来呢。朴小仓轻哼了一声，这个时候还能有一个憨批陪自己说2句话，还
还是有点小开心的。切，要不是为了替你发布任务，我才懒得理你呢。本系统忙着呢。你能忙什么？当然是四处转转了呗。你能出来？当然可以，只是我不想让你看见而已。少废话，现在发布第15个任务，穿上沈幼楚留在家里的衣服，给他发一段跳舞视频。任务奖励：兔子变大。这是什么任务奖励啊？怎么这么奇怪？你不喜欢吗？那我可以把你的翘腿属性点满，你自己选吧。我还是选第一个吧。哎，等等，这任务是什么鬼？刚刚光顾着看奖励，忘了看任务，现在仔细一看，好家伙，这不纯纯的给沈幼楚发福利吗？才刚走没多久就发这种视频，可以想象，等他回来了，自己绝对要死在床上。吃啥好呢？好纠结啊！每天晚上都在发愁，该点什么外卖好？唉，要是幼楚还在就好了，有他在，天天都能变着花样做饭啦。朴小仓躺在沙发上，自言自语着：“还是吃炸鸡吧，有点馋了。”嘿嘿。朴小仓点开自己经常点的那家炸鸡店，光速下单。说鸡不说八，文明你我他。这时，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但令朴小仓惊讶的是，这声音并不是跟以往一样是在自己脑子里，而是在自己身边。朴小仓眨了眨眼，强压着心中的情绪，缓缓转过头，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狗系统，你跑哪去了？我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听到声音来源，朴小仓又躺了下去。这系统真的是够任性的。本系统是不会离你太远的，如果真出了什么危险，我会保护你的。切，谁稀罕你的保护？朴小仓撇撇嘴，不知道为什么有系统这句话，他莫名的安心了不少。吃完外卖之后，又休息了一会，舒舒服服的洗完澡，来到卧室，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从沈幼楚的衣柜角落翻找出一个小盒子。果然啊，幼楚平时脑子里就是在想怎么花样推倒自己，太可怕了。算了，反正都是发给幼楚看的，也不亏，就当是给他在外国学习的一点小奖励吧。几分钟后，当朴小仓换好衣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小嘴微微张大，有点不敢想象这身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居然会这么诱惑。跳什么好呢？朴小仓在脑海里搜索着舞蹈，想了一会后，灵机一动，嘿嘿一笑。反正我也不怎么会跳舞，干脆随便来点应付一下得了，而且还不能太那啥，要不然等幼楚回来了，自己绝对要完蛋。摆好手机支架的角度，朴小仓眨了眨眼。大概5分钟之后，朴小仓停了下来，完全没有看一遍的打算，直接将视频发给了沈幼楚。这个点，幼楚应该看不了手机吧？没过多久，朴小仓居然收到了沈幼楚的视频电话。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主动啊？知道我想你了，给我发这种福利视频，简直太爱你了。我瞎跳的，你喜欢就行，我还怕你笑话我呢。嘿，老婆，我好想你啊，每天晚上都好想，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一接听电话，朴小仓就听到了沈幼楚的抱怨。快了，下个月不就可以了吗？等你回来了，晚上我奉陪到底，绝不反抗。朴小仓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鬼话，当时只是想着怎么安慰沈幼楚，谁成想一脑抽居然说出绝不反抗4个字。要是可以重来，1个多月后的朴小仓绝对不会说出这句话。这可是你说的，老婆万岁！沈幼楚一听到这句话，两眼放光，兴奋的不行。对，我说的，只要你开心就好。朴小仓点了点头，丝毫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危机。恭喜宿主任务完成，获得奖励兔子变大。怎么样，宿主满意不？我还以为能变多大呢，好像也就这样吧。朴小仓说完便连忙移开视线，要是再看下去的话，他肯定要忍不住奖励自己了。口气还挺大，信不信我给你额外奖励，再让他大一圈？别，我错了，感谢系统大大。得了便宜还卖乖。苍苍，你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就那样呗，难不成我要说我准备的很好？要真这么说了，怎么卷你？怎么能这样？还能不能好好做朋友了？天天想着卷我。苍苍啊，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呢。什么不一样？好像那里变大了诶，跟昨天相比，明显要凸出来一点了。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垫东西了？我这是纯天然的，才不需要垫东西呢。可能是你昨天看错了吧，我一直都这样的好吧？不会吧，我感觉是不一样了呀，要么垫东西了，要么就是你对象帮你变大的。滚，胡说八道什么呢？哎呀，害羞什么嘛，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很正常的好吧？难道说你还是个……呸，不想跟你说话了，巫妖王。哎呦，你害羞了，让我看看。不要。日子一天天过去，
期末考也如约而至，在朴小仓这段时间心无旁骛的复习之下，也是很顺利的就通过了。收拾东西回家了。宿主很开心嘛，要不要本系统来帮忙？朴小仓的手猛地一顿，因为根据声音的来源，他敢确认系统就是在他身后，而不是在他脑子里。不要，你又想骗我回头是吧？哟，警戒心还挺强，不逗你了，回头给你摊好汤的呀。哼，我才不中招呢。可这一次机会，不回头你以后就别想摊了。别骗我啊！要是你还在骗我，我可就真生气了。怎么了，小苍苍？现在是不是迫切的想要跟我贴贴？如果你非要那样的话，我也是无力抵抗的呢。来吧，霞。不得不说，系统以现在这个样子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太顶了，基本没什么人可以扛得住这种诱惑，但朴小仓除外。奶奶的，就是你当初骗我，害我失去了宝贵的男儿身。怎么还有奶奶的事？哎，笑死我了，小苍苍，我觉得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你觉得以你之前男孩子的条件，能跟沈幼楚这种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的校花级美女在一块，我可是成全了你，好吧？好看吗？系统嘿嘿一笑，说出来的话如沸音绕耳，让朴小仓下意识点了点头。要不要再看看？不看了。反应过来的朴小仓脸颊微红，连忙转过了身。这狗系统怎么这么会撩啊？简直比幼丑还厉害。小苍苍这就害羞了呀？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原来就这。不想理你，我应该叫你什么好啊？总不可能一直叫你狗系统吧？随便你，我也没什么名字。实在不知道喊我什么的话，就叫我清月吧。清月也行，挺好听的，我以后就喊你清月。哦，对了，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这个样子会被其他人看到吗？只要我不想，别人就看不到。这样啊。朴小仓点了点头，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你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出来吗？这个好像不怎么好奇呢。当然了，你要说的话我也不拦着。真是个憨憨，要不是你被人盯上了，怕你有危险，我才不会出来呢。不过出来也挺不错的，正好透透风。小苍苍，晚上出去玩吗？出去玩？你想出去逛逛？在这好无聊，想逛逛，正好你能陪我一起，不是吗？好吧，我跟你一起去就是了。走吧，反正我也挺无聊的。等等我。就这么几秒的功夫吧，你就换了身行头。那么急啊，干什么？以后这种事会经常发生的啦。等等，你突然变装，该不会是想……冰豆，猜对了，我要让别人也看见我，这样才算完整的逛街，对吧？系统朝朴小仓 wink 了一下，快步上前，拽住朴小仓的手臂。快点，那么慢，早点出发才能多玩一会儿啊。小苍苍，看在你这么努力陪我的份上，我给你买点小蛋糕吃怎么样？好啊，我要吃提拉米苏，还有他们家的限量马卡龙。行了，都给你买。呀，这么快就回来啦？你不会没买到吧？朴小仓看到地上出现了一个影子，一边说着，一边抬起了头。嗨，安庆双手插兜，笑眯眯地注视着面前的女孩。以她这个角度向下看去，正好可以看到朴小仓绝美的容颜仰视着自己，这个角度很难不令人浮想联翩。你是？我是安庆，当初的慈善晚会上我们见过的。另外，之前的花你还喜欢吗？是你啊，那个玫瑰花是你送的。是的，喜欢吗？我……正当朴小仓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系统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小苍苍，蛋糕我都给你买好了。清月，问小哥哥，请问你是谁？刚刚也不是没注意到朴小仓身旁有个女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不清她的脸。现在离得这么近，安庆才总算是看到了，心中一惊，这个世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孩。一时间，安庆都有些看呆了过去。看到被自己略施小计就成功魅惑到的安庆，系统心里冷哼了一声：怎样，这就原形毕露了？我还以为你能撑多久呢。朴小仓傻愣愣地看着系统跟安庆对视，一脸的黑人问号。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要不我走？小苍苍，愣着干什么？不吃啊？不吃给我吃。不给。朴小仓一听系统要抢他蛋糕，连忙用双手护住了袋子。小气巴拉的，也不看看是谁给你买的。清月轻哼了一声，双管抱胸，坐在了朴小仓旁边，一声哼直接让安庆猛地回过了神，轻轻摇了摇头，看向朴小仓和清月。正欲开口说话的时候，兜里的手机短信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我们要回去了，小哥哥再见了。安庆就只是看个手机的功夫，朴小仓两人就已经起身往前走了好几步，来不及说话，他们两个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眉头微微一皱，他总感觉朴小仓身旁那个女孩有些奇怪，跟了他这么久了，就从来没有见他跟这个女孩在一起过。
今天就好像是突然出现似的，而且刚刚自己居然看她看到愣神的地步。虽然她确实美得过分，但是也不至于让自己如此失态。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安庆一言不发，往来时的方向走去。你知道刚刚那个男的要来找我？清月不知道哦。总之呢，现在沈幼楚没有陪在你身边，你还真以为你一个人住就很安全吗？我这是在帮你，免得你什么时候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朴小仓抿着嘴，一脸无奈地看着他，那目光像极了在看一个傻子。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我觉得你憨憨的样子很可爱。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以身相许哦。滚蛋！第二天一早，朴小仓就坐上了回家的高铁，而系统也很是配合，使用了在外面不让别人看到的能力，坐在朴小仓旁边的空座上，翘着二郎腿，哼唧着小曲，很是惬意。妈，我回来啦，开开门。来了来了。很快，朴小仓就听到了夏静山的声音，一阵脚步声过后，门被打开了，但朴小仓看到的却并不是夏静山惊喜的眼神，而是惊讶与疑惑。小仓，你身后这位是？一听这话，朴小仓就意识到系统干了什么好事，居然在自己老妈面前显露真身，这可怎么解释啊？妈，咱们先进去说好不好？行，先进来，外面冷，别着凉了。小仓，该给妈介绍一下了吧？是这样的吗？我这个同学他吧比较可怜，他是个孤儿，无父无母的。我也是开学的时候跟他熟起来的，看他好可怜，所以就邀请过来杂家了。系统确实是无父无母的，自己也没说错，对吧？这样啊，那确实怪可怜的。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个人生活肯定很苦，你可别欺负人家，瞧不起人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别对人家有什么想法。你得记住，你已经有幼楚了。知道啦，我的亲妈哎，我是那种人吗？知道就好。你那同学喜欢吃什么？妈晚上多做点。他不挑食的，妈你看着做吧。哎，苦命的孩子啊！小苍苍胆子很大嘛，居然敢编排我的身世。我说的是事实嘛。再者说了，谁让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直接在我妈面前出现的？你这不是故意搞事是什么？哎呦呦，你还有理了。算了，我就是想逗逗你，看看你的反应。谁成想你居然会这么说我，你的脑回路不是一般的溜。切！系统循循善诱的语气，差点就让朴小仓心动，无语的白了他一眼。老婆，我好想你。小傻瓜，我也很想你啊。你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失眠了。失眠？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吗？算是吧。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倒不是压力大，主要是身边没有抱枕，睡不踏实。啊？那你去买一个呗，不能因为这个影响睡觉啊。你果然是个憨憨，我不在你身边，是不是欠调教了？这都听不出来吗？我缺的是你这个人形抱枕啊！考完试脑子就有点生锈了，我没想到嘛。笨死了，好想抱着你睡觉啊！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睡都睡不安稳。我睡得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啦，你快去睡觉好不好？都凌晨了，你明天想顶着黑眼圈出门吗？来个晚安吻呗。你跟沈幼楚现在还真是腻歪呢。对啊，怎么你羡慕了？这样啊，要不要我给你发个小任务，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系统嘿嘿一笑，很明显在憋着什么坏水。我怎么感觉你没安好心呢？我可以拒绝吗？可以啊，我又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系统，我的服务可是非常人性化的，是不是？切，说的好像你真是这样似的，哪次不是强迫我去做的？还好意思说自己人性化，说出来的话不过脑子的吗？朴小仓这点小心思，系统怎么可能不知道？微微一笑，并没有拆穿他。小样儿，先让你嘚瑟一阵子，过段时间看我怎么整你。我超，你在这干嘛？看你睡得这么香，我无聊，来逗逗你呗。烦不烦啊你？一大清早的打扰我睡觉，这才几点呀？朴小仓直接拿过手机，想要看看现在的时间，结果看到屏幕上显示的语音通话，陷入了沉思。昨晚他熬夜到3点打游戏来着，准备睡觉时，沈幼楚就给自己发了消息，正好自己要休息了，沈幼楚就提议打语音电话，他想听自己睡觉的声音，心想着沈幼楚今天休息嘛，不耽误他工作学习，朴小仓就答应了，就一直通话到现在，结果就发生了刚刚那一幕。现在朴小仓只能寄希望于沈幼楚正好有事，没听到刚刚他跟系统的对话。虽然他们俩并没有说什么敏感的话，但是以沈幼楚的粗性，肯定是要追问到底的，搞不好还要跟自己闹脾气，都怪狗系统。那个幼楚，你还在吗？说完这句话后，朴小仓等了1分钟，都没有听到沈幼楚那一头的声音。
不禁长舒了口气。还好，幼雏没听见就行。他是谁？朴小仓的语文阅读理解能力直接拉满，短短的3个字，他就从沈幼楚的声音里听出了3分冷漠、3分生气、3分醋意以及那1分的杀气。你说话得要当哑巴，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就在旁边说话，这可如何是好？喂！朴小仓狠狠地瞪了一眼捂着嘴偷笑的系统。幼雏，你听我解释。是吗？我倒要听听看你怎么解释。其实他是……紧接着，朴小仓就把白天对夏静山说的那一套说辞给说了出来，只不过稍微修改一些小细节。当朴小仓说完之后，电话另一头的沈幼楚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缓缓说道：“他在不在你旁边？”听到这话，一直在偷笑的系统瞄了一眼将视线投过来的朴小仓，眨了眨眼，很自觉地走出了房间。他不在。行，我现在在国外，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你不是那种花心的人，我相信你。但是什么？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还得要无条件答应。什么条件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可不能拒绝啊。行，我答应你。电话打完了，系统倚靠在门上，看向一脸庆幸的朴小仓，笑着说道：“你以后少来我房间，下次进来记住要先敲门。再这样的话，我非得被你搞死不可。下次可就没有理由搪塞幼雏了。安了，下次不会的。看到你这么好玩的样子，突然就想替你发布任务了，要不要考虑考虑？我能拒绝吗？不可以哦。现在发布第16个任务，女扮男装，参加一场聚会，向你的前女友展示现在的自己。任务奖励腿部属性拉满。同学聚会，前女友？你说的是柳如烟？我哪来的聚会？正说着话，朴小仓手机里就传来一道震动，打开一看，居然是自己以前待的那个班的辅导员给自己发了信息。你怎么知道我要有聚会了？我可是系统啊，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好不好？能不能不要质疑我？行，你最牛了。想不到阔别已久的中性发型在今天限定回归了，紧张吗？我的老 baby， 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心心念念的前女友了呢。滚蛋！我才没有心心念念呢。你胡说什么呢？我对幼雏一心一意，苍天可见，怎么可能会对那种人回心转意呢？笑死我了！你说你不会回心转意，我倒是相信你，可你前半句话我感觉就是在放屁。也不知道是谁，前段时间盯着我看，那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吧？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柳如烟。此时的柳如烟正跟她身旁有个男生在聊天，有说有笑的，好不热闹。正巧啊，柳如烟，这也能在一桌。朴小仓微微一笑，主动打起了招呼。他可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人。我们认识？柳如烟听到面前这个帅得一匹的小白脸男生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有些惊讶。这么快就不认识我啦？我是你前男友啊！听到眼前的朴小仓居然是自己刚刚搭讪的柳如烟的前男友，那个男生表情有些不太自然。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怎么很惊讶吗？柳如烟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显然内心是极其震惊的。现在跟以前相比，完全就是2个人啊！而且朴小仓身上的那件卫衣，他也知道的，可是名牌4000多一件，手机也换了个新的，虽然不是最近很火的那个最新款，但也是几千块的大牌了。1、2年就能蜕变成这样，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朴小仓见柳如烟不再言语，笑了笑，似是带着点轻蔑。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柳如烟跟沈幼楚相比，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不知道以前的自己怎么就眼瞎了看上柳如烟了呢？不过如果自己没有跟柳如烟在一起，也就没有了后面分手喝醉遇上系统的事情了，也就不可能遇到沈幼楚了吧。自信点宿主，没有柳如烟，我还是有办法来到你身边的，不要担心。合着我是注定了要失去男儿身的，是吧？理论上来说是的。我特喵。小哥哥，你是哪个班的呀？怎么以前都没有见过你呢？对呀，我们聊聊，认识吧。我以前是在国画专业的，后来转专业了，辅导员把我叫过来参加聚会的，现在在经济学院那边。原来是这样啊！聚会结束之后，小哥哥有没有什么安排呀？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家里还有人等我呢。家里有人？难道说是你的女朋友吗？对呀，我吃完饭还得去陪她呢。2个女生一听到朴小仓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心头顿时涌上一阵失落。听到这句话的柳如烟抬起头，看着跟那2个女生谈笑风生，但是尺度把控得很好的朴小仓，眼神复杂，心里微微一叹。这让他想起之前跟朴小仓在一块的那段时间里，朴小仓对自己也是这么好的吧？那会自己想要什么，他都会尽量满足自己。但后来他就变心了，这一切就全部都失去了。要说一点都不后悔，那也是不太可能的。
但现实就是这样，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尽管这一切是自己咎由自取造成的。爹，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本系统在此衷心的祝福您，从此以后拥有一双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腿。滚远点！哼！宿主，你不要这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想看，在沈右楚出国的这段时间里，你的秃子变大了，腿也变好看了。当沈右楚学成归来，看到你的身体变化，是不是就会加倍的疼爱你，对你好了呢？啊，这，我会不会被右楚疼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肯定会很疼。昨晚回房间休息之前，我记得卫生间的门是开着的，怎么现在关了？我半夜也没起来上厕所啊，难道说家里进贼了？ Surprise！ 只见一个人影突然从浴帘后面窜了出来，朴小仓看也没看，就直接将平底锅奋力往前一击。苍苍，你这是要干掉我吗？右楚，你怎么回来了？哼，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的，结果你却想谋害我，差点把我……沈右楚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强行打断了。朴小仓一把抱住了他，我好想你啊！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语，此时此刻却直击沈右楚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乖，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以后我就不出去了，再也不会离开你这么久了。对了，老婆，我明天可能就要先回一趟家。我知道你刚回国，肯定是要回去看叔叔阿姨的。你明天回去好了，过段时间我再去找你。行，不过我再跟你说件事。什么事啊？我下飞机那会儿，我就跟我爸妈说了，先来你这找你。然后呢，他知道以后就提议想要见见你爸妈，4个长辈一块谈聊聊天。好，我知道了，我会跟我爸妈讲的。具体要什么时间呀？要不就定到下周6吧，地点就定在我家，好不好？我爸他太忙了，可能不方便出示。呵呵，可以的，我跟我爸妈说一下就好了，到时候我们过来就是了。怎么了，小仓？我看你好像想要说什么的样子。朴宰范瞄了一眼朴小仓，看到他又一次抬起头看着自己跟夏静山，好奇地问道：“是不是又想要生活费了？”不是了，就是我想问问爸妈，你们明天有空吗？有空啊，我和你妈这周都是双休。怎么了？是这样的，右楚说跟他的父母见个面。怎么这么突然？C 市离我们这倒不是很远，明天早一点出发还是来得及的。不过小仓，你真的想好了吗？放心吧，爸妈，我很认真，我是真心喜欢右楚的，而且你们不是对他也很满意吗？行，就冲着你这个决心与保证，我和你爸明天就去 C 市去会未来的亲家母亲家公，不能因为咱们家没他们有钱就输了气势。你妈说的没错，你爸我是坚决支持你的。谢谢爸妈。叔叔阿姨这么轻松就同意了？对呀，其实我爸妈还是很开明的，再加上他们2个又特别喜欢你，心里怕是早就已经把你内定为未来的儿媳妇了。儿媳妇？坏了，一不小心说漏嘴了。明明你才是儿媳妇好吧，我才是上面的那个人，你得乖乖听我的。对，我是你老婆，按理来说我才是儿媳妇，好吧？这还差不多嘛。等明天我爸妈跟你爸妈见完面的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啥？笨死了你！当然是意味着咱俩的终身大事就这么确定了呀！终身大事？朴小仓呢喃着，一时之间有些恍惚，这4个字代表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以前的他只知道凭借自己当时平平无奇的外表与条件，和自己绑定终身的女孩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但是现如今，这个女孩不仅不普通，还异常的耀眼，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老婆，早点睡觉，我先去洗澡了，明天见。明天见。透过门缝，依稀可见4位家长好像相处的还不错，起码有说有笑的。而且夏静山还跟苏应梦一起走向了厨房，客厅里的2个大男人貌似也是相谈甚欢的样子。看到这一幕，二女顿时松了口气。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头疼起以后怎么发请帖了。确实，不过我觉得吧，只要2个孩子愿意，我们几个作为最亲的长辈能够衷心的祝福他们2个就好了。对了，老婆，你这学期上完就要准备去实习了吧？对呀，怎么了？我还是那句话，去我公司吧，我给你安排个职务，好不好吗？可是以咱们俩这关系，去了之后，我怕你给我安排的就是个闲职，那我跟放假在家有什么区别？我还是想去锻炼锻炼，总不能一辈子靠你养活吧？可是我想每天都见到你嘛，而且今天下午我又要回 A 市了，我有什么错？我只是想见可爱的亲亲老婆而已。好了，我考虑考虑好不好？主要是我表姐也在邀请我去她那里。莲木集团？对呀，是我不够漂亮，还是我不够可爱，还是我身材不好？你居然在我和你表姐的邀请之间犹豫。好了，
明天，我争取明天就给你答复，好不好？不好，我就要你现在回答我，老婆，你就答应我去我那里吧。你干嘛非要让我去你那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歪主意，我要好好考虑这件事，不能受你吹枕边风的影响。老婆，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去了我那，我肯定给你一个很适合历练的职位，绝对不会像之前那样开玩笑说让你给我做小蜜，怎么样？真的，我发誓。少来这套，我不要，我决定好了，去我表姐那。什么？表小仓，你再说一遍。不是，幼雏，你听我说，我也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可就真生气了。其实吧，我内心也是特别希望跟着宝贝你的，这样不仅能一边工作，还能一边跟你在一起，每天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但是吧，我觉得吧，我之所以不想去你那里，还是觉得凭我们俩的关系，可能工作上会有些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我还是想趁着这宝贵的1年来锻炼锻炼。可是去你姐那边不也一样吗？你可是她的妹妹啊，难道她就不会给你开小灶吗？会要呀，你那边的分公司，表面上你的员工都知道我是你的妹妹，但我姐那边的公司，他们的员工就不认识我，这哪一样了？可是，别可是了，听话，等我实习结束，一定陪着你。你想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好不好？你也就说说，话说的这么好听，怎么就没见你真下定决心来陪我呢？哼！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我堂姐可以安排我去任何一家分公司实习 ，A 市好像也有哎，要不要去呢？好纠结呢。嘿嘿，宝贝老婆，那肯定去 A 市啊 ！A 市可是我们第一次旅游的城市，不仅意义特殊，而且岩木集团在那边的分公司好像离我就10几公里的样子，我们也能天天见面了。这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啦。你不要得寸进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臭苍苍，胆子越来越肥了。不就是让他主动了一回，就想要上房揭瓦了是吗？不给他点教训，还真忘了这个家谁是主子了。我错了，我一定去 A 市。哼，这还差不多。依旧是平平无奇的期末考，一切就跟往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苍苍，你接下来打算去哪个公司实习啊？去岩木集团吧，我已经投了简历了，面试也过了。那挺好的呀，祝你事业有成了。嘿嘿，对了，你是去咱们中心商业街的那个岩木集团吗？我听说他们分公司有好多呢。我去 A 市那边。A 市？你怎么跑那么远？如果你去商业街那家的话，还能住学校啊，水电都不用花钱，而且上下班也方便。去了那边得住员工宿舍吧？我知道，但是吧，我去 A 市是因为我喜欢的人在那边呀，而且我过去之后也是住他那里，每天下班还能跟他在一块，多好，是不是？朴小仓一脸笑容，一想到以后可以天天搂着沈幼楚睡觉，心里就激动得很。你过去跟你对象同居？对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都是这样的吗？我只是在想，哪个男人可以收服你这样的大美女？他一定幸福死了吧？男人？只有幼楚这样的大美女才能俘获我的心，好吗？少来这套，我是不会告诉你他是谁的。吃饭，吃完就可以收拾东西跑路啦。小仓，好久不见了。是啊，确实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堂姐你了呢。朴小仓哈哈一笑，对于这个堂姐，朴小仓还是很喜欢的，是仅限于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姐姐今天好漂亮。怎么样，姐姐我现在是不是非常的有魅力？是啊，姐你这么好看，为啥就不找个对象呢？还没遇到合适的吧，我反正不急。严雨林笑着说道，然后目光突然看到朴小仓手指上的指。你手上戴着什么呢？这个啊，这个是我对象送我的呀，过段时间应该就订婚了吧。一说到订婚2个字，朴小仓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害羞，也许是因为能够跟沈幼楚结伴走一辈子，又或许是因为他和他的特殊缘故。这么快，姨父小姨也同意了？双方家长已经见过面了，聊得挺好的。只不过关于订婚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们2个小辈，好像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不过也无所谓啦，他们能无条件支持就已经很好了。看着面前的堂妹高兴到飞起的样子，严雨林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虽然他很喜欢这个妹妹，也想帮她把关。既然小姨他们都同意了，那看来对方应该也是不错的。那我就在这些恭喜你了。哦，对了，你为什么不住员工寝室啊？我们那边都是1人1个单间，独卫、厨房，什么家具都有，也很舒服的呀。而且水电公司包一半，你怎么还要出去住？是跟你那个对象？对，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呀？工作内容是啥？这个我会给你安排的，你明天就知道了。
而且我也不会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给你一个能够好好历练的机会。只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说黑市的分公司非常的年轻化，平均年龄不超过30，你这样的条件去了，绝对能吸引不少哥布林，你可得保护好自己啊！在沈右楚幽怨的眼神注视下，朴小仓背着他特意买来装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的小挎包离开了家，直到坐在地铁上，朴小仓都感到腿在阵阵发软，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大腿，轻轻一叹。至于发软的原因也很简单，知道朴小仓是铁了心今天要去岩木集团报道，沈右楚昨晚就压根没打算放过他。一想到昨晚经历的折磨，朴小仓就一阵后怕。沈右楚的眼神太可怕，就像是要活生生吃掉自己似的，而且力气还大得要死，自己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以后都是这种苦逼日子该怎么办呢？心里想着以后自己的处境，朴小仓就瑟瑟发抖。这么早就有出去谈业务的，太绝了！听到旁边2个走出公司的人在谈论着等会见客户的事宜，朴小仓忍不住感慨道，直接坐到了休息区的沙发上等着言语。看了看四周，朴小仓突然觉得自己好多余。每一个人来这的人，每一天都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反倒是身为萌新的自己，初来乍到的，好可怜。这是人事部新招来的妹子，这也太好看了吧！这腿没得说啊，而且还长得这么漂亮，就是不知道是去的哪个部门。要不你去问问。我去个嘚儿，你怎么不去？我胆子小。滚！小仓，我来了。不好意思，刚刚秘书发来的文件我看了一下，耽误了一小会，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我也刚到没多久。走吧，我带你上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咱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朴小仓。一阵掌声响了起来，朴小仓眨了眨眼，有些不知所措。大家好，我叫朴小仓，请多多关照。突然，几个男员工一声叫好，吓了朴小仓一跳，诧异的望了过去。这几个是咱们部门的活宝，以后相处的多了你就知道了。他们几个平时也这样，挺幽默的。哎，小王，你们几个收敛一点，别吓到人家了，好好工作。嗨，放心吧，雨林姐，我们会注意的。小李，你带他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位是小李，比你早来1年，以后你就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位置，你的工作内容就跟他差不多，而且你们年龄也一样，应该会聊得来。好，我以后就喊你小仓了哈，跟我过来吧。坐在被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办公桌前，朴小仓一时间有些感慨，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参加工作。小仓，不要发呆了，我跟你说一下你目前工作的具体内容。哦，好的，你别太严肃，也就是随便说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欺负你了呢。嘿嘿，毕竟是前辈嘛。随意一点没关系的，大家都这样。等会休息时间一到，小王他们就要来找你唠嗑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找我聊天来着，但是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以后，就收敛了很多。主要是他们太逗了。不说那么多了，我先听你说一下工作。是这样的，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嗨，这位小姐姐，工作了这么久，怎么不去休息一下啊？见自己的桌旁突然有人跟自己说话，朴小仓抬起头，正好看到了小王绅士般的微笑。我也不是很累，所以就没去。这样啊，对了，你是今年刚毕业的还是还差1年毕业的学生啊？我大3刚结束。那你是住在员工宿舍吗？不是，我在外面有房子的。小王显然是被朴小仓的笑容给迷住了，脚底就跟被胶水粘住了似的，围着朴小仓叽叽喳喳的问个不停。看到朴小仓时而被他逗弄，时而又微皱柳眉思考着回答自己的问题的样子，小王总感觉自己的春天或许要到了。岩木集团大门口，严雨林跟他的秘书正站在玻璃门外，不知道在等着谁。能够让严雨林这样的身份亲自站在门口迎接的，一定是个身份不一般的人。很快，严雨林眼神一动，不远处缓缓驶来一辆名贵的黑色轿车，停在了严雨林5米开外。车门打开，率先出现在严雨林视线中的是一双裱着嗨丝的精致小巧的玉足，随后就是小腿、大腿。不得不说，严雨林也很羡慕对方能拥有这么一双美腿，不愧是千金小姐，保养的就是好。待来人下车以后，严雨林这才看清对方的打扮，一身黑色的西装职业套裙，身材比他还要更胜一筹。也不知道最后会便宜哪家的小子。欢迎沈总百忙之中可以抽空来到岩木集团，我代表岩木集团全体上下员工欢迎你。严总太客气了，都是为了公事，哪有什么忙不忙的？果然还是我家可爱老婆的小手握起来舒服。您太客气了，请进。
我带您去我办公室，我们慢慢谈。严雨林在前面带路，沈右楚在后面跟着他，时不时趁严雨林不注意就四处张望一下，然后在严雨林回过头的时候，赶忙变换脸色，装作一副淡淡的样子。这一幕正好被跟在沈右楚身旁的刘秘书看到。沈总怎么这么喜欢那个叫朴小仓的妹妹呢？这几天他一有空就趴在桌子上盯着两人的合照，久久无法回神。沈总到了，这就是我们部门工作的环境，您先看看。严雨林指了指面前一大块区域，沈右楚顺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四处搜寻了一下，就发现了此行的目标朴小仓。此时的他正背对着自己，跟一个男生聊得有说有笑。这家伙注意到沈右楚眼神微微变化，严雨林也看向了不远处的朴小仓和小王，倒是没有过多惊讶，毕竟小王的性格他还是知道的。一个西瓜切两半，之前公司团建的时候，我一半，他也经常上台表演，可以说是妥妥的一枚射女。沈总，怎么了？被刘秘书小声提醒，沈右楚这才注意到自己有些失态。得吧，严总，我觉得你的部门员工之间相处还挺融洽的。是的。跟着严雨林往另一头走去，沈右楚最后一次看着朴小仓的眼神微微闪烁。沈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了，严总，带我看看你的员工们的工作环境，我想学习学习，方便吗？当然方便了，这边请。你看，严总身边那个女的是谁啊？好漂亮啊！听说是沈氏集团的未来继承人沈右楚，有颜又有钱，太羡慕了。沈右楚，他来这谈生意的。废话，不谈生意难道是来看朋友的？你以为人家很闲吗？听到沈氏集团和沈右楚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朴小仓心中微微一惊，连忙转过头，果然在严雨林的身旁看到了一脸微笑的沈右楚，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沈右楚也把目光投向了朴小仓，四目对视，沈右楚红唇微掀，眼睛微微眯起。每当看到沈右楚这个表情，朴小仓就知道自己肯定哪里惹到他了，眨了眨眼，他实在是想不出哪里做错了。朴小仓看了看突然到访的沈右楚，然后又瞄了一眼不远处在敲击键盘的小王。该不会不是那么巧吧？怎么每次自己跟别人有说有笑的时候，右楚总能撞见啊？就是觉得现在在岩木集团实习，右楚应该不会出现，所以刚刚才跟小王聊聊天吧。毕竟同事找自己说话，总不能让他滚蛋吧？BBQ 了，晚上又得跪搓衣板了，好烦。下午5点，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朴小仓回到了家。不出意外，沈右楚还没下班，于是冲向厨房，开始了自己的赎罪。老公回来啦，辛苦你了，我们吃饭吧。朴小仓特地换了一身特殊的衣服，头上戴着猫耳发箍，身上则是紫白韵味的装扮，脖子下空出一大片雪白。你这是什么打扮？沈右楚很是喜欢朴小仓这身装扮，心里也明白他突然这么穿的目的，但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想看看他后面还给自己准备了什么惊喜。这不都是老公你最喜欢的吗？朴小仓嘿嘿一笑，拉着沈右楚就往餐桌那边走。老公快坐，我给你盛饭。不得不说，这个方法显然对沈右楚极其受用，看的那叫一个目不转睛。老公吃饭。正当他要离开时，就被沈右楚一把拦入怀中，坐在了他的腿上。老公，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不吃饭吗？新同事有趣吗？这么喜欢跟他聊天？不有趣。那你还笑得那么开心，是不是觉得去了岩木集团，我不能每天盯着你，你就想为所欲为了？沈右楚呵呵一笑，将脸埋在朴小仓的脖子上，呼吸出来的热气全部扑打在上面，弄得朴小仓心里痒痒的。我没有。撒谎的人可是要推1000根针的哦。不要啊！哎，这么早啊，小仓。小雪姐，早上好。你捂着脖子干什么？落枕了？我早上刚来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了一道小口子。被划伤了？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出血？要不要创可贴？我随身带着呢。谢谢小雪姐，我自己来吧。哎，等会。李雪连忙拉过朴小仓的胳膊，盯着朴小仓捂着脖子的部位。让我看看，我给你贴，你对着镜子贴不好弄的。啊，不用麻烦小雪姐。没事的，我们都是女孩子，你怕什么呢？要是让别人看到你脖子上没有处理好的伤痕，多难看呀。好吧。见李雪这么热情，朴小仓也不好再拒绝，反正被一个人看到应该也不算社死吧。朴小仓松开了手，一颗鲜红的小草莓就这么暴露在了李雪的眼中，惊讶的眨了眨眼。李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如此，我说小仓你怎么这么奇怪？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哎呀，小雪姐，你干嘛？能不能别笑话我？好了，我给你贴，顺便给你保密。不过呢，就是不知道别的同事看到这个创口贴会不会想歪，我就不知道了。想不到你男朋友这么黏你啊。不过想想也是，女朋友这么漂亮，肯定不想要她在外面被别人惦记的。留下这么个小标记，也能杜绝很多人的歪心思。不过话说回来，小仓，你每天晚上是不是很快乐呀？哎呀，真的是好羡慕你啊！
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老公。那什么，小雪姐该上班了，快走吧。不说就不说嘛，我就随便问问。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快要毕业的日子。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岁月不饶人呀，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啊，转眼间我都毕业了，一下子2年就过去了。我妈说婚礼就安排在你毕业之后举行，你觉得怎么样？都行，我没意见的。那行。对了，老婆，你真的不再考虑来我这上班吗？不要，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在那干的挺好的，跟那边的员工也熟了。你现在让我去你那儿，对我就没有影响吗？你真的就不再考虑一下下吗？就一下，专心看你的车。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去你那儿。老婆不爱我了。喂，要不要这么夸张？呀，我没有结婚啊！你不去你老公家开的公司上班，跑去别人那上班，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这是什么逻辑？你今天怎么不把车停到老地方去？嘿，我要找你的小堂姐呀，谈上次的合作，正好顺路跟你一块喽。走了，快点，别迟到了。沈总，欢迎，这边请。那我先走了。严总，有段时间没见了。沈总，你跟小仓认识？认识，而且我们关系特别好。沈右楚难得在自己面前露出这么一个甜美的笑容，这让严雨林心中的惊讶更深了。这样啊，那可真是挺巧的。不说这个了，谈上司的事情吗？好，小仓，你来我办公室一下。等我什么事啊？坐吧，别装了，我就不信你会猜不到。我真不知道。姐，你要是真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可就走了哈。我手头上的工作还好多呢，我可不想加班。你怎么会认识沈总的？一个大学的呗，当然就认识了。很奇怪吗？不止这么简单吧？我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啊。其实沈右楚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对象。当听完这句话之后，严雨林的内心已经惊到说不出话的地步了。看着严雨林的反应，朴小仓眨了眨眼，有些无奈。任谁知道了这种事情，都难免不会震惊。想不到，朴小仓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沈右楚，而且还是个女孩子。虽然吧，现在崇尚恋爱自由，而且女孩子跟女孩子在国外也没少见，只不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漂亮小堂妹居然也是。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样我好慌啊。朴小仓有些无奈，怎么严雨林这回就一句话不说了？这个消息有这么吓人吗？你慌个屁啊！我看你是乐在其中吧？哪里慌了？而且我不问你的话，你打算瞒我多久？这不是你一问我就告诉你了吗？我对堂姐那可是一心一意的，怎么好意思瞒你呢？得了吧，你俩好了多久？差不多快2年了吧。乖，不简单啊！想不到你居然可以泡到这么有钱又有颜的女孩子。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富家公子哥想要俘获沈右楚的芳心吗？没想到最后居然便宜了你。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居然输给了一个女孩子，那可就真的有点好笑了呢。掰弯他不容易吧？林婷，打住！什么叫掰弯他不容易？明明是他先追的我，好不好？你就不能相信我的魅力吗？太厉害了！要不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差点就被你影响到了。对了，既然你跟他是这种关系，干嘛不去他那边上班？我要是去他那边，你觉得我还能积累工作经验吗？我估计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陪他聊天亲热。虽然这种生活很好，但并不是我想要的。哎呀，想不到你觉悟还挺高。我们已经订婚了，而且婚礼也打算在我毕业的时候举行，到时候堂姐可一定要来捧场哦。行了，我会的，你先去工作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免得你加班晚回家。沈总呢，说我虐待你。行，那严总，我就不打扰你了。